元宝，看天上这么多云彩，抓2朵回去给你母妃铺床。爹爹，我这腾云可不是天上飘着的这些云彩，我这是在天道那薅来的腾云，不一样的。我们还是来晚了。爹爹，不是说有蝗虫吗？这也没有啊。小公主啊，蝗虫已经在这里吃完了，都飞走了呀。腾云，往有绿色的地方飞。小公主，前面还有绿的。看，那飞过来的是什么？黑压压一片。蝗虫，是蝗虫。小银宝让腾云迎着黑压压的蝗虫就冲了过去。那就直接用渔网抓吧，也试试这渔网好不好使。元宝，这就是你说的那玄圣天王？爹爹居然认得这渔网，爹爹好厉害呀！这就是玄圣天王。爹爹，等着我给你抓蝗虫吃哈。小银宝一扬手就把玄圣天网扔了出去，可是这玄圣天网不但没有变大，还直接就掉了下去。元宝，还有没有啥别的办法？破渔网不好使还耽误事儿，那就烧了算了，留着也没用，看来抓鱼也抓不到。小银宝说着就拿出金葫芦，玄圣天网就嗖的一下飞了出去。哎呦喂，你还想跑？玄圣天网这回却主动的变大了，而且越变越大，最后直接奔着蝗虫兜了过去。破渔网，赶紧把蝗虫给我抓过来，不然还烧你。神仙来救咱们了！神仙来救咱们了！多谢神仙，多谢神仙！你们没看到小公主手里拎的东西吗？爹爹，他们拿不动的。小公主，我帮你拎着。侍卫接在手里，就扑通一下跪在了腾云上。提住了哈，可别扔下去。废物，你们撒手，我看看到底有多沉。撒手！皇上，咱们还得接着去追蝗虫呢。爹爹，我先把这些蝗虫收起来，留着回宫摆蝗虫宴，咱们接着去捉。小银宝手一摇，就把玄圣天网扔进了如意袋。爹爹，咱们找个地方下去歇息歇息，我给你烧蝗虫吃好不好？爹爹，不会是来土匪了吧？这么多人都跑什么呢？小哥，你们这急急忙忙跑啥呢？这抢粮啊，跑得慢的怕是今天又抢不上了。哎呀，抢粮？咱们也去看看。开门，开门，我们要买粮。小哥，既然今日的米都卖空了，那就明日再来吧，为啥还围着呢？都怨你刚刚非拉着我问东问西的，害得我没买上粮食吧？明天这还得涨价，说不上要涨多少呢。现在还没到秋天呢，咋就知道地里长不出粮食呢？这孩子应该是不傻，可能是外地来的，还不知道咱们这儿闹蝗灾呢。说谁傻呢？你们家祖宗18代加起来都没有我们家小姐聪明。还聪明，连春种秋收的道理都不懂，还聪明。谁说就一定要春种秋收？夏种秋也能收。再说了，这夏天虽然只剩个尾巴了，可那也是夏天。谁说这孩子不傻的？这就是个傻子。夏种秋收，你当种萝卜白菜呢？就是呀，萝卜白菜也需要时间呢。元宝，真的能做到现在种下种子，秋天也能收获吗？是的，爹爹。不止这孩子傻，连他爹都是傻的，一家子傻子。大胆，敢说我们家老爷，你们是不想要脑袋了是吧？行了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别听傻子在这胡说八道。反正啊，今天的粮行是不会开门了，再涨，估计连粥都喝不上喽。米行的门突然开了，在墙上贴出一张告示：皇上是想饿死我们扬州和瀛州的百姓的，我们都饿死了，那打仗还有何用？不能吧，朝廷不能这么做吧？那这不就是官逼民反了吗？这有什么不能？这兴盛米行可是县令的小舅子开的，他的消息自然会比咱们灵通。我看这消息假不了。不一会儿，米行的伙计又贴出一张告示：白米5000文一斗，粟米3000文一斗，就连末等的米糠、麦麸都得500文一斗。老天爷呀，你是要活活饿死我们呀！好什么好？我们这是米行，不是棺材铺，要好滚远点好去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卖米了。小公主，咱们一没店二没米，你这么吆喝谁会信呢？张福，我看对面那家布庄不错，你去把它盘下来，在这儿开个米行。老爷，那咱们还真是要卖米啊？当然是真卖，不真卖还眼睁睁的看着老百姓被宰吗？说来也巧，这布庄的老板准备去外地投奔亲戚，恰巧要卖了这个布庄。老爷小姐都办妥了，换块牌匾，随时可以开张了。元宝，你打算啥时候开张？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几位，
能问问你们是打算做什么生意吗？开米行啊！哎呦，我说几位啊，你们是外地来的吧？不了解我们蓝锦县这里的情况啊？怎么，你们这里开米行还要经过谁允许吗？不是要经过谁允许，是我们蓝锦县内就兴盛这一家米行，别人谁开米行都开不下去的。这蓝锦县令和他小舅子居然如此欺行霸市，都没人管吗？几位，这店铺你们要是不盘了，我现在就把银子退给你们。这米行你们可是万万开不得呀！老哥，多谢你的提醒，我们这铺子是盘定了，米行也开定了。说着，他就提笔在木板上写下了“烟宝米行”4个大字。我说几位啊，看得出来你们不是一般人。可是有一句话叫“强龙难压地头蛇”，三思而后行啊！多谢老哥提醒，不过蛇终究是蛇，遇到真龙，他的日子也就到头了。好吧，几位那就自求多福吧。小烟宝小手一挥，布庄里立刻就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粮食。烟宝，那蝗虫会不会？放心吧，爹爹，那些蝗虫都被我关小黑屋里睡大觉了，吃不到粮食的。难道小公主提前就把国库里的粮食装来了？小公主真是有先见之明啊！爹爹，你再把所有粮食的价钱写出来，贴在外面，咱们就开张营业。张福，你知道这粮价吗？据这个布庄老板说，蓝锦县风调雨顺平安年时，白米50文一斗，粒米30文一斗，米糠麦麸也才5文钱一斗。你们两个谁去在这蓝锦县城里吆喝一圈，给咱们米行早早收拾。老爷不用急，我已经跟布庄的老板说过了，让他帮忙介绍几个可靠的伙计过来。烟宝米行今日开张，白米50文一斗，粟米30文一斗，麦麸米糠5文一斗了。你们听清没有？他说的白米多少钱一斗？哎呀，50文。不可能，一定是我们听错了。白米50文一斗，那可是丰收年景时的米价。现在咱们这刚刚发生了蝗灾，米价不涨反降，怎么可能啊？不好了，东家，咱们对面又开了一家米行。谁开的？好像是一个外乡人。走，看看去。我倒要看看这外乡人是不是长了3头6臂，看在太岁头上动土。赵七呢？带着人跟我去对面，不给他平了，他们真不知道什么是马王爷3只眼。东家，赵七他们先过去帮你打探了。不用急，不用急，粮食有的是，而且我们老爷和小姐说了，我们的米面不涨价，3日后家中实在没钱买粮的，我们还送，白送。九爷，确定了，是个外乡人，听口音是京城来的，还带着个孩子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来头，居然把白米卖到了50文一斗，粟米30文一斗。自从咱们米行成了蝎子粑粑独一家以后，就没卖过这样的价钱呀！让这帮穷鬼都闪开，本舅爷要去看看是谁这么不知死活。去，让开，统统闪开！严舅爷来了！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出来，这里的粮食我都买了。我们的粮食只卖百姓，不卖粮商。听见了吗？我们小姐说了，不卖给你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，赶紧离开。叫你们掌柜的出来说话，我没工夫哄小孩子玩，本舅爷的时间宝贵着呢。我们小姐就是这里的掌柜的，我们小姐说啥就是啥。小娃娃，连米行带粮食我今天都收了，50两已经足够了吧？看在你们是外乡人的份上，我才给你们这么多的。要是本地人，我最多给他5两。你说本舅爷多善良啊！好啊，那我给你50两，把你兴盛米行和里面的粮食卖给我吧。不，我再给你加50两，我是不是更善良？给我砸，直到他们同意为止。赵七手拎着棒子就奔着小烟宝砸过去，他飞身就是一顿无影脚，把赵七直接踹出去好几丈远。你们可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！在我姐夫的地盘敢打我的人，哎呀！哎呦，舅爷，您没事吧？下巴，我这脸都歪了，没事吧？哎呦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！好啊，你们敢打严舅爷？你看县令大人把不把你们米行拆了？快去通知县令大人，有人造反！掌柜的，要不赶紧关门快跑吧，不然一会儿县令来了，你们可就想跑都来不及了。我们为什么要跑？我们一没犯法，二没坑蒙拐骗，县令来了又咋样？哎呀，掌柜的，在这蓝景县，假县令就是法。我看你这掌柜的心好，还带着个孩子才劝你的。放心吧，没人能动得了我这烟宝米行，你们就该买买，该看看。以后不论是灾年还是荒年，
燕宝、米行都不会让百姓再花高价买粮。没多一会儿，贾仁义就带着衙役赶来了。且夫，且夫，你可给我做主啊！来人，把这米行里的人都给我抓起来，然后把这米行给我封了。站住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回来了，出了什么事？能有什么事啊？仗势欺人们！站住！谁再敢往前一步，刚刚那些人就是你们的下场。看好了，我们可是官差，敢打官差，你们是不要命了吗？你们要是不想死，就老老实实退回去，让你们的县令乖乖的过来赔礼道歉，否则后果可不是你们能承担得起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不管你们是什么来头，到了蓝锦县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握着。是吗？小银宝一挥小手，就把大黄从如意袋里放了出来。我看看你们是咋让他握着的。小燕儿又把石龙放了出来。喂，你别跑啊！不是说是龙也得盘着吗？你们让他盘着啊！你到底打听过没有？这活乡人是什么来头？建哥，别管啥来头，到了蓝锦县你的地盘，你还能怕他不成啊？可你一个贪官，你还敢瞧不起我？那石龙可是得管我叫大哥呢。那本大黄今天就先教训教训你们。他一个猛虎扑食，就冲向了贾仁义。建哥，快跑啊！大黄一听乐了，他一屁股就坐在贾仁义的脑袋上，直接把贾仁义给坐昏死过去了。大黄，赶紧回来，弄出人命来可就不好收场了。说，为什么擅自出去伤人？夫人，那贾仁义在心里骂你骂的可难听了，所以我气不过才去挠了他一顿的。放心，人没死。衙役们也就不敢再上前，抬上贾仁义就跑了。小银宝又一招手，把大黄和石龙都收进了如意袋里。都起来吧，该买米的买米，继续哈。这小娃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上天的神仙下来拯救我们老百姓于水火啊？有识字的看看那牌表啊，燕宝米行，我就是燕宝，云州县云台观的燕宝。有个医药盟的盟主也叫燕宝，也是云台观的，他会降妖捉鬼，会呼风唤雨。小娃娃，你不会就是那个燕宝吧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不过那些都是虚名罢了，大家记住，我是云台观的燕宝就行了。哎，多疼多疼啊！这真是地祸不惹，惹天祸呀！识趣的就别再来了，不然脑袋就得搬家了。来不来？贾仁义那颗脑袋也保不住了。米有的是，不用挤不用抢，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买到米。我们小姐说了，没钱买米的，3天以后我们米行会白送，但不是现在。没钱买米的就让一让，别跟着挤了。就说你呢，3日后再来，我们白送。我不买米，我找人。小师妹，小师妹。老爷，小姐，那人有问题。可是那人挤进来，什么话都还没有说呢，就倒了下去。起来，别耍什么诡计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这人都昏过去了，他能耍什么诡计？小银宝摸完脉，从如意袋里拿出一颗药丸，给那人塞到了嘴里。饿昏过去了。小师妹，真的是你吗？五师兄。小师妹，快把五师兄扶到后面去。五师兄，你先垫吧垫吧，等你适应适应，我再给你弄好吃的。吃吧，五师兄，这米行都是我的呢，还会学吃的吗？五师兄，师傅不是说你自带财命，受咱们云台观的5弊3缺影响最少。五师兄，你咋还混得这么惨？唉，我是不像其他师兄一样，吃饱饭和穿好衣就遭到反噬，可是我的坏运气却反噬给了别人。不论我找什么活计，干上不到3日，东家肯定倒霉。下山第一份活计是给一家饭馆当伙计，刚干2天，饭馆就走水烧了个精光。第2份活计找的一家当铺，干了3天，当铺就黄了。第3份找的是一家大户人家，给人家喂马，结果当天夜里就来了一伙土匪，把马都抢跑了。五师兄，摔神都没你摔，你好厉害呀！小师妹，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，会连累你倒霉的，所以我得走了。五师兄，你忘了师傅跟你说过的话了吗？我可是能改变云台观的气运的人哦。小师妹，可是我……五师兄，师傅的话你都不信了吗？我可是能改变师兄们气运的。小师妹，真的没事吗？五师兄，我记得师傅给你起了个外号叫金算盘，在师兄弟里边，你的算盘打得最好。下山这2年你忘没忘？当然不会忘，那可是烂熟于心的东西。五师兄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米行里正缺人手呢。放心吧，五师兄，你的衰运从今天见到我的那一刻就转变为好运了。
你就信小师妹的吧。那我就先帮小师妹忙活着，你尽快找人手，人手够了我就离开。爹爹，我给你找到一个帮你分担的人了。有劳了，还不知小公子怎么称呼？在下薛木行，能给小师妹帮忙，我很高兴。老爷，到旁边歇歇，喝口茶吧。燕宝、闵行直到掌灯才关门闭店，小燕宝则是悄悄地扔出了一张防护符，把闵行给罩住了。3更天的时候，林素就听到外边有动静，来到院子里就看到有火箭嗖嗖嗖地往房顶上落呢。可是那些带火的箭都弹到了相邻的房屋上面，大火瞬间就燃烧了起来。若风，保护皇上，我去帮忙救火。皇上，小公主走水了，快醒醒！我都用防护符罩上了，怎么会走水？小公主，咱们闵行两边都走水了，怕一会儿烧到咱闵行来，快起来吧！小燕宝把石龙放了出来救火，这场火足足救了1个时辰。出不去的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我吴师兄，你要干嘛去？小姐，这火是有人故意放的，我看到有人往我们的房顶上射火箭了。想烧咱们闵行就烧闵行呗，干嘛把整条街都点了呀？整条街都着火了？就剩下咱们闵行一家完好无损。假仁义啊，假仁义！你为了霸占蓝锦县的闵行，这样的坏事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。林素，去查查这条街上的火是怎么起来的。老爷，我发现的时候就想追出去了，可是我出不去啊。现在能出去了。吴师兄，你去哪？小师妹，我还是走吧。吴师兄，这走水的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别多想。薛公子，你就安心在闵行待着，没有人敢把你怎么样，一切由我给你做主。吴师兄，我爹爹说话可是圣旨，你就安心待着吧。哎呀，小师妹，我知道你爹爹不是个一般人，可是也不能这么抬举你爹呀。这里还好没有外人，不然这话会引来祸事的。是啥人说话都是圣旨的吗？不过小师妹小，还不懂得圣旨是啥。哎，这是小师妹的爹不知道我是个衰星，否则绝不会说这样的话的。我们也出去看看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老爷，现在天黑又乱得很，您还是别出去了。都没等蓝琴帝他们出去，门就被砸响了。哎，白天的时候，县令被他们放出来的老虎给抓伤了，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呢。所以这事儿啊，得你们自己讨说法了。我们这一条街上的人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害我们呢？我这一辈子就积攒了这么点东西，一把火都给烧没了。哼，这不是我家小姐出去帮你们救火，你们的房子早就付之一炬，还来倒打一耙，你们是没长眼睛吗？你们救火，你们放火还差不多，为什么一条街上的铺子都被烧了，唯独你们闵行连一个火星都没落上？就是你们放的火。不关别人的事，要抓就抓我吧，都是我的错。吴师兄啊，吴师兄，都说了这火与你无关，非把率性的帽子扣在自己脑袋上不可吗？几位，既然你们已经认罪了，就跟我们去一趟衙门吧。都是我一个人所招来的灾祸，不关其他人的事，我跟你们走就是。你是这闵行的人，你说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就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吗？行，和你们去衙门行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人没回来，等他回来，我们一起去。哦，那我们就通融一下，等一会儿。黄老爷，小师妹，无碍，就是他们不来找咱们，咱们也要去一趟衙门的。林素踩着门口那些百姓的脑袋回来了。好吧，这回人齐了。大胆！我们老爷说跟你们走一趟，那就会走的。敢不识趣，别说我踢得你们满地找牙。那就走吧，让让让让！爹爹，我自己能走的，要不把大黄放出来，让他驮着我也行。爹爹不累，爹爹抱着你走。县令大人说了，把犯人先押入大牢，等县令大人身上的伤好了再审。哼，敢让我们老爷进大牢的人还没出生呢，是个雄心豹子胆了。快点让你们县令滚出来！你们几个还愣着干嘛？给他们抓起来啊！师爷，你还去跟县令说一声吧，我们已经把人带到了。这衙役头就把师爷拽到了一边，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。师爷看了看蓝琴帝几人，转身去了后堂。差不多有半个时辰呢，师爷才回来。几位，误会，我们县令大人已经派人查清楚了，这火与你们燕宝闵行没有任何关系。这大半夜的惊扰到各位，我们县令大人为了表现歉意，特意命厨子准备了薄酒，望几位别嫌弃。大堂的门就关上了，这一桌子的人除了小燕宝，谁都没有动筷子。
可是偏偏没有动筷子的人一个接一个都趴在了桌子上。哎，这咋还有一个没趴下呢？哼，一个小娃娃一只手就能把他摔死，他趴不趴下又能咋样啊？小娃娃，你看你爹他们都睡着了，把他们扶到房间里去睡好不好啊？后边灶房里还有好多好吃的呢，我带你去吃好不好？那你们把我爹爹他们扶走吧，我就跟你们去吃好吃的。让你们把人拖走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不是，严九爷真靠近不了，要不您拖拖看？小娃娃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到底是人是妖？我是故意的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快把这小妖女弄死！那整条街的火就是他放的。众人就往前一扑，结果小烟宝的小手轻轻一推，衙役们就集体飞了出去。关门！关门啊！小烟宝从如意袋里拿出几颗丹药，给爹爹他们塞到了嘴里。烟宝，我刚刚是不是睡着了？你们刚刚都中了毒烟，昏睡过去了。这个假县令真是好大的狗胆！正说着，窗外嗖嗖嗖的射进来无数支火箭。小烟宝一张防护符把他们几人连同桌子都罩了起来。爹爹，吴师兄，你们快吃啊，这饭菜没毒。贾仁义看着已经变成火海的县衙大堂，那叫一个心疼。姐夫，你不用心疼，咱们明天把米价再抬高2成，这修县衙的钱就回来了。大火烧了有半个时辰，火势渐渐的小了。来啦，等你半天了。哎呀妈呀！就等你来呢！鬼呀！哎呀，鬼叫什么呢？那死尸还能追你是咋的？鬼呀！你们是人还是鬼？那你是怕人还是怕鬼？去看，我堂堂一县之令，人鬼都不怕。那你怕皇上吗？皇上？就算皇上来了蓝锦县，也未必有我这个县令说话好使。那我倒要看看你这蓝锦县的县令有多嚣张。林素飞身过去，就把贾仁义踹翻在地。瞎了你的狗眼，敢在皇上面前放肆！睁开你的狗眼，这是这个不？快把这几个人抓了！他们冒充御前侍卫，冒充皇上，抓住他们重重有赏。是，把这几个人抓住，本舅爷重重有赏。衙役连同严坏水的手下一起扑向小烟宝他们，他伸手就扔出了一张控体符。打，使劲打，谁打的最卖力气，谁就有赏钱。严坏水，哎呦，你是傻了还是瞎了？我是你姐夫呀！你不去打那帮人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哎呦！别打了！哎呦！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没有我，你能弄到这蓝锦县的米行？你还敢打我了？你看我今天非作死你不可！贾仁义一屁股坐下去，就听咔嚓一声，严坏水的肋骨就被做断了，然后他两眼一翻，就晕了过去。皇上，这狗县令打算怎么处置？那就在县衙前边摆一张桌子，来一个当街审案吧。皇上，都是草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。薛公子，快起来，这一切都与你无关。起来，没缺胳膊断腿的都给我站着去！皇上要当街审案。让，都闪开了！哎，知府大人来了！曹大人，您可来了！他们冒充皇上，还用妖法烧了县衙和整条街呀！哎呦，贾县令啊，你这看着像是被人打的，不是被烧的吧？是曹大人，您就别管我这是被打还是被烧的了。你快让你的人把冒充皇上的人给抓起来吧。爹爹，他的官比你大吗？咋还牛哄哄的？小公主，谁都没有皇上的官大，皇上是最大的官。大胆，哪里来的你？我看你可胆子不小，见到皇上还不快下跪！你们，知府大人，快让你的人把他们抓起来吧！我把米行的盈利分你5成。可认得上面的字？皇上，臣实在不知皇上来到了蓝锦县，请皇上恕罪，请皇上恕罪。曹大人，罪臣真是皇上吗？皇上，罪臣听说这蓝锦县昨夜走水，烧了一条街，连县衙都被烧了，就连夜赶来查看灾情。
没想到皇上您来了蓝锦县。主人，这个知府在撒谎，是假县令让他来的，他们是一伙的。那你说说，这知府和这县令都合伙干了多少坏事吧？哎，主人，你这话问的有点让我为难呀。那关键是他们心里不想，我也听不到呀。那还不如自己问了，何必经过你这一道手？哎，主人，要不放我出去吧，我再挠这知府一顿。他一害怕，那你问什么，他肯定就说什么呀。抬起头来。小银宝一张真语符就贴在了他的脑门上。爹爹，这回你问吧，保证你问什么他说什么。说吧，把你和贾仁义干的那些坏事都说一说吧，让蓝锦县的百姓都听一听。这肚子里的话就像是竹筒倒豆子一样，将所有的事情交代了个一干二净。该你了，再把你的事儿说一说吧。只见那贾仁义猛地从地上窜起来，扑向小银宝。银宝！如意金钱就从如意袋里飞了出来，把贾仁义给锁喉了。啊，有没有事？是没受伤？吓没吓到？爹爹，我有那么多宝贝，没人能伤到我的。爹爹不怕。银宝，别让贾仁义就这么轻易死了。爹爹，那我再去给他贴一张真玉符。若风，让县衙的人把各种刑具都搬到这里来，给贾仁义统统用一遍。刑具一拿来，他就老老实实的交代了。用刑，看看他还有多少事没招。哎呦，皇上救命！皇上救命！皇上，小公主，草民有眼无珠，之前冲撞了皇上和小公主，请皇上治罪呀！都起来吧，你们也是受了贾仁义的鼓动，罪就免了。燕宝，你昨天说的夏种秋收的事，可是真的？爹爹，种田的事不急，我先找人帮我弄些蝗虫吃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女儿啊，再耽搁几天都入秋了，还能有啥比种田的事还着急的事儿呢？那蝗虫在你那如意袋里又跑不了，啥时候吃还不行？灵素，去找一个会做蝗虫的厨子来，给小公主做一桌蝗虫宴。爹爹，我去米行看看哈，看看我五师兄能忙得开不？燕宝，米行不缺人手，你还是先跟父皇说说这种田的事吧。爹爹，这事儿不急的，明天我带你去看，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再说，我还得去取一样东西呢。要取什么东西？让若风帮你去取。爹爹，那东西在药王谷，若风去的话，来来回回恐怕得1个月吧，到时候种啥都来不及了。那好吧，父皇等着你的好消息。等一会儿我吃完了蝗虫就去药王谷。你不会做，我们小公主会做，她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没做点别的，都是蝗虫啊。皇上，小公主说这么多就够吃了，没让做别的菜。爹爹，你吃，可好吃了呢。燕宝喜欢吃，燕宝吃吧。爹爹，你害怕？丈夫，灵素，若风，都坐下来一起吃。这2日跟着朕辛苦了，让你们先吃。不许吐哦。好吃吧？赏给你了。我提溜你来，你还不愿意？这一锭金子，下半辈子都不用当厨子了，都能开个小饭馆啊！而小燕宝走后没到1个时辰，张福第一个捂着肚子开始往茅房里跑，然后是灵素、若风3人争起了茅房，这蓝琴帝则是呕吐不止。快把那厨子抓回来，一定是他在菜里下了毒。赶紧把全蓝锦县郎中都找来。对，不用了。燕宝速回，父皇和张福他们以及县衙的人都中毒了，你有没有事？大王，你知不知道我爹爹和县衙的人为什么会中毒？主人，我只能听到离我几丈之内人的心声。现在咱们离蓝锦县都上千里地了，我哪能知道呀？你这嘟嘟囔囔的有屁用，还不如祈求小公主快点回来。我回来了。小公主回来了，小公主回来了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小公主在哪儿呢？这儿呢。我爹爹咋样了？快，小公主，你快去瞧瞧皇上吧。小燕宝进屋就先从如意袋里掏出1粒药丸，塞进了爹爹的嘴里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先把爹爹的毒解了再说。至于查凶手的事，不急，反正跑不掉。下毒的人抓到了。厨子。小公主，您要是觉得给我这么多赏钱后悔了，我还给您啊。可是您不能这么冤枉我没下毒啊。现成，不会是你想把那1锭金子占为己有，故意冤枉厨子的吧？小公主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蝗虫宴都是厨子一个人做的，不是他下的毒，还能有谁呀？再说了，他不下毒，那为啥跑呢？
我没有跑，我是回家呀。小公主给了我这么多赏钱，我还用得着给别人当厨子吗？我想回家自己开个小饭馆，守着老婆孩子，不用背井离乡了呀。不承认是吗？把县衙的刑具都用上一遍，看你咒是不咒。小公主，我冤枉啊！我不要赏钱了，我真没有下毒啊！我冤枉啊！大黄在如意袋里都笑出了鸭子叫。你再笑，我把你打成鸭子！主人，真不是这个厨子下的毒，他就认为是你后悔了，想要回这一锭金子。那你听到了是谁下的毒吗？主人，你还是看看如意一点吧啊！你们有谁肚子疼的吗？小公主，我肚子疼还拉肚子了。我也肚子疼，还有我们。那县衙其他的人都有啥症状？有肚子疼的，有浑身无力的，也有肚子胀的，还有一些自己不知道就拉裤子里、尿裤子里的。我们身上痒都抓破了还是痒。他们两个是衙役中症状最轻的。小公主，这到底是啥病啊？大黄，你为啥不告诉我蝗虫有毒？我在云台关后山上抓的蚂蚱咋没毒呢？我几个师兄都吃过，他们都没中毒。哎，主人，你再把1点往后翻一页就知道为什么啦。谁会写字？我说药方记一下。我来写。小公主啊，这些药材不好弄啊。好了，把这些药材熬了，给所有中毒的人都喝点儿，喝完毒就解了。小公主，出事了，学掌柜的晕倒了。爹，你歇息一会儿，我去看看五师兄。小公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这就是给假人一屁股挠烂的那只大老虎啊，好威风啊！哦，难怪老虎不吃人只挠人，原来是小公主的坐骑啊！你们现在都已经知道，这是小公主开的米行，是不会涨价的，也不会消失，所以大家明天再去买吧，反正今天也要天黑了。对不起，小师妹，都是我这身体不争气，耽误米行卖米了。小烟宝趴在薛木行的耳边耳语了几句。五师兄放心，我都拿回来了，在这里呢。五师兄，你好好歇息，我一会儿再来看你。我有急事回县衙一趟。爹爹，厨子呢？回小公主，那个厨子被县城带到大牢去了。哎呀，那厨子没有下毒，是被冤枉的。快，扶我起来，咱们也去大牢看看。皇上，要不您把粥喝了再去？回来再喝。我冤枉，我冤枉！我要见小公主，我要见小公主！住手！小公主，我冤枉啊！我没有下毒啊！我知道你冤枉，不是你下的毒。这锭金子你拿着哈，糊涂乖！这锭金子从你的俸禄里扣。小公主，这都是给我的。只要你别哭了，就都给你。小公主，这次不会再反悔了吧？主人，他就是认定了你是反悔了，你算是说不清喽。我可是从来没反悔，抓你的人是糊涂县城，给你用刑的人也是糊涂县城，这一锭金子也是糊涂县城赔给你的。我不敢要，再给我按个罪名抓回来，我小命就没了。他敢？都是臣糊涂，都是臣的错，臣再也不敢了，求皇上恕罪。如果审案子就靠乱用刑的话，朕把一头猪放到那把椅子上都能审案，要你何用？是皇上，臣不如猪，臣就是猪，不是臣。皇上，小公主说不是厨子下的毒，那下毒的人是谁呀？你问我？小公主若是不知道谁是下毒的人，为什么那么肯定不是厨子干的，还让我赔他一锭金子？我已经知道是谁下的毒了，已经抓到了，不用你查了。是谁？是我。都说了不用你查了，还问什么问？行了，这事就到此为止，你下去吧。爹爹，你不会怪我吧？燕宝做什么都是对的，爹爹当然不会怪你。果然爹爹是全天下最好的爹爹。那爹爹能问问你为什么下毒吗？其实也不是我下的毒，不过大家中毒是因为我。成灾的蝗虫是有毒的，我查了1点才知道。哎，这不怪燕宝，要怪也是怪那些蝗虫，是他们有毒，你也给大家解了毒，何错之有？不但没错，还有功。皇上啊，你听听自己说的话，这像话吗？自己都差点被毒死，还有功？经过这一次中毒，就知道了蝗灾时的蝗虫是不能吃的，为避免让更多人中毒，这就是功啊！
小公主啊，那抓了那么多蝗虫，岂不是没用了？有用，当然有用。还给人吃啊？做肥料啊！我会把这些蝗虫炼成一种肥料，用来种庄稼，会让庄稼蹭蹭蹭长。燕宝，你就是想利用这些蝗虫夏种秋收？不是的，夏种秋收的事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咱们就去帮着老百姓种地，到时候爹爹就知道了。爹爹，你若是不想让他们跟咱们一起腾云，让他们骑石龙也行。不行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就把他们装进如意袋好了。这个行。不是做梦，赶紧让你的人去通知这片田的农户过来种田了。是听不明白话，还是没睡醒呢？是。爹爹，让他们去通知太慢了，我用传音符吧，让衙役去迎一迎就行了。哎，你听到声音了吗？听到了。哎，小公主和皇上呢？走了，去别的村通知了。不是通知大家来种地吗？啥也没有，种啥呀？小公主说了，就让大家在这里等，到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这也是圣旨，谁都不许走，否则就是违抗圣旨。不然你不用重新种的，虽然蝗虫把庄稼都吃了，可实际上庄稼的根还在土里呢。只要下一场单雨，庄稼的根得到了滋润，会重新长出来的。大王，你这话当真？喂，主人，你咋还不信我了呢？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？小银宝一落到县衙的院子里，就小手一挥。燕宝，这是种庄稼呀，就靠它呢。小银宝从如意袋里拿出很多的药材。哎呀，皇上啊！虽然这小公主是有本事，可是也不能拿老百姓的庄稼开玩笑啊！本来这老百姓遭了蝗灾就够难过的了，还有没有点同情心了？皇上哎，您快管管小公主吧，这也太能折腾人了。小孩子喜欢玩也得有个限度啊，也不能让蓝景县所有的百姓都陪着你玩吧，还连老弱病残也不放过。让你去你就去，小公主的话也是圣旨。皇上这次下圣旨又要干嘛呀？谁知道呢？据说是小公主的主意。燕宝，你这是要干啥？下雨啊！此时八卦鼎里已经燃起了火焰，小银宝把所有的药材都扔进了八卦鼎里。小银宝开始往鼎里注入灵力，火苗就瞬间变成蓝色的了。小银宝又注入了一次灵力，这天空中啊雷声大作的。上次的云彩不是紫色的吗？这回咋变成彩色的了呢？这咋像天道的七彩腾云呢？不会是天道来了吧？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张福回身就要去屋里取伞。张福，回来，这是丹雨，能有病治病，无病强身健体的。你们几个快去取几个盆来接雨。皇上，要不我也去取个脸盆来接？你看看这雨是能接得住的吗？这场丹雨持续了2刻钟，最后丹雨停了。哼，你以为这雨是普通的雨吗？还拿盆接，咋这么贪心呢？小银宝把炼好的丹药放进如意袋里，然后把八卦鼎也收了起来。爹爹，咱们这回再去田里看看去吧。去田里看啥？当然是去看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了啊。燕宝，你是说刚才那雨？我炼丹雨主要是为了田里的庄稼，给大家强身健体是次要的哈。快去看看！神仙降临了！神仙降临了！皇上和小公主来了，真长出来了！大王，这次你说的还真不假。主人，我啥时候说过假话了？我可从来都是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既不夸大其词，也不说没有的事儿。算你有功，回头赏你根骨头。萧县城，一会儿你回去的时候准备些肉骨头。是皇上。您是喜欢红烧还是酱焖？我好安排厨子给您做。都不用，要生的。爹爹，到时候把肉骨头给我留一根哈。皇上，别说小公主要一根骨头了，就是把全蓝锦县的猪啊羊啊都给小公主也不为过。若不是小公主炼出来丹雨，这地里的庄稼咋可能长得出来呀？皇上，我是祥水村的村长，我家里就有一头猪，现在我就去把猪杀了，给小公主剔肉骨头。这书还是留着你们丰收的时候杀吧。我是咱们蓝国的小公主，你们都是蓝国的子民，为你们排忧解难，那是我应该做的。百姓富了，咱们蓝国才会更强大。放心吧，等明天早上的时候，这里的庄稼就会长到被蝗虫吃之前的那样了。不但不会减产，还会比往年的产量更高。好了，都平身吧。记住，你们今天的所得都是小公主所赐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小公主千岁千岁！我
我不只是蓝国的小公主，我还是云州县云台观的烟宝哟。烟宝，要不咱们就先回蓝锦县吧，明天再来。爹爹，等练完这一场单羽再回去，不急。小烟宝他们从腾云上下来都没耽搁，取出八卦鼎就开始炼丹。灵力注入到八卦鼎里，这天空里就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。哎呀，好大的黑云啊，把彩云都遮住了。烟宝，怎么回事？他就直接把玄阴镯拿了出来，随即往空中一抛，啪嗒一声就落在了地上。不干活是吧？等我练完单羽，看我不踩扁你！小烟宝只能掏出一张居鬼符扔了出去。很快，阎王和黑白无常就上来了。来了，阎王。阎王，你是不是上了几次天，谋好了别的出路？阎宝，你这话是何意啊？何意？你自己看看天上，把鬼都放到人间来了，你是不管了，还是想把人间和地府合二为一？那个阎宝，我现在就去查查是怎么回事。回来，先把这些鬼给我收拾了，不然一会儿我的单羽下完了，都便宜他们了。随即拿出阎王鞭，啪的一甩，好多恶鬼直接被阎王鞭给抽得魂飞魄散了。小烟宝不得不把炼丹的时间加长了，这小烟宝就毫无预兆地栽了下去。烟宝，快去请郎中！告诉我，你们县最好的郎中家在哪儿？县令磕磕巴巴地说出了郎中家的位置。哎，算了，都算了吧。大人，是出了什么事了吗？我出来透透气不行吗？二位官差，你们能不能看出来烟宝这是怎么了？皇上，看着烟宝没啥事儿，你别太着急了。皇上，郎中请来了。这老郎中不但昏过去了，魂儿还给吓飞出了身体。白无常抬手就把老郎中的魂儿给拍回去了。鬼啊！二位差官，还是回避一下吧。老头，我让你来给小公主瞧病的，你往哪走？老朽无能，老朽无力回天，看不了小公主的病。郎中，你这话是何意？看都没看呢，咋就说不能看？你今天不把小公主医好了，你甭想走出这个门。皇上，您今天就是杀了我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我刚刚进门的时候，看到黑白无常都来勾魂来了。我是小公主叫过来的，不是来勾魂的，赶紧给小公主瞧病去。对，黑白无常不是来勾魂的，不过你要是不把小公主给救醒，我就让他们把你的魂给勾走。皇上，小公主没脉了。胡说，烟宝的魂魄都在身体里，怎么可能没脉？皇上，草民真的没有胡说，要不您自己亲自摸摸看。大胆！皇上要是自己会摸，还找你来做什么？皇上，我听说有一种活死人，用术法把魂魄封在死去的身体里，表面上看着是活人，但人其实已经死了。老郎中被拍一个趔趄，摔倒在地上。武县令，这就是你说的最好的郎中。哎呀，郎中啊，你咋啥话都敢说呢？别说没有这回事，就是有这回事，你也不能说呀。皇上，爹爹，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元宝，你醒了？爹爹，我就是睡着了，你哭什么呀？是有人欺负你吗？爹爹不怕，烟宝保护你。爹爹不哭。小公主，咋可能有人敢欺负皇上啊？是皇上看见小公主醒过来了，高兴的。爹爹，你要啥？只要你不哭，要啥我都给你弄来。来人呐，把这个庸医给我拖出去砍了。等等，主人，你现在在郎中的眼里那就是个妖怪。是因为我练单羽吗？哎呀，主人不是的，是因为你的灵力用完，睡觉时没有骂呀。爹爹，这老郎中是犯了什么错吗？你要砍他的脑袋。这是个庸医，你明明是睡着了，他这都看不出来，还说你没有脉，是活死人，不砍他的头还能留着他吗？爹爹，你就是杀了他，也得让他死个明白，不然他就是死了，也会觉得他没错。啊，你再摸摸我有没有脉？小公主让你摸脉，你就麻溜的，别找不自在。好好摸，看我有没有脉。这不可能啊！庸医还敢狡辩？小公主好好的一个人，偏说没有脉搏，是什么活死人？你说，你该不该杀？爹爹，郎中也不是全都说错了的。我刚刚睡觉时的确是没有脉的，但我可不是什么活死人，是我累睡着时脉就会弱到摸不出来。爹爹，我找阎王说点事，去交回。
阎王，哪位？哎呦，阎王，小阎王，轻点，您轻点，我错了，站住！我让你们两个跟阎宝说的事儿，你们说了吗？哎呦，阎王，都怪我和老黑忘性大，阎王交代的事儿忘说了。老黑，阎王跟你们说啥了？我这几天上火，这耳朵聋的有点厉害，阎王交代的话我没太听清，问老白吧。阎王，阎王说他回来处理恶鬼道的事儿，处理完就去跟你解释，这还没等解释呢，你这就来了。对，我把那个福德鬼已经关起来了，刚要去上面跟你说一声，你这不就来了吗？黑无常，你去把福德鬼押来。怎么，你们地府没鬼了吗？让这么一个酒鬼去看守恶鬼道的门？阎宝，你先松开，我冤枉啊！不是我想用他，是不得已啊。他，哎呦喂！你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今天就把你的胡子都给你薅下来。啊，这福德鬼与上面有点亲戚关系，几次三番打招呼，给安排在恶鬼道当差，我实在是不好推脱呢。没想到这家伙喝酒误事儿啊！哼，这福德鬼把那么多恶鬼放到人间去，还好碰到的是我，没出什么大事。若我碰不到，又说不上怎么为祸人间呢。这样的错误，在你们地府该当何罪？剥夺福德鬼之职，发配幽都。这么轻？阎王，鬼差一旦被剥夺官职，发配幽都，就再无翻身之日了。即使有朝一日有投胎转世的机会，也不可能投胎为人了。那你这么做了，不怕上面找你麻烦？福德鬼犯错在先，我秉公办事，凭啥找我麻烦？再说了，不是还有烟宝你给我撑腰呢吗？你这脸可真大！哎呦，阎王抽出阎王鞭，照着福德鬼就是一鞭子，一下就把福德鬼给抽醒酒了。烟宝，你看你还有没有要问福德鬼的了？福德鬼酒后失职，大开恶鬼道之门，让数以万计的恶鬼到了人间，偷食了烟宝的丹羽，故剥去福德鬼之职，发配幽都。他是谁？一个生魂来地府指手画脚，还要判我去幽都？你知不知道我家亲戚是谁呀？一个凡人，就算把他吃了又能怎样？更何况这是什么一点雨而已。哎呦呵，你家亲戚是谁？把他给我叫来。烟宝，算了，别跟这福德鬼一般见识，还是早些回去吧，别让你父皇惦记。阎王，赶紧给这福德鬼的亲戚传话，我今天非要见见他不可。阎王，赶紧传话，不然我家亲戚知道你把我发配到幽都，他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嘿嘿，害怕了吧？那就乖乖把我放回去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别怕，我给你撑腰，你只管把福德鬼的亲戚叫来。阎王心里这个乐呀，当即给上面传音，可是半天都没有回音。这福德鬼的亲戚到底是谁？架子这么大？我家亲戚是得道成仙的许真人，是天道身边的人。阎王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咋非得我亲自来跑一趟啊？天道金库的地盘，我们这帮手下都挺忙的。就你们天上扩地盘了，我们地府就没扩吗？我就不忙吗？要不是你家亲戚捅了娄子，我至于被连累薅胡子吗？你还满嘴怨言呢！哼！就你们天界呢，我们人间就不忙吗？我们就没扩地盘吗？若不是我帮了天道一把，这地盘扩不扩得成都难说呢。那个许真人，是燕宝让你来的。哼，天道我都不怕，天道的手下又能奈我何？阎王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完呢，我得回去了，有事儿以后再说啊。你敢走，我就去找天道说道说道。祖爷爷，我就是喝多了点酒，误开了恶鬼道的门，抢了这小娃娃的什么雨，他就鼓动阎王要把我发配到幽都啊！祖爷爷，祖爷爷，快给我做主啊！我说，你是真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啊？阎王都毕恭毕敬的人，会是个普通的小娃娃吗？哼，不争气的东西，这都处罚轻了，还敢抱怨？祖爷爷，阎王处罚我这么重，分明是没把你放在眼里。阎王，那你就把许真人放进你的眼睛里吧。许真人抬起脚就把福德鬼踹飞了出去。嘿嘿，阎宝啊，你别听这个没脑子的鬼胡说八道啊！阎宝啊，又不是许真人来威胁地府，他也没插手地府的事儿，不必这么大动干戈。
就是你仗着是天道的手下，来罩着这个酒鬼为非作歹。没，我哪能干这种事儿呢？还不承认？你没来之前，福德鬼都招了，他把那么多恶鬼放出去，偷了我的丹羽，竟然害得百姓们的庄稼会减产。你说这事咋办吧？该怎么治罪就怎么治罪。燕宝要是觉得不解气，那就再惩罚的严重一点。嘴爷，哎呀，救我！不要啊！哼，你越叫唤，罚的越重。反正我是不能管了，要不然搞不好连我都得受牵连。怎么治罪是阎王的事，我问你的是，百姓们的庄稼减产了，怎么办？那个也只能是罪上加罪。这福德鬼也没本事让百姓的庄稼增产，他自己的错，自己承担。哎呀，我说福德鬼呀，福德鬼，你说你得罪谁不好啊？偏偏得罪这位。你得罪了任何人，我都可以仗着是天道的手下给你求求情，唯独这位不敢呢，因为天道都惧他3分。抱我过去，跟我俩装傻充愣。要不是你罩着，这福德鬼能当上这福德鬼？又岂敢喝酒误事？百姓们庄稼减产，必须由你来赔。燕宝，你先把手松开，怎么赔咱们再研究啊。不行，你必须先说完怎么赔我才能松手。哎呦，疼！祖人呀，你个神仙派一个小娃娃，你倒是揍他呀！嘿，你是嫌我的胡子长得结实了是吧？还说话，我揍你还差不多。我现在不但是想揍你，还想揍死你。许真人挥手打出一道金光，把福德鬼的魂魄打得忽闪了好几下呢。把我放下，你去审审那个福德鬼，是不是掌握许真人什么把柄？是不是我交代了，就能不把我发配去幽都？小兔崽子，你要是陷害我，我就直接弄死你。你没资格讲条件，若是撒谎，罪加一等。而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许真人的把柄，也没问出来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既然没有，那你就说说怎么赔百姓们的收成。燕宝啊，你说咋赔我就咋赔，我砸锅卖铁我也赔。阎王，你过来，走走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宝物。让你们也尝尝心疼的滋味，看你们以后还对我地府指手画脚不？谁再惹我，我就带着燕宝上去治你们。燕宝，许真人瞪我，他不让我走。好啊，不走也行，那就让我把你这胡子一根一根的薅下来，薅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给你搜。最后，阎王只在他身上搜出一个瓶子和一个小布袋子，于是他看都没看，就将这2样东西塞进了如意袋里。然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你哭也没用，这是你给百姓们损失的赔偿。那我装2把米赔偿百姓的损失，把五谷袋还给我。啥？2把米？你打发要饭的呢？阎王的眼珠转了转，蹲下身在小阎宝的耳边嘀咕了几句。啊，我现在给你5把，够意思吧？别哭了。许真人这次啊是真被气哭了，这小孩子也太欺负人了。这回可不许再哭了，都还给你了。许真人，别不知好歹，燕宝可已经够意思了。你若是不识趣，一会儿这点东西都没有了，你回去再弄个一样的袋子和瓶子装上不就得了？阎王啊，你自己听听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啊，弄个一样的瓶子和袋子，你给我弄过来一个我看看。我把你的阎王鞭拿走，让你再弄一个一模一样的鞭子，我看你能弄来不？哎，徐老头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说啥都能找到一样的吗？你也找一个一样的鞭子去吧，这个给我。行，你想要阎王的鞭子是吧？咱们就去找天道一起评评理，我看天道怎么说。哼！皇上，阎王是不敢对小公主怎么样的，小公主能把阎王随时叫上来帮忙，就有能降住阎王的本事，您不用担心。皇上，您可不能一下都扔出去啊，到时候捅了娄子，无法收场就不好办了。燕宝，阎王没为难你吧？爹爹放心吧，阎王他不敢，我还薅掉他好几根胡子呢。燕宝，去了这么久，就只薅了阎王几根胡子？皇上啊皇上，你还想让小公主把地府拆了不成？要知道这世上也就小公主敢薅阎王的胡子呀。我不止薅了阎王的胡子，还薅了许真人的胡子，还顺了他2件宝物，将那个把恶鬼放出来的福德鬼也给治罪啦。小公主，许真人是谁？福德鬼又是谁呀？许真人就是天道的手下，福德鬼的亲戚，就是他罩着福德鬼，福德鬼才能掌管烧恶鬼道。
要不是那些恶鬼出来捣乱，我也不能被累睡着，把爹爹还给吓哭了。所以我拿了许真人2件宝贝作为赔偿。爹爹，你说不过分吧？哎，不过分，不过分，就是再拿2件都不过分。不用哭，一场单雨的事儿，回头我就去你们安锦县。其实就算是你们安锦县不遭灾，我也会去给你们的庄稼施肥的，让几个没有受灾县的庄稼追上其余县的庄稼。啊？怎么，小公主去给你们安锦县施肥，你还不愿意？皇上，臣是震惊啊，是高兴的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了。小公主居然考虑得如此周全。咱们先去捉蝗虫，然后再练单语。小公主，下官实在不敢与皇上和小公主同乘着神物，下官还是坐马车吧。你不是心里有鬼吧？小银宝一跺小脚，这腾云就飞了起来，直奔安锦县。皇上，看着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就直接回县衙去降单雨？不行，去哪儿小公主说了算，还需要你多嘴？不把蝗虫都抓住，就算我下了单雨，还会被蝗虫吃掉的。小公主，这一路上都没看见蝗虫，可能他们已经吃饱了，飞走了吧？只要不吃你安锦县的庄稼就行是吧？那其他县的庄稼就不是蓝谷的庄稼了，其他县的百姓就不管了。小公主，你看下面。哎，怎么了？蝗虫所到之处是寸草不生，这次的蝗虫有些怪，只吃庄稼不吃草，看着田里的野草都还好端端的长着呢。张员外啊，张员外，这事要是漏了，你可别怪我不罩着你，谁让你自己留了把柄呢？丈夫，这田里有啥？你这么找，不会是你家祖坟埋在这儿吧？皇上，这田里的庄稼根本就不是蝗虫吃的，而是被刀割的。于县令脚下一个没站稳，就摔进了垄沟里。丈夫，你确定？虽然这些庄稼已经是贴着土割的，可是刀割的茬口是掩盖不了的，跟蝗虫吃的根本就不一样，是齐刷刷的。于县令，说说吧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皇上，臣不知啊，这臣真的不知啊。就是有百姓上报说庄稼被蝗虫吃了，我紧赶慢赶的去找皇上跟小公主了，我还是怕去晚了，皇上再回京了。主人，这个县令说谎了。你是说这县令知道这庄稼不是蝗虫吃的，也压根没有蝗虫？是的，主人。于县令，是哪个百姓跟你报庄稼被蝗虫吃了的？是有好多百姓去县衙通报的。不用很多，就把这片田的主人找来就行。走吧。皇上，臣不知道这片田是谁的。不知道，到最近的庄子上问问不就知道了。还没有从田里走出去呢，就看到远处来了一帮子人。刘护卫，不用去找了，人来了。哎呀，于大人，您回来了。我们这片被蝗虫吃的田可是你们的？对，是我们的田。既然这田是你们的，就跟我去见皇上和小公主吧。三迷糊啊，你回去庄子告诉其他的人，皇上和小公主来给咱们降雨了。哎，对，把庄稼被吃了的所有农户都叫来。这片田是你们的？回皇上，是我们的。你们这田里的庄稼是被蝗虫吃的？是被蝗虫吃的。这些庄稼是你们连夜割的吗？是，不连夜也割。是被蝗虫吃的，只剩下个杆子了。听说庄稼是从土里重新长出来的，我们怕耽误庄稼再长出来，所以就连夜把杆子给割掉了。那蝗虫呢？那边还有好多庄稼没吃呢，咋就飞走了呢？那蝗虫可能觉得这里的庄稼不好吃，就飞走了。不好吃，庄稼没有人肉好吃。然后一挥小手，这如意袋里就飞出来好多蝗虫。元宝，蝗虫，好多蝗虫！是不是就是这些蝗虫吃你们的庄稼？是，就是这些蝗虫。哼，你眼神可真好使，这都能认出来。这些蝗虫跟我说了，这里的庄稼确实不好吃，但是他们觉得你们的肉更好吃。那些蝗虫就往那些村民身上呼去。让你们说谎，你们既然这么喜欢蝗虫回来，就让他们好好亲近你们。小公主饶命啊！小公主饶命啊！小公主饶命！他一挥小手，那些蝗虫就离开了村民的身体。再不说实话，我就让这些蝗虫把你们吃了。说，小公主问什么我们就说什么，绝不撒谎。那这田是被蝗虫吃的吗？不是，是张员外让我们砍掉的。皇上，都是非臣没有查清楚，一时心急就去找皇上去了。臣也是被蒙骗了呀，这些刁民实在是太胆大了。主人，他撒谎，他是收了张员外1箱银锭子的。那就把张员外找来对质吧。皇上，
怕是不用去找了。就看见远处走过来一帮人，见到皇上还不下跪？草民张坚白参见皇上。张坚白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为了骗小公主来降丹羽，居然命人把这么好的庄稼给砍了。你可知道毁坏农田是什么罪？皇上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这些庄稼可都是被蝗虫吃的。刚刚我来时还看到了这里有那么多蝗虫呢。张坚白，你还狡辩！刚刚那些村民可都已经招了，是你命他们砍掉了这些庄稼，为了骗小公主来降丹羽。皇上，我不知道这些村民安的什么心，庄稼就是被蝗虫吃的。刚刚那些蝗虫，皇上没看到吗？看到了，他们就是被蝗虫咬成这个样子的。小烟宝说着，小手一挥，把蝗虫又都放了出来。看来你很想念这些蝗虫啊，那就让他们跟你亲近亲近。走开！都走开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庄稼到底是蝗虫吃了，还是你让人砍的？是我让人砍的，不是蝗虫吃的。哎呀！小烟宝一挥小手，把蝗虫收进了如意袋。这药典里的东西可真杂，还教我怎么炼制肥料，一人还一庄稼，不错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这肥料效果如何。主人，你昨夜施的肥已经见效了，效果并不比丹羽差。元宝，你这是算啥呢？用不用父皇帮你算算？我想算算明年能打多少粮食，可是太多了，我算不过来。回京以后，我就给烟宝找个师傅，教你读书、认字、算术，好不好？吃饱饭再说。爹爹，我去药王谷送八卦鼎，要不咱们一起去吧？然后咱们就一起回京了。不然我把爹爹先送回京也行。你自己去药王谷吧，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。反正你有腾云，来回也用不了多久。我来扬州一趟，还没出去转转走走呢。小公主，你去送鼎吧，我们能保护好皇上。这是闹蝗灾闹的吗？这么香火鼎盛的寺庙，怎么一个香客都没有？可能是吧。大师，来你们寺院的所有香客都有这样的待遇？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有缘才能相见。施主，我们方丈平时都是云游四海，很少在寺庙里的。能和我们方丈在寺庙里相见的人，都是有缘的。这缘分有点太刻意了。蓝乾帝还特意点名去了寺中的六井，尤其是这清凉台。蓝乾帝就想静静的待一会儿，所以就留下张福一人。胖和尚还亲自去泡了壶茶，给蓝乾帝送来了。可是这茶水刚送进去没一会儿呢，店里就传来了茶杯摔在地上碎裂的声音。护驾！灵素和若风就冲进了大殿。这时张福已经倒在了血泊里，一个和尚正拿着刀往蓝乾帝的身上捅呢。灵素飞身过去，拦在了蓝乾帝身前，与和尚打了起来。身体一歪就倒了下去。皇上，来人，快来人，有刺客！想跑？除非你把狗皇帝的脑袋留下来。从腰间抽出一把软剑，刺向若风怀里的蓝乾帝。若风抱着蓝乾帝，只能是尽力的闪躲。狗皇帝，拿命来！哎呀，小盟主，你可算醒了！你是不是做梦了呀？一直喊爹，我都叫了你有一会儿了。小银宝心里一激灵，从椅子上爬下去就跑。小盟主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有事先走了，给我准备些药材，过几天我来取。腾云，你有没有最快的速度？最好眨眼之间就能回到安锦县。主人，那你站稳了，我要用我的翻云法了。腾云，你要是再翻，那些东西我就白吃了，非得被你给翻出来不可。主人，我听到了灵素和若风呼救的心声，他们应该就在下面。大王，你有听到我爹爹的心声吗？主人，我是听不到你爹爹的心声的。那张福呢？听到张福的声音没有？主人，听不到张福的心声。大黄，快跟腾云说，让他落到你听到声音的地方。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背着另一个人出现在门口，来不及用符箓了，他直接用小手一推，把那两个和尚给拦住了。若风，别跑！我爹爹怎么了？小公主，快，皇上受伤了！小银宝二话没说，就从如意袋里掏出一颗丹药，塞进了爹爹的嘴里，然后一挥小手，就把爹爹送进了如意袋里。若风回来，你都伤成了那样，歇着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小银宝说着，就从如意袋里掏出一张控体符，对着那两个和尚扔了出去。他们自己打起来了。小公主，你快看看张公公，他还有没有救？小银宝这才注意到地上躺着一个人，而且
他身边还飘着一个魂魄呢。皇上，皇上，臣救驾来迟。我弟弟在这里呢，不用找了，安全的很。皇上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你不用喊了。把这些和尚都抓起来，而且都要活的。小公主，要不也把张公公送进你的如意袋，咱们这就回州衙。不行。小银宝伸手从如意袋里掏出一张拘捕符，扔了出去。可是等了半天都没见阎王上来。阎王啊阎王，要是知道你如此的小气，我就该把你的胡子薅得一根也不剩。反正薅一根也是得罪，那还不如得罪个彻底。哼，干脆把地府也给他拆了得了。阎宝，阎宝，不是我不来，我早就在金光寺外边了，我进不去啊。看好这里，我出去一趟。阎王，你为啥进不去？哎呦，小祖宗啊，普通人撞不到我，你是能撞到我的，而且被你撞一下，我这魂体都得养上10天半个月呢。太久不用，有些没收住。这里有龙天护法神的神威，阴性众生根本就进不去。那我让你帮我的忙，你就没法帮了。大白无常能进去不？阎宝，那你说说需要帮啥忙？小忙就是张福的魂魄被摔住了身体，回不去了，让你帮忙给送回身体里去。阎王偷偷打开了生死簿，打算查看一下张福是否阳寿已尽。阎王，你查啥呢？没啥，我这不是查查怎么把魂魄送回身体里吗？小银宝抬起小脚就踩在了阎王的脚上。哎呦，阎宝，你踩我干什么？哼，你还敢糊弄我？你明明看的是生死簿，欺负我不认字是吧？我是看的生死簿，每个人魂魄离体送回去的方法都不一样，我需要查看一下。那你让我看看。阎宝，你都说了你不认字儿，别耽搁时间了，还是快点把张福的魂魄送回身体里吧。魂魄在身体外停留的时间太久，即使回到身体里，也会身体虚弱的。那你说吧，大丹，把张福的肉体和魂魄弄到金光寺外边来吗？不行啊，张福的魂魄也出不来这金光寺。我去找龙天护法神说道说道。阎宝，其实龙天护法神是在保护着金光寺里的魂魄，只要金光寺里的魂魄在里面待上7749天以后，魂魄就不用经受轮回之苦了。也就是说，能死在这金光寺里面也是幸运的。如果这里不布下龙天护法的神威，这金光寺都得被阴灵给挤爆了。小银宝赶紧扔出了一张传音符，传音给灵素，他要抓活的，不能让这些和尚死了。那张福怎么办？阎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交给小银宝时又犹豫了。哼，怕我要你这瓶子呀？哪能呢？阎宝的宝物有的是，哪能看得上这么一个小瓶子？我还真就看得上。说吧，这瓶子怎么用？你到里边打开瓶盖，对准张福的魂魄，张福的魂魄就会进到瓶子里。盖上瓶盖以后，把瓶子放到你的如意袋里，就能把张福的魂魄带出来了。那你去扬州的州衙等着去吧，我带上张福的魂魄也去州衙。到里面，他就把张福的魂魄收起来了，然后把张福的肉身收进了如意袋。小银宝也把若风收进了如意袋里。咱们去州衙。我去跟杨刺史交代一下。小银宝看着那几个和尚的鬼魂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哼，你们休想逃过轮回之苦。小银宝把阎王给他的那个小瓶子又拿了出来，把几个和尚的魂魄都收进了瓶子里。只有一个坐在墙角处打坐念经的魂魄纹丝没动。哼，都大开杀戒了，还装模作样的念经，给你自己赎罪的不成？然而小银宝试了好几次，也没能把打坐的老和尚的魂魄收进瓶子里。小公主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小银宝一看实在是收不走老和尚的魂魄，就收起了瓶子。走吧。不用怕，他们是小公主找来的。小公主要给皇上治伤，找一个肃静的房间。小银宝一挥小手，把张福的肉身放到了床上，然后又把阎王给他的那个瓶子拿出来，递给了阎王。阎王把小瓶子的盖子打开，对着小瓶子底儿一拍，一个魂魄嗖的一下就钻进了张福的身体里。魂魄回体以后，床上的张福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，猛地起身，双手就掐住了小银宝的脖子。张福，你干什么？你掐的是小公主。我掐的就是他，我要掐死他！都是这小崽子坏了我们的好事。你是谁？张福，你快松开小公主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无碍无碍，我就不信掐不死你！阎王，把张福身体里的魂魄再打出来，这个不是张福的魂魄。阎宝，这瓶子里你还收了别人的魂魄？
我还收了几个和尚的魂魄，我可不想便宜他们免受轮回之苦。哎呀，小祖宗啊，你咋不早说呀？还好就拍出去一个魂魄，要是一下拍出去几个，那这张福这肉身可就苦喽。白无常上前在张福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，身体摔倒在床上。想掐死我是吧？那我就让你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。就这2下，胖和尚就被打得魂飞魄散了。小公主，张福他……刚刚掐我的人不是张福，而是金光寺里的那个胖和尚的魂魄，已经被我打得魂飞魄散了。阎王这次他先把瓶子里的魂魄都拍了出来。魂魄受了这样的伤，即使送回身体里，也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的。阎王，那你有抑制魂魄的丹药吗？有倒是有，可我就1颗，是留给我自己备不时之需的。炼这种丹药的药材实在是不好找。那你说说都需要啥药材？我看看我的药田里有没有。吉佛草、南无万花、星罗旋藤。你等等，我去问问。大黄，我如意袋里的药田里有没有阎王说的这几种药材？主人，我对药材不是很懂啊，你还是问问如意一点吧。干脆你以后就1问3不知吧，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丢人不？那天文地理又不包括药材。主人，如意一点里的只是幻影图片，不是真的药材，拿不出来的。那你去药田里看看有没有这几种药材。哎呀，有。以前许给你的那些肉骨头都一笔勾销了。小烟宝的意识来到了药田，果然看到了如意1点里那3种药材。小烟宝小手一挥，一样药材薅了一抱。这些够不？不够我再给你薅。够还是不够？说话呀！这就是那颗丹药。阎王亲自把张福的魂魄送回到他的身体里。吃了这颗丹药，张福的魂魄多久能恢复？用不了1盏茶的功夫，魂魄就能复原。皇上，皇上！阎王，炼出来的丹药回头送我2颗。等等，烟宝，这些药材最多也就能炼出10颗丹药来，要不咱们一半一半吧，我5颗，你5颗。我是有一件事忘了说了，金光寺里还有一个老和尚的魂魄我没有收进瓶子里，我怎么收都收不进去。你有什么办法没？问你有没有法子收那个老和尚？你心疼个啥？他是你们家亲戚？没亲戚，没亲戚。得道高僧的魂魄，天命瓶是收不进去的。他都犯了杀戒了，还得道高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然后一转身就闪鬼了。小公主，皇上怎么样了？你没事了，我现在就去给我爹爹排毒。小公主不用管老奴，快去给皇上排毒吧。不急，我爹爹是没有性命之忧的，身上的毒早排一会儿晚排一会儿都没事的。好，我去给我爹爹排毒去，你好生在床上歇息吧。你们都到外面去吧，我给我爹爹排毒，估计得2个时辰。直到傍晚，小烟宝才给爹爹排完毒。皇上，都是老奴无能，没保护好皇上。起来吧，不关你的事。你那老胳膊老腿儿没事吧？皇上，老奴没事，是小公主把老奴的这条命给抢回来的。爹爹，你遇到了危险，为啥不给我传音呢？烟宝，父皇没给你传音，你是怎么知道父皇在金光寺遇险的呢？我在妖王谷等贺南如的时候，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然后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听到爹爹一直喊我救你，然后你就回来了。爹爹，你还记得你昏迷的时候去了什么地方了吗？就是一个白茫茫的地方，怎么都走不到尽头。若风呢？他受了点伤，在如意袋里养伤呢。杨四使，金光寺的那些和尚可都抓起来了？是皇上，金光寺的所有和尚都已经全部抓起来了。把那个方丈和胖和尚押来，朕要亲自问问。皇上，金光寺的方丈和那个胖和尚都已经死了。没事的，爹爹，死了也能问。我让阎王把那几个和尚的魂魄再送回来就是了。不过那个胖和尚是没法问了，他的魂魄已经被我打得魂飞魄散了。小烟宝又扔出了张居鬼符。烟宝，你这是有事儿忘记说了吗？又把我们叫上来。我爹爹要审一审那个金光寺的方丈，麻烦你把他带上来一趟。烟宝，那个金光寺方丈长什么样？爹爹，那个金光寺和尚长啥样？瘦高个，白胡子，白眉毛，年纪嘛，应该不小，但不好猜。2个耳垂特别大。烟宝，我们带下去的魂魄没有方丈的魂魄。我知道了，那方丈的魂魄还在金光寺内。
你们可以回去了。黑白无常闻言一闪就消失不见了。小公主，那是不是还要去一趟金光寺？皇上，龙体要紧，现在不宜去金光寺。去，现在就去。朕的身体已无碍了。元宝，是没看到方丈的魂魄吗？爹爹，不用急，我去找找。小元宝说着，从如意袋里掏出一张追踪符。这追踪符左拐右拐，来到了一座大殿门口，就停下了。爹爹，在这儿呢。元宝，给父皇开天眼，父皇要问问他。你们有没有害怕的？要是害怕，我就不给你们开天眼了；不害怕，就一起都给你们开天眼。小元宝就一次性的把几人都开了天眼。老和尚，我爹爹有话问你，别念佛了。小娃娃，你能看见我？能看见你有啥奇怪的？不止我能看见你，在这大殿里的人都能看见你。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皇上无事就好啊。朕无碍跟你的佛没有关系，那是我女儿救的我，口口声声念佛，却杀人如麻。你念的什么佛？皇上，老衲连蝼蚁都不曾去伤害过，又怎会杀人？这些年我一直游历在外，把寺中的一切事务都交予了慧明打理，谁知道他就……哎呀，罪过呀！那个慧明是什么来路？为什么要刺杀朕？皇上，一切的罪责由老衲一人承担。那就是说，是你这方丈想要做朕的龙椅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四大皆空，又岂会只念一把椅子？小元宝掏出一张真玉符，就拍在了方丈魂魄的脑门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衲法音。那你几岁了？老衲今年102岁。爹爹，这回你问吧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慧明到底是什么人？慧明曾是圣明的手下。皇上，是微臣办事不力，没有查出来圣明的余党。办事不力？我看你是压根儿就没有把朝廷的旨意当回事。皇上，微臣实在没想到圣明的余党会藏在金光寺里。你能想到啥？就以你这态度，就算是圣明的余党藏在你州衙里，你都查不出来。是杨刺史的人来提前通报皇上要来金光寺的，不然慧明也不会准备的那么充分。皇上，臣派人来金光寺不是通风报信，是让人来清查，怕香客过多对皇上不利呀。可结果呢？皇上，都是这老和尚在撒谎，我看他才是主谋，他现在就是想推到那个慧明身上。阿弥陀佛，老衲都已经是鬼了，还有啥好推脱的？对啊，杨刺史，老和尚都已经死了，还有啥好怕的？还能再死一遍咋的？是还能再死一遍。那个胖和尚就是让我把他打得魂飞魄散了。那既然你不知道那胖和尚要杀我爹爹，你咋又知道是杨刺史提前报信？咋知道胖和尚提前埋伏了人呢？阿弥陀佛，那都是慧明杀死我以后说的。金光寺的和尚都交由你来审吧，要是审不明白，那就2罪归1，一起罚。谢主隆恩，臣一定把圣明的余党都查出来。杨刺史，既然我爹爹把这个案子让你来审了，那你就自己问吧。我们回去了。我那真羽符最多还能维持2刻钟的功效，你得抓紧问哦。闹鬼了，闹鬼了！哎呀，小公主啊，小公主，你来的时候咋就不走门呢？结果等他再回到大殿的时候，方丈的魂魄已经不在这里了。杨刺史呲溜一下就钻到了供桌底下，就看见有2道绿光在盯着他。鬼啊！连撞带吓昏了过去。林侍卫，刺史大人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没一起回来？杨刺史留在金光寺审鬼呢，审完就回来了。你赶紧带人去金光寺看看。哎，你们不在金光寺好好的看守，回来做什么呀？司马，不好了，金光寺闹鬼了。哦，怎么个闹鬼法啊？金光寺里面的鬼骗我们进去，说他是刺史大人，那声音跟刺史大人一般无二，可刺史大人明明在州衙呢。混账！刺史大人本来就在金光寺里审鬼呢，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刺史大人进金光寺吗？不止刺史大人，还有皇上和小公主等人也去了。司马，今天晚上就没有人进金光寺，我们也没看到刺史大人。走，去金光寺看看再说。司马，你看看，封条都完好无损的封着呢，根本就没有人进金光寺。开门。司马，里面真的有鬼，还是别进去了。废什么话，开门。就是有鬼，本司马也不怕。走水了，快救火！火
火就完了。司马就想看看这火是怎么着起来的，结果一迈步，脚下被绊了一下。快把这纵火之人给我捆起来！混账东西，你们绑我干什么？你放火烧寺庙，不绑你绑谁啊？鬼，跟那鬼的声音一模一样。你是人是鬼？我看你才是鬼！我来金光寺你不知道吗？快给刺史大人松绑！司马，这个刺史大人真不是鬼吗？滚你个头！快给刺史大人松绑！刺史大人，你是怎么进到寺庙里的？我们始终在寺庙门口守着，没看到您进来啊。再说门上的封条封得好好的，是小公主用腾云带着我飞进来的，没捅门。刺史大人，凌侍卫说你在这里审鬼，您这是被鬼给反杀了？鬼什么鬼？是野猫弄翻了供桌，我驱赶野猫时不小心滑倒，撞到了柱子上，撞晕过去的。大人，那鬼还在这大殿里面吗？不在了，不知道那方丈的魂魄跑到哪里去了。脚下又绊了一下，嗷的一声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他脚边窜了过去。杨刺史惊了，这绿光，鬼啊！鬼在哪儿呢？刺史大人，那是只野猫。走吧，咱们回州衙，留几个衙役把这里收拾收拾，看好了。董司马，你先进去看看。皇上若是歇息了，就不要去打扰皇上了。没歇息，你再让人来叫我，我去换身衣服。爹爹，你在为遇刺的事不高兴吗？那咱们再回去，我有真羽符，保证帮爹爹审个明明白白。皇上，我觉得这次金光寺的事儿也未必就是坏事。皇上，虽然这次您受了伤，但是如果您不受伤，这金光寺里盛名的余党根本就发现不了，他们的势力就会慢慢的扩大，万一形成规模起兵造反，那就会有更多的百姓遭殃，饱受战乱之苦。您说这算不算也是好事啊？皇上，您是真龙天子，即使遇到危险也会遇难成祥的。主要朕有个神通广大的宝贝女儿，阎王他不敢收朕。娘亲，燕宝好想娘亲呢，想得我夜里都睡不着。下次再出门，娘亲跟着燕宝一起睡好不好？女儿啊，是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的？是谁等贺南如那么一会儿都能睡个觉的？不对，多亏了女儿睡觉了，不然女儿怎么能知道我有危险，还能及时赶回来救我？是啊，贵妃，燕宝一睡觉就说找母妃，都得哄上好一阵才能睡呢。那这几日真是辛苦皇上了，皇上就回去歇歇吧，我抱燕宝回桂兰轩了。娘娘，长公公回来了，那就让长喜过来吧，让他跟皇上说。贵妃，是宫中出了什么事了吗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就是齐荣府上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全部消失了，我让长喜去步军统领衙门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。会不会是他们自己搬离京城了？应该不是，皇府里的东西一样都没有带走。哟，皇上，小公主，你们回来了。到里边说吧。长喜，步军统领衙门咋说？回皇上，步军统领衙门一点线索也没查出来，人就凭空消失了。凭空消失，鬼干的不成？那步军衙门统领说，可能是鬼干的。爹爹，我有点事，出去一趟。下去吧，齐荣齐儿的事就让步军统领衙门先查着吧。皇上，燕宝再有本事，他也是个3、4岁的孩子，你这有事就使唤他，可这当母妃的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。我啥时候使唤燕宝了？朕还想听听他对齐荣齐儿失踪的事情怎么说呢？他就一溜烟跑了。惠妃呀，惠妃，你心疼女儿不假，可朕也是燕宝的亲父皇，一点不掺假的亲父皇。你也回去吧，朕有些累了。娘娘，皇上在金光寺时又中毒了，身体还没复原，娘娘您就先回去吧。燕宝没事吧？娘娘，小公主那时不在金光寺，所以小公主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说完，他转身就离开了乾和宫。娘娘，张福的意思您听不出来吗？听出来了。娘娘您听出来了，还不关心皇上？皇上的脸都黑成什么样子了？您总这样会被别的妃嫔钻空子的。谁爱钻谁钻，我有燕宝就足够了。张福，去把安才人选来，让他来服侍朕。娘娘啊娘娘，皇上对宫里的女人的宠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，那关乎着各位主子背后整个家族的命运啊。才人，疼，不是钻吗？安才人，快些吧，皇上还等着呢。皇上，那桌上有一局残棋，
你把他参透了，再来跟朕说话。是，皇上。张公公，我们家娘娘让我给皇上送碗参汤来。贵妃既然有着送参汤的心，干嘛不自己来呢？而且刚刚又怎会走得那么干脆？恐怕这送参汤是假，打探消息是真吧？把参汤交给我吧，等会儿我给皇上送进去。现在安才人在里边呢。我们家娘娘说了，让我亲自送到皇上面前来。皇上，贵妃娘娘派桃夭给您送参汤来了。进来吧，这枚棋子应该放到这里。呵呵，不急，朕以后慢慢教你。皇上，这是娘娘回去亲手给您炖的参汤，您趁热喝。放那儿吧，朕在教安才人下棋呢。这桃夭一走，丹前帝的脸就冷了下去，他把棋子啪的往棋盘上一扔。见鬼了！啊什么？不懂什么叫御前事宜吗？滚回去！安才人被骂得红了眼睛，从乾和宫跑了出去。这参汤若是他做的，他咋不亲自送来？皇上息怒，您身体还没完全复原，切勿动气。贵妃娘娘可能是怕打扰到皇上，娘娘可能想让皇上您多歇息。哼，去朕的司库里挑一件东西给安才人送过去，告诉他随时可以到朕这里来。哎，皇上啊，您还是别跟惠妃娘娘置气了。这么大一个司库，里边所剩的东西10根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，再送这司库可就空了。最后，张府选了一对玉镯送去了秋水殿。娘娘，我就劝您对皇上上上心，您就偏不听，这回让那个安才人钻了空子了吧？您别忘了，她可是前皇后的姨家妹妹。你这是去哪儿了？还不是给娘娘您去探听情况了。怪不得青樱说你拿着食盒走了，安才人还在乾和宫没走呢。娘娘，这些活计就交给上服局去做好了，您还是对皇上用点心吧，不然用不了多久，那个安才人就会爬到您的头上去了。娘姐，我回来了。燕宝，你这是跑哪儿去了？也不跟娘亲说清楚再走。娘亲，我去找宝贝了。饿了吧？母妃让人给你端东西来吃。母妃呀，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狮子头。只要是娘亲做的菜，我都喜欢吃。娘亲，燕宝错了，燕宝下次吃饭吧，给娘亲留意吧。娘亲怎么可能怕燕宝吃呢？娘亲是心疼你，这几年啊，真是苦了你了。娘亲，燕宝不苦的，燕宝的师傅和师兄们对燕宝都可好呢。就是我们云台观太穷了，师傅说只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的苦都吃完了，剩下的都是甜了。娘亲不苦，这些都给娘亲，给娘亲的可比给爹爹的多哦。小公主，娘娘以后就靠你罩着了，皇上是指望不上了。闭嘴，别什么都在小公主面前说。本来就是。娘亲，是我离开乾和宫以后，爹爹欺负你了吗？没有，别听桃夭瞎说。怎么没有啊？刚才常公公在路上碰到了张公公，去给秋水殿送东西了，是皇上赏赐的。皇上明知道安才人是前皇后姨家的妹妹，还这么宠她，就是明显要用她来打压娘娘。娘亲，爹爹偏心，那燕宝有好东西只给娘亲，不给爹爹了。然后他趴在惠妃耳边小声说了一句：真的？燕宝，你父皇是一国之君，宠哪个妃子都正常，不存在打压母妃这一说。再说了，母妃有你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女儿，谁敢欺负母妃呀？谁敢欺负娘亲，我就让雷劈他，像劈兽食一样。燕宝这么大本事，咱们得跟你父皇说一下，以后不许在小公主面前搬弄是非。皇上宠幸谁，赏谁东西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宫女说三道四，都是我平时太纵容你们了。是，娘娘，奴婢记下了。咱们去乾和宫找你父皇去。娘亲，我自己走吧，我都长胖了呢，别累到娘亲。没事儿，娘亲抱得动。贵妃娘娘，皇上的身体有些疲乏，刚刚歇下，要不您和小公主过会儿再来？行，那我就和燕宝一会儿再来。正好碰上安才人和他的宫女迎面走过来，安才人规规矩矩的给惠妃行了礼。安才人，皇上在歇息，要不你过一会儿再来吧。皇上交代过了，我什么时候来都可以进去。我就说皇上欺负人，娘娘偏偏不信。贵妃娘娘、小公主，你们可别怪奴才，这跟奴才没有关系，都是皇上的主意。你们博弈，老奴夹在中间好难呢。好你个张福，你忘了你的命是谁给救回来了的吗？现在居然让那个安才人进去，不让我娘亲进去，我现在还非进去不可了。娘亲，爹爹也跟我说了，这乾和宫我可以随时来，都不用通禀的。完了，小公主这是生气了。哎呀呀，以后啊，我别想再借小公主的光了。
皇上啊皇上，你可是坑死老奴了！小公主别再一生气，把黑白无常叫上来，把我的魂儿给勾走啊！小公主，皇上每日午睡的时候是不允许任何人打扰的。我还以为爹爹对你有多特殊呢。进来了不也是乖乖的在这等着吗？别人不敢打扰我爹爹午睡，我敢。而且我爹爹不但不会生气，还会很高兴。爹爹，我知道荣王叔的妻儿去了哪里。真的？爹爹，你这是在装睡呀？快说说，祁荣一家去哪儿了？我现在只知道大概位置在出云峰下面。与祁荣有关？暂时还不知道。我用追踪符追到了出云峰下面，追踪符就停止不动了。燕宝，那你有办法在水下面把祁荣一家找出来吗？爹爹，我想起来娘亲还在外面等着我呢，我得去找娘亲了。娘亲站时间长了，腿又该疼了，比不了安才人能进到里面坐着的。贵妃娘娘，皇上午睡已经醒了，您进去吧。是因为爹爹午睡才不让我和娘亲进去的吗？那安才人进去你为什么没拦着？张福，你拦着小公主不让她进去了？皇上，我可没拦着小公主。皇上啊，您不能这么干，是您说惠妃娘娘来了拦着点儿，要让惠妃娘娘长长记性的，现在咋还推到我身上来了？哦，那张福，你就是拦着我娘亲，不让我娘亲进去了，是爹爹让你这么做的吗？哎呀，老奴也不是拦着惠妃娘娘，是皇上的身体刚好需要多歇息，所以老奴就擅自做主了。就我娘亲打扰爹爹歇息，安才人就不打扰爹爹休息了。那个安才人他……我是来皇上这里参悟那盘残棋的，不是来找皇上的。安才人，把那盘残棋带回你秋水殿去，啥时候参悟明白了，啥时候再来找朕。不过他走进陶瑶身边时，陶瑶故意拿脚绊了一下安才人。我看你以后还找啥借口来这乾和宫嘚瑟，还敢在我家娘娘面前装大尾巴狼！我家娘娘不收拾你，我可不惯着你。皇上，有人故意绊我，是我绊的你。你走路都不看路的吗？爹爹，我的脚好疼。张福，快去传太医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踏出秋水殿一步。皇上，你这是过河拆桥啊！不，这河还没过去呢，就把桥拆了。安才人，你没事吧？天宝不懂事，你别跟他计较。我会劝皇上早日解除你的禁足的。多谢惠妃娘娘。娘娘，快去看看小公主的脚吧。爹爹吹吹就不疼啦。爹爹，我的脚已经不疼了。爹爹的爱就是天底下最好的药，现在已经一点都不疼了。燕宝，现在你能告诉父皇如何找到祁荣一家了吧？爹爹，我现在就能去找破解出云峰水下玄机的法子，但是我不放心娘亲。现在你母妃在后宫里权力是最大的，你还有啥不放心？再说还有父皇在呢。就是因为爹爹在，我才不放心的。贵妃，你是燕宝的母妃，那也不能在他面前搬弄是非。皇上这话是从何说起？臣妾可没有在燕宝面前说过皇上一句不是。皇上就这么不信任臣妾吗？爹爹，是不是你让张福把娘亲拦在门外，不让娘亲进来的？小公主，真不是皇上吩咐的，都是老奴自作主张的。这是真与福。小公主，老奴对皇上可是忠心耿耿啊。我知道你对爹爹忠心耿耿，不然我也不会把你从阎王那里抢回来。这张福啊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都要哭出来了。天宝，不得在你父皇面前无礼。张福可是你父皇的人，你父皇不发话，谁都不能动他。装好人是吧？若不是你对朕爱答不理，朕会与你置气吗？还扒了朕司库里的一对玉镯，那也是你母妃有错在先。皇上，有燕宝在您身边，燕宝医术那么好，阎王爷都不敢惹你，臣妾需要担心吗？再说了，您看看您红光满面的，哪像身体没有复原？小燕宝扯了扯娘亲的衣袖，然后不停地给娘亲使眼色。那皇上现在身体可复原了？没有，需要惠妃留在这里侍疾。这个皇宫没有我都得散。娘亲，那你就好好照顾爹爹吧。爹爹，你也不许欺负娘亲。我去找我大师兄来帮忙。出来吧。小师妹，大师兄，好想你呢。大师兄也好想你，也带大家继续练。小师妹，这次来了是不是能多待几天？我是来找大师兄帮忙的，今天还得赶回去。师傅，你来怎么也不提前传音告诉我一声啊？是不是你都把我这个徒弟给忘了？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吗？师傅，你的头发长出来了。
指令把我的另一半头发也给吃没了，然后就长出来了。师傅，我现在画符的本事长进了不少呢。去我营帐，我给你展示展示。子虚，你师傅是来找我有正事的。你赶紧把你师傅放下来。大师兄，我先去看看子虚最近长进如何，然后我再去找你哈，你别追了。师傅，你先给我的这些符箓过一遍手呗。你不是说你画符的本事长进了不少吗？咋还用我给你过手？师傅，我就是再长进，也不及你画的符箓1成的功效啊。师傅，您先坐一会儿，我去试试我画的传送符能传送出去多远了。说着，他就扔出去了一张传送符，子虚道长就嗖了一下离开了营帐。啊！你撞死我了！烟宝妹妹是你师父不假，可她也是我妹妹。你为了不让我见烟宝妹妹，下这么重的手，还想撞死我？看我不抽死你！子虚道长来不及从地上爬起来，情急之下就掏出一张符纸扔向了钟婉意。臭丫头，还当我真怕你呢？我那是看在师傅的面子上，不与你计较罢了。烟宝妹妹，你看看你徒弟，他欺负我。师傅，我没欺负他，是他走路不长眼睛撞的我，他还浪费了我一张传送符呢。你可别叫我师傅了，丢人！是你自己的传送符没画眼睛，也幸亏你这传送符速度不够快，不然你们两个非得把彼此撞零碎了不可。就算不是撞零碎，也得是撞个骨断筋折。小银宝一挥小手，散掉了钟婉意手上的金丝缠符。婉意姐姐，别跟子虚一般见识，他就是个半吊子。他的传送符没画眼睛，所以撞到了你。烟宝妹妹，我就说你收我为徒，你还不肯。你说你收这么个又笨又老眼昏花的老头，多给你丢面子。婉意姐姐，我三师兄这个师傅你不满意？他也不让我叫他师傅，让我叫他三师兄。婉意姐姐，我三师兄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呢？他应该是去山里采药去了吧。我回家去看我娘了，刚回来。婉意姐姐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三师兄欺负你了？钟婉意摇了摇头，但眼圈却有些红了。婉意姐姐，你别难过，我现在就去找三师兄去，把他抓回来给你出气。师傅，等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钟姑娘，我小师妹怎么走了呢？烟宝妹妹说去抓三师兄了。啊！大师伯就不应该让这丫头片子在军营里待着，要不是她，三师伯也不会躲出去好几天不回来。哎，钟姑娘，既然是回去成亲，你咋又回来了？我有些话想当面跟三师兄说。说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还嫌我三师伯不够伤心吗？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，多说无益。钟姑娘还是回去吧，明天我可能不在军营，贺礼我会派人送过去的。那就麻烦将军，把这个交给三师兄。说完，钟婉意转身就跑了。这丫头片子是真绝情啊！平时在三师伯身边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走一步跟一步。现在，师傅还说他受委屈呢，我看三师伯更委屈。也不知道三师伯躲到哪儿去了，师傅能找到不？大师兄，小师妹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三师兄，你生病了吗？小银宝说着，就把小手搭在了三师兄的手腕上。三师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小师妹是到封家关见过大师兄了，然后来找我的。我是见过大师兄了，但是不是大师兄让我来找你的，是婉意姐姐让我来找你的。三师兄，你和婉意姐姐吵架了？唉，你们大人怎么都这么不省心？刚劝好了爹爹和娘亲，这三师兄和婉意姐姐又闹别扭了。三师兄，你是男子汉，不能一吵架就跑到山里来躲着吧？走，回去跟婉意姐姐去赔礼。他明日就成婚了，我回去干什么呀？三师兄，你说啥？谁明日成婚？钟婉意。小师妹，我不回去。回来了，大师伯，我师傅把三师伯抓回来了。什么抓回来了？你三师伯又不是犯人。是不是犯人？可是你派了那么多士兵出去找，咱没找回来，还得是我师傅手到擒来，这不还是抓吗？看我师傅手上的姿势，就是怕三师伯跑了抓着呢。婉意姐姐呢？已经回去了，人家明日成婚，怎么可能留在这儿？三师弟，你这几天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派了很多士兵去找你，都没找到你。我去采药了，这么多天一颗草药都没采到，把背篓还丢了。啊，这是钟姑娘让我交给你的。江使度默默地接过那方帕子，我去洗漱一下，让他去静静吧。大师兄，我三师兄和婉意姐姐到底是怎么了？
婉仪姐姐咋就突然要嫁人了？小师妹到营帐里，我慢慢跟你说。这里面是我特意给小师妹晾的果子干，云台观后山的那种果子。就是那个味儿，还是大师兄疼我。大师兄，你说吧。钟姑娘的亲事是钟姑娘父亲在世时给定下的，现在人家找来了。啥？婉仪姐姐的爹不是在婉仪姐姐没出生时就死了吗？是指腹未婚。婉仪姐姐的娘也同意了。钟夫人原本是不怎么同意的，可是那家却说什么也不同意退婚，都闹到县衙了。大师兄，咱们还怕一个县令不成？那倒不是，那家说退婚可以，但是得把当年的信物还给他家。那就还啊，不会是金子银子花没了吧？那没事，要多少金子银子我赔给他们。说是当初钟姑娘的父亲得了一种怪病，是那家拿出了传家宝救了钟姑娘的父亲一命。这好办，我拿一样宝贝抵给那家就是了。小师妹啊，你是不知道那家有多拧，啥宝贝也不行，就要他家那个。钟夫人无奈就答应了这门婚事。那是你们的宝贝不够让那家人动心，我就不信了，我的宝贝他们也看不上。大师兄，你跟我去石宁村走一趟，我就不信那个邪了还有对宝物不动心的。师傅，带上我也跟你一起去。好吧，既然小师妹要去争取一下，那就去一趟。不知二位是钟家的什么亲戚？你眼睛长天上去了？我师傅这么大的人你没看见？不会数数吗？明明是3位。我是问你们是钟家的什么亲戚？2位3位有关系吗？就是没有亲戚来贺喜不欢迎吗？欢迎欢迎，3位这边请。管家就是他们。你是婉仪姐姐的管家？这位小亲戚，你说的是我们家少夫人吧？我们家少爷和少夫人成亲以后，钟夫人也会一起搬过去，所以也可以这么说。钟姐姐怎么就成了你们家少夫人了？不是还没成亲呢吗？把你们家少爷给我叫来，我有事跟他说。那个，我们家少爷不在这里。那我要见婉仪姐姐和钟姨姨。钟夫人和我们家少夫人也不在这里。你们把钟夫人关起来了。小元宝一听大师兄这么说，抬起手对着管家的膝盖就是一掌。怎么可能呢？钟夫人是被接到了县城里，我们家少爷给钟夫人在丰家县里买了宅子。那你们在这里又是为何？钟夫人说，这么多年在石宁村多亏了乡亲们的照顾，让我们在这里摆下酒席感谢乡亲们。宴席都散了，乡亲们都回去了。既然不在这里，你就带着我们去丰家县城找钟姨姨和婉仪姐姐去。好，我正要回丰家县呢。管家被神仙抓走了。几位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我家里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3岁小儿，你们放了我吧，我不想成仙呐。你还想成仙？你以为谁都能够成仙的吗？我修炼了这么多年，都还是个门外汉，做啥美梦呢？这腾云就是我师傅的坐骑而已。道长，你师傅今天高寿了，看着就跟个年轻小伙似的，这还不是神仙吗？哼，往哪儿看呢？这个才是我师傅。我才是子虚的师傅哟。哎呀，小神仙，我就是个下人，奉命行事，饶了我吧。我师傅最不喜欢别人下跪磕头的，我们就是让你带个路，你这鬼叫个啥呢？奉命行事？你们家少爷交代你干什么坏事了？没，真没啊！我家少爷就是让我去石宁村摆宴席。你们家少爷为啥就非得一定要娶婉仪姐姐呢？那就是那里了，钟夫人就住在那个宅子里。婉仪姐姐，钟姨姨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们了。这里到底是不是钟夫人住的宅子呀？道长息怒，这里真是我家少爷给钟夫人买的宅子。钟夫人呢？问你呢，钟夫人去哪儿了？被少爷接走了。小神仙，我没撒谎吧？这里真是钟夫人住的宅子，人被少爷接走了。接走了？为什么接走？干什么去了？不，我不知道，你们去问少爷吧。往哪儿走？我大师不问你话呢。少爷没说，我一个下人自然也不敢问。子虚道长一抬手就把真羽符贴在了婆子的脑门上。你再说一遍，你知不知道你家少爷为什么把钟夫人接走？少爷？谁是少爷？少爷，你可千万不能撵我走啊！我家里人还指望着我来养活呢，我保证对少爷忠心耿耿。子虚，你给这婆子贴的什么符？真羽符啊，我是照着师傅的符画的。少爷，你不能撵我走啊！你这是真羽符，我看你这是糊涂符。有什么事你们去问少爷吧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以后可别说是我徒弟，照葫芦画瓢你都画不明白。师傅，这也不能都怨我呀！你把我扔在封家关也不教我，
我只能是自己琢磨着画，画不好你还嫌弃。以后我寸步不离跟着师傅，你看我能学会不？既然这婆子不肯说，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。我还是直接去找那个仔细掰来要跟婉意姐姐长期的那个人吧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被拍响了。应该是我们家少爷。天宝妹妹，莫将军，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少夫人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少爷都急坏了。别叫我少夫人，还没生气呢。我娘呢？被少爷接走了。什么？他把我娘带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少爷没说。钟婉一掉头就往门外跑。婉意姐姐，等等，我们和你一起去。天宝妹妹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就不劳烦你们了。你们回去吧。丫头片子，要不是为了我三师伯，你以为我们稀罕管你的事呢？婉意姐姐，怎么就突然和我生分了？我来就是来帮婉意姐姐的。钟姑娘，我小师妹今天来就是想来帮你退婚的。这婚我不退了。我就说这丫头片子绝情，你们还不信？肯定是人家给好处了，这有心甘情愿了。婉意姐姐，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那我三师兄是一厢情愿喽。我本来是想让江师兄收我为徒，跟他学医的，可是他不肯。现在我马上就为人父了，也就不能跟在江师兄身边了。小师妹，既然钟姑娘都这么说了，咱们就回去吧。这大黄是越来越欠收拾了，关键时刻就装死。可能三师兄和婉意姐姐没有那个缘分吧。远处跑来了一匹马。少爷，少爷！陆言思，我娘呢？夫人，你去哪儿了？害得为夫好找。我娘呢？这会儿想起岳母了。你偷跑出去的时候，咋没想想岳母呢？你把婉意姐姐的娘都到哪里去了？赶紧把婉意姐姐的娘放了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哼，钟婉意，找人来给你撑腰来了，你找谁也没用，这婚是铁定不能退的。别忘了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。陆元思，你无耻！钟婉意，你可想好了，你若敢打我，你可就触犯了南国律法中的10恶之罪。婉意姐姐，就打他，我看谁敢治你的罪。哪来的没有蹬腿高的小崽子，一马蹄子能把你踩死，还给人撑腰？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骂我师傅，不想活了！臭丫头，你是不懂好赖吗？我可是在帮你。夫人，这就对了嘛，为夫这就带你去见岳母去。婉意姐姐是脑袋进水了，还是脑袋被驴踢了？怎么好坏人都不分了？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女大外向吗？那我干脆还是别长大了，长大了容易脑袋进水。小师妹，这事儿咱们还是别管了。大师兄，是我不该多管闲事吗？或许钟姑娘有她自己的苦衷。婉意姐姐有啥苦衷，我都能帮她解决。难道她不相信我的本事吗？或许钟姑娘想自己解决，不想让我们插手。师傅，那丫头片子就是个无情无义之人，咱们别管她了。三师伯那里你好好劝劝她吧，实在不行，师傅你给三师伯炼一颗忘情丹，画一张忘情符也行。小师妹，你不是说今天来找我有急事吗？要不咱们先去办事。好，我是来找大师兄帮我去看看出云峰下面的河里有什么玄机。小师妹是找到宝藏了？暂时还不能确定，但我怀疑可能是，所以让大师兄去看一看。那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去吧。大师兄，我还是想去看看婉意姐姐，如果她真的是自愿的，那我们就不掺和了；如果不是，我还想帮帮她。师傅呀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那丫头片子都护着那王八羔子了，能有什么苦衷啊？他就是无情无义。小师妹决定。夫人，你这也太急了吧？怎么也不能在这大街上亲热，回家，回家为夫好好疼疼你。畜生！个水性杨花的贱货，敢打本少爷！你是不想见到你那老不死的娘了？姓陆的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我没要怎样，就是让你乖乖的跟我成亲，别想再去勾搭谁。别忘了，你已经是我的人，即使我不要的东西，别人也休想捡。好，只要你让我看到我娘安然无恙，我就与你成亲。明天成亲以后，我自然会把岳母毫发无伤的带到你面前。大师兄，这陆家可是丰家县本地人，既然是指腹为婚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两家没有联系呢？这陆家不是丰家县本地人，是最近1个月才在丰家县置办的宅子。在这里置办宅子，就是为了找婉意姐姐他们。据说是打听到钟姑娘和她娘在丰家关才置办的宅子，这里就陆言思1个人，陆家其他的人都没来。那大师兄，你知道这陆家什么来头吗？据说是商贾之家。陆言思，你说实话，你这么处心积虑的要跟我成亲，到底为什么？为了履行承诺，我们陆家可是历来说话算数的，
找到天涯海角也得把婚约履行了。你撒谎！履行婚约？那你家里的三妻四妾又作何解释？男人三妻四妾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们陆家家大业大，又岂会等你一个不知是男是女的人？所以，你突然找来，不是为了我这个人，而是为了某件东西吧？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就乖乖拿出来吧。我可以把家里的三妻四妾都休了，只留你一人。呸！小贱蹄子，你是不想要你娘的命了吗？乖乖把那藏宝图交出来，一切都好说。不然我让你和你娘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陆元思，你想要藏宝图是吧？那你就把我娘放了，再把这婚退了，我就把藏宝图给你。你当我傻呀？你得先让我看看藏宝图，我才能答应你的条件。那你先让我看看我娘，我就让你看看藏宝图。陆元思在彪形大汉的耳边低语了几句，不一会儿，那彪形大汉就把钟夫人带了进来。娘，姓陆的没为难你吧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我不是你娘，走，你现在就给我走。娘，女儿只是去还了一样东西，并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，是不是姓陆的跟你说啥了？嘿，钟夫人，小心气坏了身体，还是回去歇歇吧。走，你给我走，我没你这个女儿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该让我看看藏宝图了吧？藏宝图那样贵重的东西，我肯定不会带在身上。不管你藏到了哪里，现在就带我去看，别想把你娘救走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走你娘。我今天赶了一天的路，累了。再说天就要黑了，明天成完期，我就带你去看藏宝图。你不是不同意这门婚事吗？现在又愿意嫁给我了？此一时彼一时，我拿着那张藏宝图也找不到宝藏，和你成婚，如果你能找到宝藏，我也能跟着享受荣华富贵，不是？夫人能这么想就对了，为夫很高兴。那就陪为夫到卧房去详谈一番。子虚，看到你师傅了吗？我师傅去追钟夫人了。那咱们也去看看。大师伯，那丫头片子咋办呢？我们不管了。那姓陆的明显没怀好意。钟姑娘应该有她自己的打算。难道小师妹是进到里面去了？就听到砰的一声，那房间的门就被撞开了。谁？出来！别装神弄鬼的，没用！我家少爷说了，这房子里面的人就是神仙都救不走。只要人还在里面，就不管那么多了吧？这陆元思是个深藏不露的高人，还是有什么世外高人在帮着陆家？这事情有些复杂啊。小银宝就从如意袋里把适龄放了出来。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闹鬼了！少爷，少爷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后院闹鬼了！大白天的鬼叫啥？少爷，少爷，你去后院看看就知道了。关着钟夫人的那个屋子闹鬼了。师傅，那屋里边有啥呀？不会是堆了一屋子的头发吧？把易姐姐的娘被关在了里边，而且里边还布置了结界。这结界？那师傅，你放适龄进去干嘛呀？当然是破这个结界。适龄尝试着一连撞了5、6次，这结界一点裂纹都没有出现，适龄就从屋子里飞了出来，进行了一次加速撞击。小心！嗖了一下，一道赤光从屋里飞出来，直冲天际。都散了吧，哪有什么鬼？大白天的，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火烧云而已。少爷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说散了就都散了吧，就是火烧云，不是闹鬼。少爷，咱们府里没发生啥怪事吧？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就是刚刚消失的火烧云。不是，我指的不是这事儿。府里有没有见生不见人的事儿啊？有，刚刚这门砰的一声，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撞开了。我隐约还听到了脚步声，可是我没看到人呢。那可能就是风把门吹开的。哎，那就对了。少爷，您刚刚在东街宅门口看到的那个老道，一个小娃娃，还有那个年轻人，在你走后，他们嗖一下就消失了。而且那个小娃娃有一个会在天上飞的云彩，我就跟着他们坐那个云彩回来的。你的意思，捕捉的怪事是那几个人干的？那几个人是什么人？我也不太知道，他们就说来找夫人和他娘的。夫人，既然你的朋友来了，就让他们现身吧，别躲着了。我备上一桌薄酒，招待招待他们。陆少爷既然这么热情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我都说了，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，不用你们管。夫人，咋能这么说呢？来者是客呀，明天正好给咱们做个证婚人。行啊，不过今天得让我们吃高兴了，不然这个证婚人我们可不当。让灶房送一桌最好的饭菜过来，几位到里面坐，正好我陪岳母大人叙叙旧。你是主人，你先走。岳母，有故人过来探望你。娘，银宝，你来了，太好了。姨姨，我们是来道喜的，去过石宁村了，姨姨和婉姨姐姐都不在。
我去看看灶房的饭菜做好了没。钟婉意，你若是不乖乖把藏宝图交出来，你们就等着困死在里面吧。师傅，我们就不该管这丫头片子的事儿，害得我们也被困在这里了。大不了我们就把藏宝图给他呗。天宝妹妹，不可以，绝不能让这藏宝图落在这畜生手里。你进来拿吧。咋的？你觉得这藏宝图是假的啊？难道不是假的吗？你既然这么处心积虑的找藏宝图，难道你不会辨认是真是假吗？在这世上，恐怕也只有我陆家能辨认出这藏宝图的真假了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你就进来拿呀，你辨认一下就知道了。你们想借着我拿藏宝图的机会逃跑是吧？你要的是藏宝图，藏宝图都给你了，不就应该让我们走吗？烟宝妹妹，不能相信他，他可能压根就没打算放我和我娘走。俗话说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夫人与我这么心意相通，我怎么可能舍得夫人走呢？你不放我和我娘走可以，但是他们三人与这事无关，放他们走，他们可是你惹不起的人，别惹火上身，到时候灭了你陆家满门。是他们先招惹的我，又自投罗网，进到了这无影镇里，那就只能怪你们自己倒霉。不着急，等你们饿死了，我再进来取藏宝图也不迟。陆元嗣，你个王八蛋，赶紧放烟宝妹妹他们出去，他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皇上会灭了你们陆家满门。夫人，这几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烟宝是兰国的唯一的小公主，这位是定远将军，你若是敢伤害他们，皇上会让你们整个陆家陪葬。我是我师父的大徒弟子虚，我拿到了宝藏，那个皇位是谁的都两说呢，他还灭我满门，我还想坐他的龙椅呢。盛家刚灭没多久，就又冒出来个陆家来，哼，有我烟宝在，谁都别想打我爹爹那把椅子的主意。陆元嗣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你还想造反？常言道，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，就凭你做皇帝？哈，你家老祖宗都要气得从坟里爬出来了。大师兄，要不把他们家祖宗叫来，问问他们家祖宗同不同意他当皇上？师傅，我看行。小烟宝从如意袋里掏出一张居贵符，就扔了出去。这次符纸只是旋转了一下，就又落回了小烟宝的手中。我还以为你们真会点什么呢，结果是小孩子把戏。看着点儿，有什么情况立马去通知我。小师妹，这阵法可能会压制你的灵力。师傅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还能出得去吗？烟宝妹妹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婉意姐姐，你不用自责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再说了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钟夫人，既然你家能与陆家指腹为婚，那你家与陆家的关系一定非浅，能否把你知道陆家的情况说一说？其实我对陆家的情况了解的也不是很多，毕竟这么多年都未曾联系过，我知道的都是以前的。您知道多少就说多少。钟家与陆家是世交，婉意的爷爷与陆元嗣的爷爷是磕头结拜的兄弟，陆元嗣的奶奶是江湖世家的大小姐。那钟夫人可知道陆元嗣的奶奶姓什么？好像不是姓莫，就是姓贺。那钟夫人可知道陆元嗣的奶奶家是做什么的吗？不知道，我就只听婉意的爹说过，陆家曾经遭受过土匪的抢劫，陆元嗣的奶奶把土匪领到他们家的府库里，让他们随便搬，结果土匪进去以后一个都没能出来，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去陆家抢劫了。莫将军，我说的这些事可对你有帮助啊。外面的人把陆元嗣叫来，我有事跟他说。如果你们不把陆元嗣叫来，我可就把这藏宝图毁了。等着，我去给你叫我家少爷去。又想耍什么花招？陆元嗣，你奶奶可是姓莫？你打听我祖母做什么？因为我也姓莫。是莫家的人？你是想攀亲戚让我放了你们？那你奶奶当初从莫家偷走的东西是在你手中了。我祖母那不是偷，她是拿走了属于她的那一份。哦，既然是你奶奶拿走了属于她的那一份，那为什么你还处心积虑的想要莫家的藏宝图呢？姓莫的装傻充愣是吧？没有我们陆家的图仙清风印，你就是有藏宝图，又能找得到宝藏吗？你就那么肯定我们莫家就没有找到宝藏？那除非是上天想让莫家独吞这份宝藏，撒泡尿就能把宝藏入口滋出来。那可不一定哟，说不定摔上一跤就把宝藏入口撒出来了呢。就算你们找到宝藏的入口也无用，没有图仙清风印也打不开宝藏的入口，二者缺一不可，不然我祖母也不会把图仙清风印带走。图仙？听这个名字还是个挺厉害的东西，难道这姐姐与她说的图仙清风印有关？怪不得这个姐姐能压制仙法。那你现在是想独吞宝藏？你们莫家还有能力得到这笔宝藏吗？
墨家就剩你一个人了吧？我都怀疑你连墨家的机关术士啥都不知道。看来你对墨家了如指掌啊！只是我没想到墨家会衰落到如此地步。你说这是不是就在成全我们陆家？哼，就算是墨家就剩下我大师兄一个人，你们陆家也休想得逞。还有我呢，我会帮着大师兄把你们陆家灭掉。不，就算是我大师兄放过你们，我也不会留着你们。那你们就先从这里出去再说。大师伯，你和这陆元思还是亲戚呢，不能好好商量商量，一家一半把我们放出去吗？你会把已经到嘴边的肉分给别人一半吗？那就看分给谁了。要是给师傅，别说一半，我会都给师傅，我宁可不吃。嘿，我去，这个破老头可真会拍马屁啊！你还知道醒是吧？一睡上觉就跟死了一样。主人，你冤枉我，是你药田里的花实在是太香了，肉骨头的味道，我这没有忍住就揪了一朵吃，那哪知道就睡过去了吗？哼，点我也没用，我就是一个小孩子，听不懂那些弯弯绕绕的话。想吃肉骨头是吧？想办法让我们从这里出去，我就给你弄肉骨头吃。主人，我还是接着睡吧，梦里啥都有。好，这顿打留着，等我们从这里出去的，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才怪。主人，我跟你说着玩呢，我这刚睡醒了，还有点懵，我这就给主人想办法。拘鬼符失灵不能用，不知道阎王给的那块金王牌子能不能用？小师妹，这牌子也无法使用了吗？没事，再想别的办法，总能有办法出去的。大王，想出办法没有？主人，办法是有了，但是得需要几样配合。快说，你的办法要是能从这里出去，我回去保证给你肉骨头吃，绝不食言。主人，斧头说是雷火是能够打开这个结界的，但是得需要把这个结界的阵法照出来，而且还得把阵眼找出来。小师妹，怎么了？是饿了吗？没饿。大师兄都听到你肚子咕咕叫了。大师兄，好爱你哦。大师兄，是灵的赤光把这个结界照亮的时候，你看没看清这里的阵法？我是看到了阵法，但没完全看清。那一会儿再把这里照亮，大师兄能找到阵眼不？要是适灵回来再照一会儿，应该差不多。师傅，你是找到破这个结界的办法了？算是，但是得等适灵回来，需要他的赤光照亮。我喊适灵，看他能听到不？师傅，你不是说喊吗？你倒是喊呢。可能飞得太远了，听不到我喊他。师傅，你这是喊完了，也没张嘴呀，连声音都没发出来。不会是在心里喊吧？那适灵怎么可能听得到啊？大王，还有别的代替适灵的法子没有？主人，要不你哭试试？是这结界怕眼泪，还是指望我用眼泪把这结界淹了？哎呀，主人，这跟眼泪没有关系的，不是你一哭，你眉间那颗红痣就能够散发出来红光吗？小元宝伸手把装吃雷火的瓶子拿了出来。小师妹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？我的包袱里还有2个馒头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都是我不好，忘了带些吃食在身边了。元宝妹们，都是我不好，连累了你。我去求求陆元思，只要能放你们出去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哎呦，婉意，小元宝，哎呀！结界的阵法在红光的照耀下显现了出来。莫子修开始一步步的破解，寻找阵眼。哎呀，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谁家的，咋这么能哭呢？这是哭神下界了吗？这是害怕了，还是哭了？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无论他是啥身份，都是小。少爷，是不是那孩子的哭声吵到你了？哎呀，我管了，但他们不听啊！一打开门，他就被惊到了。我不是告诉你有什么异常跟我禀报吗？少爷，我也没进来里面看呢。这孩子是被这红光烧的才这么哭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是想破了这无影阵？这孩子还真有些异能。祖母不是说，只要把这无影阵加盖上涂仙清风印，就是大罗神仙也出不来吗？这都晃动了，再加把劲，恐怕这无影阵就破了。陆云思赶紧拿出涂仙清风印，在无影阵上又盖了一印。莫子修马上就要打开最后一道阻碍的时候，这个阵法突然就复原了。子虚，去画符。师傅，不用画，我画的符都在包袱里呢。我让你画你就画，现画。师傅，你让我画什么符？画减弱符，多画几张。师傅，我不会画呀。我说你画，按照我教过你的笔法。子虚道长的这一张符不但没有削减那道阻碍的力量，反而是加固了阵法。
旭，你这是在帮倒忙。大师伯，这可不怨我，是我师傅让我画的。子旭，快把这符散掉啊！师傅，怎么办呢？小烟宝口念咒语，才把子旭道长贴上去的符给散掉了。老道，看在你帮我的份上，等给你收尸的时候，我给你应副好棺椁。姓陆的，你少在那挑拨离间，我才没有帮你。师傅，我再去画，刚刚的画反了。好在子旭道长画的符起作用了，那道阻碍上的力道被削弱了一些。再去画，多画几张。他把图心清风印又在结界上盖了几下。子旭道长又去画了几张减弱符，都一股脑贴在了那道阻碍上，结界上的那道阻碍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大师伯，我师傅说用这瓶子里的火去烧那个针眼，这赤雷火一碰到阵眼，结果砰的一声就碎裂开来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但是陆元思就有事了。说着，从如意袋里掏出一张金丝缠符，就扔了出去。真当我们那么傻，能被你轻松的困在这结界里？把我放下来，我去看看大师兄和婉意姐姐。大师兄，把这个吃了，你会好受很多。小烟宝又抓着大师兄的手，给他输了一点灵力。小师妹，这丹药是从嘴里吃进去的，为啥我感觉是从手心里钻进来的呢？可能是大师兄的手心也偷吃点药了呗。烟宝，婉意不会醒不过来了吧？应该是我摸错了。然后抓住钟婉意的手，给他也输了一点灵力。烟宝妹妹，不让你们帮忙，就是怕连累你。那陆元思有一块玉牌，能把人关进看不见的笼子里，可是你们还是跟来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会求陆元思放了你们的。婉意姐姐，这事不急，咱们已经能出去了。陆元思想困住我，他还没那个本事。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。天宝妹妹，有什么事你尽管问。天宝妹妹，什么话让你这么为难？就是婉意姐姐，你是不是……师傅，这王八蛋还想跑，被我拎回来了。畜生，王八蛋！大师兄，你先问。陆元思，这藏宝图和你那块玉牌合并在一起，才能找到宝藏？不知道。你奶奶难道没告诉过你怎么用这两样东西找到宝藏吗？那你爷爷没告诉过你这两样东西如何找宝藏吗？大王，问题出现在哪儿了？你听到没有？主人，他身上的那块玉牌子能够压制你符箓的功效。子虚，走，把他身上的东西都给我搜出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士可杀不可辱！这家伙还是个淫贼。大师兄，你咋了？你倒是接着问呢。那是我陆家的东西，你们不能拿走，我要去官府告你们。那藏宝图还是我墨家的呢，你为什么不择手段去抢？不，那藏宝图现在是钟家的，我是钟家的女婿，自然也就是我的，这就是天意。小烟宝一连在陆元思的脑门上贴了个玉符。师傅，浪费呀，那可都是银子呀。这回呀，陆元思不再吼，也不再叫了，但是说的都是傻话。得，师傅，你不但浪费了真羽符，还把这姓陆的家伙给贴傻了。不应该呀，真羽符是让人说真话的，又不是勾魂的。这陆元思咋像被勾了魂一样？小师妹，看来从这陆元思嘴里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了，可能他也根本不知道这两样东西到底怎么用。大黄，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怎么用吗？哎呀，主人，莫将军都不知道的事，那我就更不知道了呗。不过莫将军那么聪明，一定能够研究明白的。小烟宝把陆元思扔进如意袋，迈开小短腿就往外跑。师傅，你干什么去啊？管家，你过来。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天上砸下来。师傅，小心呐！天道，是你把石灵扔下来的。哼，见在你来不了紫辉宫，就把这玩意儿扔下来讹我。必须讹！你若不吱声也就算了，既然吱声，那我不讹你讹谁？天道，你好不讲道理！石灵这小东西就是一时贪玩跑得远了一些，你对我有意见，也不至于对我的灵宠下这样的死手吧？他可是专门为我吃头发的，他这伤成这样子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了。我的头发没有他就会疯狂的长，你说咋办吧？哼，无稽之谈！天道，你不说话是吧？你最好别惹哭我。别哭啊，我给你那红球的伤治好还不行吗？不行，你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啥条件？我听听。那你像阎王一样，给我一块随时能去天上找你的牌子，省得天上那几个守卫的总拦着我。不行。
小烟宝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，酝酿情绪，准备开哭。别哭，我的意思不是不行，是我没有那样的东西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你有事可以传音给我，我听见了就过来帮忙。你不是怕我哭吗？那我就可以把我的哭声传给你，哈哈，不怕你不来。行吧，那你把我失灵的伤给治好了。漆黑的夜空里就洒下了一道金光，落在了失灵的身上。下次知道从天道那里薅点什么了。小烟宝只能自己哒哒哒的跑去灶房去找吃的了。烟宝妹妹，放心，你和莫将军都去上房等着就好了。我和我娘保证给你们做一桌丰盛的饭菜。谢谢婉玉姐姐。子虚过来烧火，你不给你师傅做饭，你还想躲清闲？丫头片子，再这么叫我，别说我揍你。烟宝可是我妹妹，从烟宝妹妹那里论，你还得叫我师姑呢。我不叫你子虚，叫你啥？你少攀狗枝，咋不让我从我三师伯那里论呢？直接叫你三师伯母得了。饭菜做好了之后，子虚给师傅和师伯端到了上房，而钟婉意则是拉着娘悄悄地离开了。小师妹，既然钟姑娘和她娘会连夜不辞而别，可能就是不想再见到我们。为什么？难道婉意姐姐也不想再见到三师兄了？可能是吧，我们应该尊重钟姑娘的决定。这就是得罪我师傅的下场，得罪我师傅，你连毛都剩不下。皇上，这些事儿都让老奴来做吧，让惠妃娘娘歇歇。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，今天不用你伺候，下去歇着。今天有惠妃陪着朕就行。看啥呢？小公主啊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你快去帮帮惠妃娘娘吧。我娘咋了？淡了。臣妾再去给皇上重新泡一壶茶来。这已经是第18壶茶了。我爹爹是把盐当饭吃了吗？咋喝了这么多壶水了？哎呀，不是，这18壶茶呀，皇上一口没喝，不是热了就是凉了，不是浓了就是淡了，要么就是茶不对，要么就是水不对的。娘亲，等等，爹爹，喝茶。蓝前帝接过女儿手里的茶杯，把茶水一饮而尽了。爹爹，这茶淡不淡，浓不浓，烫不烫，凉不凉？这茶不浓不淡，不烫不凉，正好。既然爹爹说正好，那就都喝了吧，不然爹爹就是口不对心。娘亲，你去把刚刚换下去的那10几壶茶都拿来吧，现在应该都正好了，让爹爹今天喝个够。皇上，龙袍湿了，再去换一件吧。皇上呀，皇上，我有宝贝女儿，看你以后还敢欺负我不？爹爹，还喝茶不？燕宝，喝茶是小事，正事要紧。你大师兄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我大师兄已经在出云峰那里了，我回来是想问问爹爹，要不要也去看看？去，咱们现在就去。师傅，快来呀，出事了！大师兄，子虚，快去找找我大师兄和子虚去。主人，这水下面没有发现莫将军和子虚道长。那下面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？主人，我把他们救上来了，但他们已经昏迷不醒了。小烟宝神色凝重，赶紧给两人施救。师傅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哎呀，你就是死了也得见着，我能看见你的魂。小师妹，这出云峰下面的确有玄机，我和子虚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拽进了一个漩涡里，要不是子虚用了传送符，我们两个怕是出不来了。那你们进去看到宝藏了吗？吓都吓死了，哪还顾得上看什么宝藏啊？虽然没看到宝藏，但是我在昏过去之前看到了那个漩涡的入口出现了一个图案，那图案就是陆岩寺那块图仙清风印上的图案。大师兄，那墨家的宝藏应该就藏在了下面。小师妹，你把藏宝图和那图仙清风印拿出来，我看看。这两样东西怎么一起使用呢？图仙清风印就掉在了藏宝图上。快看，快看！找到了！大师伯，找到什么了？我们去春露寺，到那儿就知道了。皇上，听你这厢有礼了，不知道皇上突然来此是为何事啊？这春露寺最近可有奇怪的事发生？出云峰下面的河水总是无缘无故的翻起浪来，声音很大，尤其是夜里。那就没有什么人来过春露寺吗？没有。出家人不打诳语哟。出家人说谎可是要遭雷劈的。那话音落下，他身后就咔嚓一声。是有人来过，可不是我不说呀，是他们不让我说，我说了会没命的。欺君之罪就不是死罪吗？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啊！就是这里了。宝藏埋在坟墓里？回皇上，不是宝藏埋藏在这里，而是出云峰下面那个玄机的阵眼在这里，恰好在这坟墓下面。
你以为你死了我就拿你没办法，什么都问不出来了吗？别说你的魂魄还在这儿，就是去了地府，我也照样把你弄上来挖。说，老妖婆的坟为什么会埋在那儿？2年前，这个墓穴就已经挖好了，上面都是用木柴遮盖着呢。师傅，大师伯说让你回宫去找些人来挖坟。大师兄，不用找人挖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小师妹，不能炸的，破坏阵眼的方法不对，这里就会瞬间被洪水淹没，这宝藏也就彻底埋入地下了。放心吧，大师兄，我不炸。小元宝说着，从如意袋里拿出一张魔衣符，扔了出去。这太后的坟就不见了。师傅，你不会把坟装进如意袋里了吧？我要那老妖婆的坟做什么？能吃还是能用？师傅，你不会是破坏了大师伯所说的那个阵眼了吧？要发洪水了吧？没有，应该是出云峰下面的那个神秘东西发现我们要破坏阵眼了。是来找死，就别怪我无情无义了。白光把蓝钱地掳走了。爹爹，皇上！小银宝一张传送符就追了过去，小银宝扑通一声就掉进了水里。大师伯，怎么办呢？我师父会不会有危险呢？以小师妹的本事，应该不会有危险，但是皇上就难说了。给你师父传个音，看看他能不能找到。大师伯，我还不会画传音符呢。子虚，咱们先去春露寺破坏阵眼。子虚，你在上面看着，我下去破坏阵眼。大师伯，要不我跟你一起下去吧？你有符纸怕什么？那道白光来了，你打不过就跑。莫子修刚挥剑斩了一下，天空的乌云又开始聚集起来。子虚道长吓得把他所画的符对着白光，一股脑都扔了出去。大师伯，快跑吧，我就能挡这一下。莫子修就左一剑右一剑的劈向白光。哎呀，大师伯居然还能与白光打上一会儿，大师伯好厉害呀！可是他的剑刚刺下去，又一道白光从出云峰下边飞了出来，一道金光从地下窜出来了。那道金光对上白光，2道光就纠缠在了一起。大师伯，小心！白光还没射到莫子修呢，就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弹回去了，还把那白光给撞散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快现身吧，你可吓死徒弟了。小公主，皇上呢？我没追上。皇上，皇上，都是老奴没用，没能保护好你啊！师傅，他要的是皇上，不是要符纸。张福，别哭了，我爹爹好着呢。小银宝说着，一挥小手，把蓝钱地从如意袋里放了出来。皇上，您没事吧？有烟宝在，朕肯定不会有事。大师兄，用不用我帮忙？小师妹，把子虚在陆府画的那种符给我2张就行。好，大师兄，我现在就给你画。几剑下去，阵眼就暴露在了他面前。又一道白光从出云峰下面射出来，在空中变成了一个人形。龙王说：“齐荣没死。”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齐荣。你们害死我母后还不够，现在又来挖她的坟，我要你们所有人给我母后陪葬！齐荣说着，就把手中托着的水柱砸向小烟宝等人。莫子修眼看就插入阵眼的龙渊剑，一下子就被震飞了出去。他一挥小手，把爹爹和张福送进了如意袋里。大师伯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小烟宝伸手从如意袋里拿出一颗丹药，递给大师兄。没事，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好啊，你们还挺抗打，看我今天不把你们打成肉酱！大师兄，子虚都站到我身后去。小烟宝就把手里的灵符扔了出去。打！就见那穿过防护罩的水柱一下子就弹了回去。好啊好啊！小妖女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这点小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那就看看今天谁能把谁打死。一水柱砸向了莫子修，一声清脆的甩鞭声在空中响起。阎王，你越界了，人间的事不该来掺和。你也知道这是人间，但你是人吗？齐荣没再吱声，打出一道水柱就跑回出云峰下面。莫子修看阎王把齐荣打跑了，就把龙渊剑插进了阵眼。顿时天空中咔嚓一声劈下一道雷来。师傅，快看，山！去看看。大师兄，那这宝藏是在山里还是在这核心岛里？宝藏埋在核心岛里，但山不裂，岛不出，阵眼不破，只把山劈开，核心岛也不会出来。大师伯，那现在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岛上挖宝藏了？按理说阵眼都破了，是能进去挖宝藏的，而且藏宝图上面也出现了宝藏的入口。但是突然冒出来的齐荣，不是墨家阵法的一环，那就是得先把齐荣打败，然后才能上核心岛去挖宝藏。
核心岛周围就开始起雾了。死灵龟界，这不是雾，也是个结界。这个死灵龟界很厉害吗？你怎么这么一副表情？这是灵界的术法，而且是灵界之主才能用的术法。阎王的意思是，祁荣是灵界之主？这个怎么？这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那你就说说，你有没有办法把这大雾驱散吧？祁荣是啥主都不重要，我只要宝藏。我没有办法。大师兄，你能看出什么名堂吗？我只能看见雾，其余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大黄，到你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万事通发挥本事了。这死灵龟界怎么破？这家伙睡觉就跟死了一样，一到关键时刻就指望不上。唉，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石灵，你的伤不是被天道治好了吗？咋还这个样子？主人，我怕。你怕什么怕？我就是让你用红光照照，看看是否能看清这大雾里边的情况。主人，这死灵龟界能压制我的灵力，我的赤光发不出来了。暂停，别吃头发了。小师妹，要不咱们先回去，等想到破这死灵龟界的办法再来。元宝，那我也回去了，需要我的时候随时叫我。元宝，宝藏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荣王叔用死灵龟界把藏宝藏的核心岛用大雾给遮住了，找不到了。祁荣，那个人真是祁荣吗？他会法术？现在还无法确定那人是不是真的荣王叔，即使是真的荣王叔，可能也被控制了。丈夫，去把烟宝的东西都搬到乾和宫来，不是搬到朕的寝宫里去。以后烟宝就宿在朕的寝宫里。爹爹，你不会是害怕荣王叔打到皇宫来吧？哪能啊！皇宫守卫如此森严，我怕祁荣做什么？是父皇跟你出去赈灾的这些日子，有你在身边陪着习惯了。你一不在父皇身边，父皇睡不着觉。皇上，您说这话您自己信吗？哎呀，把阎王的阎王鞭留下好了。荣王叔挺怕阎王鞭的，怪不得阎王闪得那么快。好，那我就陪爹爹在乾和宫里住了。不过娘亲也得过来。丈夫，把惠妃也一起叫过来。爹爹，我和大师兄和子旭还有点事儿，晚上我再回来陪你。小公主，定远将军，子虚道长，你们回来了。四皇子怎么没回来呀？我哥哥还在营城呢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你们该喝茶喝茶，该斗蛐蛐斗蛐蛐，我不叫你们别来打扰。小公主今天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小元宝和徒弟在房间里一直画符，画到了天黑。我回乾和宫了，让张福给你们送吃的来。小公主，快去看看吧，好大好大的雾！而且张福说完话就昏了过去。外面的雾有毒，张福中毒了。祁荣还真打到皇宫来了。师傅，这是什么雾啊？会不会把这全皇宫的人都毒死呀？这雾毒不死人，只是让人昏睡而已。小师妹，我和子虚去城门看看，你去看皇上。皇上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不管出了什么事，有咱们的烟宝在，都不用担心。对，只要有烟宝在，爹爹和娘亲都不用担心，就是雾而已。我一会儿就把雾驱散干净。哎呦，烟宝，你咋才回来？祁荣打来了。皇上，你说谁？祁荣不是跳崖死了吗？爹爹不怕，祁荣没来，就是使得一点小手段而已。烟宝，到底咋回事？娘亲不怕，没事的。这事还是让爹爹跟你细说吧。我去外面驱散雾去，吃了，防止被大雾迷晕。烟宝，千万要当心呐！别出去碍事。大师兄，城门那里情况怎么样？很糟糕，守城的将士都被迷倒了。我和子虚回来是找小师妹拿解药的。等我试试这驱散符好不好使，若是好使，就不着急给他们用解药了。小元宝一扬手，手里的符纸就扔了出去，顿时夜空中就出现了一片红光。师傅，这驱散符管用，真的管用了。小师妹，那些昏过去的工人和守城的将士怎么办？大师兄不用担心，用不了半刻钟，所有昏过去的人都能自己醒过来。好，那我和子虚再去城门那看看去。大师伯，你看醒过来了吧？还不信我师傅的话，浪费了我一张传送符。心疼了，要不要我给你100斤啊？大师伯，你看你说的哪里话呀？我咋敢要你这金子呢？我孝敬你还差不多。定远将军、子虚道长，你们是进去和皇上、小公主一起用膳，还是去五凤宫用膳？我和我大师伯去五凤宫用膳。在皇上跟前儿规矩太多了，别一个不小心惹怒了龙颜，再丢了脑袋。元宝，
燕宝，救救荣王叔！你是谁？别想骗我，我可聪明着呢，可不上你当。燕宝，我是你荣王叔，我被控制了，他还抓了我的家人，我不受他控制，他就要杀了我的家人。你被谁控制了？他又是谁？他说他是无上天灵，被人封印在了这里，他本应是灵界之主的。那他为什么要控制你？这个空灵的声音没有再回答他的问话。小燕宝满脑子的疑虑，就在这迷雾中一边跑一边喊，可到底也没把那个空灵的声音喊出来。燕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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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叫了你好久都叫不醒你，还一个劲的喊你荣王叔。燕宝，你是梦到祁荣了吗？我梦见荣王叔在喊我救他。燕宝，那就是个梦，别当真。祁荣在梦里跟你说啥了？荣王叔说他被无上天灵控制了，还抓了荣王叔的家人要挟他。雅琪，我还要睡一会儿。好，娘亲抱着燕宝睡。若是急，就去乾和宫启奏；不急，就明天早朝再说。小公主不是跟皇上一起回来的吗？为啥皇上今日早朝没有抱着小公主上朝啊？啊，你们听没听说昨夜宫中出大事了？什么大事？昨天晚上整个皇宫都被大雾给罩起来了，而且那大雾谁闻到谁就会昏死过去。那今天早上咱们来上朝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，没有雾，也没看见哪里有什么昏倒的人呢。那是大雾散去以后，昏迷的人又都醒过来了。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啊？皇上今天早朝就心绪不宁的，这朝散得多急呀！哎呀，怕是要出事儿啊！速去宣潘太和来见朕。龙王爷爷，这谣言您信吗？小公主都说是谣言了，本王咋会信？王叔既然不信，为何还特此来宫里说这个事？皇上，老臣就是想问问，昨天晚上那雾是怎么回事？跟我说说，我好去茶楼里说上一段。王叔，这事暂时还不太好说，是燕宝驱散了那大雾，那些昏过去的人也是燕宝救醒的。恒王似乎是领悟了什么，高高兴兴的走了。爹爹，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，出去一趟。师傅，怎么回事？你的灵符不灵了？小师妹，这雾不散，咱们也不敢轻易上核心岛。大师兄，这墨家埋藏在这里的宝藏，是不是压根就没想取出来？为啥还与灵界扯上了关系？随即丢出一张居鬼符，不一会儿，阎王就上来了。阎王，你知道无上天灵是什么吗？元宝，你是想起了什么吗？我想什么想，我又没失忆。是荣王叔在梦里跟我说起了这个名字，说他被无上天灵控制了。哦，我倒是听说过无上天灵，可是我了解的并不多，只知道无上天灵是灵界的灵魔，妄图控制三界，被天道和灵界合力给封在了天虚界。不会那里就是你说的天虚界吧？元宝，这里怎么可能是天虚界？天虚界在灵界和天界之外。带我去找天道。要不我把你送上去，你自己去找天道。我这次去不好天道的东西，就问他点事儿。放心，天道不会责怪你的。他要是敢责怪你，我就哭给他看。那燕宝，咱们可要说话算话，不能到天道那里啥都拿，不然下次我是说啥也不敢带你去了。好好，不拿不拿。哎，师傅，能带我一起去吗？捣什么乱，赶紧回去。今天不行，等我以后能自己随便上天界的时候再带你去吧。我真有急事要见天道啊！无上天灵跑人间去了。天道有令，他若不召见，谁都不能随便上天界来，尤其是阎王你。所以阎王你可不能撒谎，不然我们可就跟着遭殃了。小祖宗啊，都是你害的，我在天道这儿都成重点防范对象了。若不是让阎王带我来，我自己铁定是进不来这丹天门啊！绝对没撒谎，无上天灵真在人间出现了。守门的将领一闪身，阎王嗖的一下就钻了进去。哎呦喂，元宝，出来吧！哎，捉贼啊！捉贼啊！小阎宝抓紧如意带，嗖的一下就钻进了紫微宫。红儿，出去看。好你个言而无信的天道！天道只是轻轻的哼了一声，就把小阴宝震退了出去。燕宝，怎么是你呀？我还以为是贼呢，没摔坏吧？哭吧哭吧，你一哭，天道就想不起来责怪我了。
你堂堂一个天道哄骗我一个小孩子，欺负我一个小孩子，还说话不算数，还不快把燕宝扶起来！还没说事儿呢，先别哭，别适得其反。哎，燕宝啊，你今日来我紫微宫是有事啊？我给你传音，你为什么不搭理我？今天你若是不给我一个能随时到你这儿来的东西，我就不走了。对，就这么干。指望我再带你来是指望不上了。燕道，你有本事把这位也拉入黑名单，算你厉害。哈哈，这事好说，好说。那你以后就住在我紫微宫吧，正好我的童儿还缺个玩伴。燕王，那你就回去吧，燕宝就在这儿住下了。燕道，我今天来是有重要的事儿的，不是来送燕宝的。哦，那你说说是什么重要的事？那个被封印在天虚界的无上天灵在人间出现了。什么？哼，我给你传音就是跟你说这事，可是你隔绝了我的传音符。是我今日闭关打坐，没收到燕宝的传音，并非我有意的。那你把这真羽符贴上，我就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。我说的肯定是真的，这符就不用贴了。快说说，无上天灵怎么会出现在人间呢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无上天灵是你们封印的，他跑出来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？走，咱们去天虚界去看看那封印破没破。意外收获呀，意外收获！这么好的增长灵力的地方，以后得多来。不过前提是得能自由出入天界。看来今天要是不把天道薅疼了，天道是铁定不会松口了。燕王，不是我说话不算话，是事出有因，我肯定不能让你白受连累。到时候从药田里多薅点药材给燕王就是了。无上天灵就被封印在这里。燕宝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燕王，你不舒服吗？是，这里的能量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。小燕宝抓住了阎王的手，给他输入了一点灵力，他的灵力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。谁在试图破坏这里的封印？你喊啥？吓我一跳！这里除了咱们三个，还有其他的人吗？无上天灵还封印在这混元渊里，这里的封印也是完好无损的。可是刚刚这封印却抖动了一下。啥？你说无上天灵还在这里边？那楚云峰下边的是啥？阎王，你说呢？小祖宗啊，可是你说的无上天灵控制了祁荣啊，我咋说呀？那我要是说我做梦梦到的，天道会信不？小燕宝的小手就不自觉地拉住了阎王的手，封印又开始抖动了。到底是谁？出来！天道，我要是被吓到了，晚上做噩梦，你可得负责。肯定是有人在动这个封印，有人在偷这里的灵力。就算有人偷这里的灵力，那跟封印有啥关系？之所以把无上天灵封印在这里，是因为这里灵力充沛，可以支撑封印。灵力减弱，封印就会松动。那咱们就去找找呗，看看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人。你去那边，我和阎王去这边。大胆！再敢偷这里的灵力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咋了？走吧，还是去找偷灵力的贼吧。结果小燕宝刚抓住阎王的手，往另一个方向去的天道又怒了，这次不只是喊，还打出了一道金光了。金光奔着小燕宝和阎王就围了过来。天道，你什么意思？故意找茬是吧？阎王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撒谎说无上天灵跑到了人间，就是为了骗我带你们来到这天虚界偷灵力。天道，我可没撒谎，人间确实出现了无上天灵。再说，我和燕宝咋可能偷这里的灵力呢？你说谁偷灵力呢？天道不理小燕宝，而是一挥手，那道金光就缠住了阎王。天道，真是误会，我们没撒谎，我们又不是和无上天灵一伙的，咋可能偷灵力破封印呢？小燕宝见天道把阎王捆上了，抬起小手对着天道就打出一掌。天道只是轻轻的一挥袍袖，就化去了小燕宝这一掌的威力。燕宝，别打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阎王，不用怕他，没啥误会，就是天道找茬给咱们俩下马威。明明就是无上天灵跑出去了，他不承认。误会？我这寻灵光就是感应到你们身上有着天虚界的灵力，才围住你们的。我可没偷，是这灵力自己钻到我手里来的。没有，小祖宗啊，还真是你干的！你这差点就惹祸了。你薅东西也得分个轻重啊，真不能见啥都薅啊！幸亏天道发现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
燕宝，你去我紫薇宫薅点宝贝也就算了，来了这天虚界你还薅灵力，要是把这里的灵力薅没了，封印破了，无上天灵跑出来，那3界就要经历一场浩劫，这你能担得起吗？不信你自己看，真的是这些灵力自己钻进我手里的。小燕宝一边说着，一边去抓天道的手，那封印就抖动了起来。他看到了灵力钻进了小燕宝的手里。天道，真不是小燕宝偷的灵力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天道，你把我解开，我演示给你看。天道，你看，不是燕宝偷灵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只要燕宝主动拉别人的手，他的灵力就会输入到别人的体内，而这天虚界的灵力就会快速补进他的手里。天道，你刚才冤枉我和燕王，说我们骗你来这天虚界偷灵力，你说咋办吧？阎王，你说人间出现了无上天灵，可是这里的封印并没有破，咱们还是去人间看看是怎么回事吧。今天你不给我赔偿，我就不回去。反正没人敢拉我，你们谁敢拉我，我就吸收这里的灵力，看你天道怕不怕。说吧，你要什么赔偿？不要贵重的东西，要一个能随意出入你这紫薇宫的牌牌就行。我没有那样的牌牌啊。要不你去我紫薇宫选一件你喜欢的东西。燕宝，快起来吧！天道的那个掩日真元镜，除了能上天入地，随意去任何地方，既不能攻击也不能防御，你还是别要了，没啥大用。赶紧回人间看看吧。那我就给阎王一个面子，我费劲巴拉上来告诉你无上天灵的事，你还冤枉我。别的东西我不要了，把你那掩日真元镜送给我就行了，我带回去给我娘梳妆用。这镜子不能当梳妆镜啊，招人丑。走吧，咱们回去看看吧。你们可曾见到过无上天灵？既然没见过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做梦梦到的。那个无上天灵控制了我荣王叔的身体，他自己不露面。先把这岛上的雾驱散了，我倒要看看这里的无上天灵是个什么玩意儿。天道说着，就挥手打出一道金光，浓雾就渐渐的散去了。祁荣卷起一个水柱，就劈头盖脸的打了出来。天道，就算你来了又能奈我何？这里可不是浑圆渊，你别想再封印我。不对，这个人就是祁荣，只不过他的魂魄似乎被禁锢住了，不能支配他的身体了。难道这个无上天灵只是个虚体？哈哈，你就是一缕无上天灵的神魂，连个实体都没有，还在这儿叫嚣，用得着封印你吗？把你打死岂不更省事？打死我，那就要先打死这个肉身，还有里边的那些人。小银宝抬手就扔出一张借力打力符。你查查我荣王叔寿元金没金？阎王打开生死簿。大黄，别睡了，再睡就睡傻了。大黄丢了。燕宝，其实祁荣的寿元在他跳崖的那次就尽了。那你是说，现在这个荣王叔已经死了？祁荣的寿元是尽了，可他的魂魄并没有离体。那你是说，荣王叔的身体里有2个魂魄，而他的魂魄被无上天灵给控制住了？你既然把无上天灵封印起来了，为啥他的灵魂会跑出来？都是你办事不力，才让我荣王叔死不死活不活的，这事你得管到底。当初我们把无上天灵的魂魄打散了，好了一缕魂魄，一直没找到，没想到藏匿到这里来了。既然今天找到了，就绝不会再放走他。那就交给你了，你上吧。那就有劳天道了。天道一跺脚，飞身就落到了核心岛上，与祁荣就打了起来。无上天灵就一缕魂魄都这么厉害，那他的本体得厉害成啥样？我没参与灵界和天界大战无上天灵的那场战斗，但是据说很惨烈，灵界和天界都死了不少人。那这无上天灵是什么来头？怎么这么厉害？其实无上天灵和现在的灵界之主是亲兄弟，为了争夺灵界之主而反目成仇。无上天灵为了打败自己的哥哥，偷偷修炼了一种灵界的禁术，结果成魔了。天道与无上天灵的这一缕魂魄打了足足有几个时辰，天都要黑了。元宝，累了，我背着你吧，困了你还可以睡一会儿。小银宝趴到了阎王的背上，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荣王叔，你别怕，天道把无上天灵的魂魄打死你就得救了。元宝，元宝。祁荣的声音就是一遍遍喊着燕宝。小燕宝问什么，祁荣也不回答，这一下子就把小燕宝急醒了。
天道也抽身回到了出云峰顶上。天道，你连无上天灵的一缕魂魄都打不过？哼！若不是顾及那个凡人的魂魄，我早就把无上天灵的那一缕魂魄打散了。可不能伤害我荣王叔的魂魄。我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。现在那个凡人的魂魄已经被无上天灵的那一缕魂魄给吞了。要是消灭无上天灵的那一缕魂魄，那个凡人的魂魄也得跟着魂飞魄散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天道，你就没有办法把其中的魂魄从无上天灵的那一缕魂魄里分出来吗？你们冥界是专门勾魂的，你有办法吗？有倒是有，但是天道，赶紧把封印在浑元渊里我的灵体放出来，不然我就杀了这些人以及这副躯体的魂魄。哎呀，燕宝，快拿主意吧！无上天灵的灵体是不可能放出来的。阎王，你刚才不是说有办法帮我把阎王叔和无上天灵的那缕魂魄分开吗？你听说怎么分？只要天道把这个假奇荣控制住，我就能用阎王鞭把他们的魂魄分开。但即使分开了，奇荣的魂魄也受损严重，就是个傻子了。但现在这个假奇荣又拿这些人做人质，不太好办呢。这些人我来救，分魂魄的是你们来，咱们一起上。阎王和天道飞身就到了核心岛上，小燕宝扔出了一张金丝缠符，把奇荣身前跪着的人都给拽走了。打不过了，想一起上是吗？有本事把我的灵体放出来，多少人我都不怕你们！哼，有本事你从奇荣的肉身里出来，我自己就削死你！好，好，好，那今天就同归于尽吧！他一只手幻化出一个水柱，打向天道和阎王。天道这次没有顾忌，一招就把假奇荣控制住了。但他被阎王一鞭子抽着魂魄一激灵，无上天灵的魂魄就被抽出了奇荣的身体。天道及时出手，打出一道金光，硬把奇荣的魂魄从无上天灵的魂魄里拽了出来。他手腕一翻，又一道金光就打了出去。阎王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，他又一鞭子抽了下去，那魂魄就彻底消失了，天上的石头就落了下来。不好！这不是浑元渊那里的发光的石头吗？小燕宝还挺高兴，乐呵呵的把石头收进了如意袋，然后天道嗖的一下就没影了。阎王把奇荣的魂魄送回到了他的身体里。燕宝，天道咋了？谁知道呢？这天道就喜欢一惊一乍的。燕宝，你把浑元渊里的灵石带下来了？哦，这石头是灵石啊，不是我带下来的，是这灵石刚刚自己掉下来的，还差点砸到我呢。咋了？石头砸你脑袋了？燕宝，可能要出大事。小燕宝还没等问出什么大事儿，腾云带着大师兄和徒弟来了。啥大事也没我挖宝藏的事大。师傅，不会是你抓了他的家人，威胁他投降了吧？是我从无上天灵的手里把我荣王叔的家人救了出来，把无上天灵的魂魄从我荣王叔的身体里赶出去了。小师妹，那个先前与咱们交手的荣王是被无上天灵控制了？是的。那小师妹说的那个无上天灵呢？被天道和阎王打死了，魂飞魄散了，没了，很彻底的没了。元宝，元宝，荣王叔，我在这儿。元宝，奇荣他的魂魄受损，已经谁都不记得了，喊出来的话也是无意识的。给你师叔爷喂下去，荣王叔乖，荣王叔听话，乖乖的把药吃了，我就带你去找燕宝。子虚，你去把我荣王叔他们送回荣王府去，我和大师兄去挖宝藏。师傅，我想跟你和大师伯一起去挖宝藏，你还是把师叔爷他们送进你的如意袋待一会儿吧。好吧。他一挥小手，把奇荣一家人送进了如意袋，一道亮晶晶的石头就又从天上砸了下来。要出大事儿，要出大事儿！小师妹，去天上无缘无故往下落石，怕不是什么好现象。师傅，你不是去天上了吗？不会在天上打起来了，把天给打破了吧？你说的出大事指的是什么？天上又落下了一块石头，这次的石头很大，还好小燕宝及时用防护符把大家保护起来了。恐怕这无上天灵的封印要被冲开了，我们得去看看。天道不在紫微宫，去了天虚界。你们要找天道，就去天虚界去找吧。元宝，天道的那个掩日真元镜可以上天入地，你试试能不能上去天虚界。你们偷走了天道的掩日真元镜还不算，还想再来偷啊？这镜子是天道给我的，你再说我偷的，别说我揍你。顾了鬼呢！天道为了防你，在几处天门旁都贴上了你的画像，还会把这样的宝物给你。元宝，别理他，
我们还是先去天虚界吧。我不会用啊。你对着镜子说出想去的地方试试。去天虚界的浑圆圆。然后小烟宝就感觉有一股力量把他往镜子里拽，小烟宝一害怕就扯住了阎王，阎王也跟着被那股力量拽到了镜子里。你们两个怎么来的？这东西是真好用啊，比腾云的速度还快，眨眼间就能到另一个地方。这不是担心你吗？就过来看看。天道，怪不得浑圆圆的封印会松动，什么人都能从你天界到这里来。你谁啊？凭啥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？这就是灵界之主灵皇。我来是找你算账的。阎王，这是你领来的小娃娃，灵石把你的地府砸塌了，还带个人来找我算账。啊，没，灵石倒是没落到地府，我是陪烟宝来的。阎王，你怕他？他是灵界之主，你是冥界之主，各管一界，你怕他何来？这里的石头是没砸到地府，可是砸到人间了，把山都给砸坏了。还有这无上天灵的一缕魂魄跑到了人间，把我荣王府的魂魄给杀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你惹，使劲惹，最好把这位惹急了，以后去薅你灵界，那我天界就剩下了。我就说这无上天灵被封印在这里，这么多年都不曾有过异动，原来是你们人间动了无上天灵的那一缕魂魄，激怒了他。你们上面的妖魔看不住了，跑到人间祸害人，还不许还手，这是哪家的规矩？可真是气死宝宝了！我让你在这里倒打一耙！灵皇慌忙之中用灵力去打，灵皇的手腕一翻，从掌心就钻出雾来。天道赶紧打出一道金光，拦住灵皇的死灵归迹。灵皇，冷静，冷静，都是自己人，莫要动手。我打他就是自己人，他打我实在不说是自己人呢。哼，我看你们是自己人，我是外人嘛。你们要把无上天灵放出来对付我灵界，那你们是引狼入室。我们怎么会把无上天灵放出来呢？这都是误会，我们也不知道消灭了无上天灵的一缕魂魄会激怒了他。再说我们不下死手，燕宝王叔的魂魄就救不出来。天道，你们发现了无上天灵的魂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，而是擅自毁了那一缕魂魄？这事儿是我考虑不周。咋了？你心疼了？既然心疼，何必跟你哥哥争那个灵皇之位呢？假惺惺！小娃娃，你找死！但这时浑圆圆的封印又抖动了起来，有7、8块灵石掉落了下去。小烟宝迅速掏出玄圣天网扔了出去。烟宝，能不能把你这网在下面兜一会儿，在没把这封印重新封好之前别拿开。那你们倒是疯了，还等什么呢？都是你们惹的祸！如今再想把无上天灵封在这里，除非用屠仙清封印来加固这封印，否则谁都没有办法。生气有什么用？你我2人合力先把这道裂缝补上，不然再裂一下，这封印就破了。可是即使3人合力，也是勉强僵持。灵皇，你说的那屠仙清封印在哪儿？不找来，我们怕是坚持不了多久。即使能坚持住，我们也不能一直被套牢在这里吧？我若是知道在哪儿，我不早就去找了。那屠仙清封印都已经在3界消失数年了。除了屠仙清封印，就没有别的可以代替的东西了吗？我可以帮你去找。灵皇，有还是没有？如果有，烟宝说不定真能帮咱们找到。没有。那要是屠仙清封印和别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了，还能用吗？你见过屠仙清封印？那屠仙清封印和这藏宝图融为一体了，若是还能用，你就拿去用吧。而藏宝图一展开，万道金光就从藏宝图中迸发出来，金光径直射向浑圆圆。你怎么会有屠仙清封印？一句话2句话说不清，能用你就拿去吧。能用，太能用了。灵皇一伸手就把藏宝图拿在了手中，然后转手就拍在了浑圆圆上，藏宝图一下子就与浑圆圆融为一体了。浑圆圆里的无上天灵声嘶力竭地哀嚎了一声，天道几人收回了法力，就地盘腿而坐，开始各自疗伤。于是小烟宝也往地上一坐，有模有样的开始学着天道他们调息，最后都把自己给做睡着了。烟宝，烟宝，天道和灵皇呢？他们都回去了，我们也回去了。我帮了他们这么大忙，他们居然偷着跑了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你咋不叫我呢？天道和灵皇不让我叫你。那你咋不也偷着跑了呢？你们躲起来是吧？那我就把这里的灵力偷没了，看这里的封印拿什么去支撑。
固若金汤的封印没有灵力的支撑，开始有了松动的现象。浑渊渊这里一出现松动，就响起了异常的雷鸣和闪电，整个天界都被惊动了。老祖，不好了，浑渊渊又出异象了。红儿，燕宝和阎王有没有来紫薇宫找过我？没有，但是老祖，这次的异象可比先前的还要严重，南天门前都已经围了好多仙君了。我去看看。灵皇，你不是说已经彻底封印住无上天灵了吗？为何还会出现彩色闪电啊？诸位稍安勿躁，我去看看。灵皇一闪身就飞去了天虚界。小娃娃，你在干什么？快住手！燕宝，不可胡来！灵皇劈掌就对着小燕宝打了过去，但被天道拦住了。天道，你拦我做什么？你没看到他在偷灵力吗？涂仙清风印就是我给你的，我不想给你了，收回来不行吗？那涂仙清风印本来就是灵界丢的，你还回来就是物归原主。再说，那已经融为一体了，你拿得回去吗？好，我现在就把你放出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只报你的仇，不许威胁三界。好。哎呀，燕宝莫冲动，莫冲动啊！这无上天灵的话不能信呐！你别忘了，他的那一缕魂魄是谁毁的？我有动过那缕魂魄一个指头吗？我记得是你和阎王动的手吧？燕宝，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刚刚不是真的，但现在是真的了。燕宝反手就抓住阎王的手，浑渊渊里的灵力又开始往小燕宝的手里钻。灵皇双手运力，手掌心就开始冒出浓雾。天道冲过去拦住了灵皇，阎王也把手从小燕宝的手里拽了出去。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绝不能把无上天灵放出来。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？这小娃娃就是要把无上天灵放出来。如果燕宝要是想把无上天灵放出来，就不会把涂仙清风印拿出来了。燕宝，咱有事说事，别冲动，咱们几个内讧，无上天灵就坐收渔翁之利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帮了你们这么大忙，不说感谢也就算了，居然偷摸跑了，我荣王树的伤就白受了，没有一个人负责吗？你消灭了无上天灵的那缕魂魄，险些酿成大祸，还好意思要赔偿？哦，那既然是这样，我就自己给荣王树报仇，把这无上天灵放出来，让他来赔偿。你敢？哼，无上天灵，你可愿意赔偿？只要你放我出去，我赔，我把整个灵界都赔给你，让你当灵皇，你身上有灵族原始的气息。灵皇一瞬不瞬地盯着小燕宝，他怎么就没感受到这小娃娃身上有灵族气息呢？小燕宝的小手就伸向了封印，眼见着浑渊渊上的涂仙清风印图案在开始变得模糊，似乎要从浑渊渊上脱离。不要！你说怎么赔？天道也飞身过去，把小燕宝抱了回来。浑渊渊上的涂仙清风印图案就又出现了。难道这涂仙清风印还能再取下来？那些宝藏不就又有希望挖出来了？那你说吧，你怎么赔偿？那就赔你1万灵石吧。就是这石头？但不能拿这里的灵石。不要！居然有人不要灵石？要啊，灵石可是好东西，可比金子值钱。你若不喜欢，可以卖了换金子。那这1万灵石能换多少金子？于是阎王就伸出了一只手。1万灵石太少了，不行。那你说说，想要多少？10、20、30、100，100万吧。这是奔着抄家要的吧？不行，我们灵界的灵石库里也没有100万灵石。不行，那我就把这浑渊渊的封印打开，然后我把这里的灵石都拿走。别乱拿，我倾家荡产也赔给你。那好，现在就去拿，我跟你一起去拿，你别再跑了。赔你100万灵石可以，但是你得把这浑渊渊里的灵力给补回去，不然这封印不牢固。小燕宝像模像样的盘腿坐在地上，手心朝外，开始把他身体里的灵力往外放。但是他尝试了好几次，不但身体里的灵力放不出去，这灵力还从手臂往身体里面钻呢。大黄，赶紧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就扒你的皮做毯子。不然，你别动不动的就威胁我，我这不是出来了吗？你知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我吸进身体里的灵气放出去？不然，你这么聪明，怎么会忘了自己最擅长什么了呢？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废话怎么这么多？哎呦，主人，你可以用你的灵符把灵力给引出来呀！
哎呀，咋记糊涂了呢？忘了用符纸了。于是小烟宝睁开眼睛，把画符的东西从如意袋里面掏了出来，开始画符。你以为我的灵石是那么好拿的？还狮子大张口要100万灵石。如果今天不把这混元渊里的灵力补上，我今天就把你留在这里当封印。这位到底能不能把灵力补回来呢？这咋又开始画符了呢？难道是想用符来加固封印？如果烟宝不能把灵力补回来，恐怕今天就要免不了出现一场争斗啊！小烟宝把噬灵符贴在手掌心，闭着眼睛，开始把灵力往身体外释放。小花娃，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你是想要我的命吗？就见灵皇的灵力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自己的手心里钻呢。停手！停手！停手啊！小烟宝这才赶紧撤掉了噬灵符。烟宝，你不会是故意的吧？我不是故意的哈，可能是我画错符了。我真的是想把西西身体里的灵气补回混渊渊的。我把100万灵石给你，这混渊渊的灵力不用你补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我可是个说话算话的小孩子，说大做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于是小烟宝就拿起笔，又刷刷刷的画了一张符。灵皇看到小烟宝又画了一张符，拔腿就跑。小烟宝又把符贴在手掌心，聚精会神的开始把灵力往身体外释放。然后他就看到有灵力从他的手掌心往外涌。小烟宝感觉灵力释放的差不多了，他就散掉了噬灵符。这小娃娃难道真有灵族的原始气息？可是看着明明就是一个凡人，为啥能把我的灵力吸走呢？回来吧，该到你兑现的时候了。我给你灵石行，但是你以后不能来这里偷灵力。大大，这里的灵力是你的，这里也并不是你灵界的地盘吧？不是我灵界的地盘是不假，但是这里的灵力减少，封印会松动，无上天灵跑出来会是3界的劫难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来这里偷灵力。那好吧，我这就去给你拿灵石。不过，你拿得动吗？你就是把灵界都拿给我，我都能拿得走。灵皇嗖的一下就跑了，这咋动不动就打灵界的主意呢？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你拿。阎王，你知道怎么去灵界不？咱们也去看看。你们等着吧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天道也不等小烟宝说话，闪身就跑了。我是鬼吗？你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哼，你们以为你们跑了就没事了？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现在有炎日真元镜，我想去找你就去找你。小烟宝和阎王等了一会儿，也不见灵皇回来。不会是灵王不回来了吧？不会。他跟你说了，这么肯定？他都巴不得你赶快离开这里呢。要不是他不敢让你去灵界，他非拉着你一起去灵界取灵石。没说他也会回来。阎王的话刚说完，灵皇就带着一队人来了。小娃娃，灵石我可都给你拿来了，整整100万颗灵石，一颗都不少，你自己数数。我替阎宝数。哼，他可是有法力的，数100万灵石，那也就是眨眼之间的事儿。阎宝，100万灵石，一颗不少。阎王，你既然这么有眼力劲儿，就帮着把这些灵石扛回去吧。这点东西还麻烦不到阎王。小烟宝走到装灵石的箱子前，一挥小手，箱子就嗖嗖嗖的飞进了如意袋里。灵皇惊得张大了嘴巴，就这么点灵石，还用得着这么多人抬？都不够我如意袋装一脚的呢。灵皇啊，以后你还是多跟烟宝走动走动，也能让你和你们灵界的人长长见识。像你一样当狗腿子吗？烟宝，他骂你是狗。小烟宝的小眼眉一下子就立起来了，伸手就去掏灵符。灵皇撒腿就跑。小娃娃，我可没有骂你，是阎王挑拨离间。阎王，他到底有没有骂我？我替你数灵石，就是替你跑腿，对吧？小烟宝点了点头。那我就相当于是你的腿，那我是你的腿，你算啥？哼，灵皇，这个账我记下了，找机会一定得算。元宝，要不你用眼日真元镜试试？咱们去灵界找灵皇去，骂我也就算了，骂你绝对不行。小烟宝把眼日真元镜拿了出来，我要去灵界。可是眼日真元镜却没有反应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破镜子也不是那么好用。咱们也回去吧，去灵界的事还得通过天道。咱们不用镜子回得去吗？
小烟宝于是又把掩日真元镜拿了出来，回皇宫，然后有一股力量开始把小烟宝往镜子里拽。一落地，阎王就告辞回玉府了。皇上，小公主回来了。烟宝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一夜都没回来，也不给母妃传个音回来，可把母妃给担心坏了。大师兄没有告诉爹爹和娘亲我去哪儿了吗？定远将军说是说了，但是他就说天漏了，你和阎王去补天了。是你那个老徒弟说的，定远将军可没这么说。定远将军不是也没反驳吗？皇上，你也该上早朝了，我就抱着烟宝回慧兰轩了。蓝前帝一听，赶紧把小烟宝抢在了怀里。皇上，烟宝都已经一夜没睡了，这么小的孩子睡不足觉会不长个儿的。本来烟宝就比同龄的孩子长得小。烟宝若是困了，在金銮殿上，可以在朕的怀里睡。于是小烟宝趴在蓝前帝的肩膀上秒睡，蓝前帝抱着小烟宝就去上朝了。皇上，现在京中流言四起，又连连天降异象，就连出云峰都被劈为了两半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，请皇上三思啊！那你们是听信了这谣言了？皇上，不得不信呐！为了兰国的江山考虑，为了兰国的黎民百姓考虑，请皇上三思啊！小公主自从回宫，为兰国做了多少事情，你们没长眼睛看不见吗？若是没有小公主，现在这兰国恐怕都不存在了。坐在这把龙椅上的也不是朕了。几位老臣以头碰地，咚咚咚直响。主人，你快醒醒吧！又有人要你的小命了！你再不醒，这几个老家伙渴死在殿上，还得给他们立碑作传呢。有你的时候装死，这睡得正香的时候你又来话痨，谁敢要我的命？天大都不敢！皇上，荣王一家昨夜里被天上落下来的石头给砸死了。什么？不止荣王一家，昨夜京中还有好多户人家被天上落下的石头给砸死、砸伤。现在京中的百姓都为这皇城外请命，让我去补天不成？让皇上处死小公主。造反吗？天漏了，关小公主什么事？又不是小公主把天捅漏了。皇上息怒。大皇，发生啥事了？把我爹爹气成这样。哎呀，主人，我都说了，就有人想要你的命了，你还打我。烟宝，别怕，有爹爹呢，谁都动不了你。爹爹不生气哦，烟宝不怕。潘太和，我让你查的事，查的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刚顺着线索抓了2个人，还没审呢。那就带到大殿上来，朕亲自审。是，还不快去！皇上，那些围城的百姓怎么办？把这场阴谋背后的人找出来，那些百姓自己就消停了。潘太和转身就往金銮殿外走去。大皇，我错过了什么？百姓们为啥围城？主人，昨天晚上天上落下来不少石头，砸死砸伤了很多人呢。荣王一家一个都没事。小烟宝抬腿就要往殿外跑。烟宝，等潘太和把人带来，审完了再去。爹爹，你知道我要去哪儿？不知道，但无论去哪儿，等审完了人再去。爹爹和你一起去。潘太和就急匆匆地跑回来了。人呢？皇上，那2个人死了。你是第一天当差吗？你这锦衣卫指挥使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事都考虑不到吗？死了他啥？那就问鬼呗。烟宝，那咱们现在就去赵狱，你们也都跟着朕一起去。尤其你们几个老糊涂，听风就是雨，也不知道动动脑子。爹爹，那赵狱能装得下这么多人吗？要不把那2个人的魂魄弄到这里来审吧？小公主，那就得你去了，我是下不来。不要，我让黑白无常来呀，审完正好就带去地府了。小烟宝说着就扔出了一张拘鬼符。黑白无常上来了。老黑、老白来啦！我还以为你们没在地府呢，昨天没跟阎王一起出现。我们哥俩就是跑腿的命，哪儿有事就去哪儿。烟宝，这次找我们来是有啥事儿啊？小事，让你们带2个鬼魂下去。不过我要先审一审，麻烦你们先去赵狱，帮我把那2个鬼魂带到这里来。黑白无常答应一声，就闪身不见了。黑白无常去得快，回来的也快。烟宝，是不是他们？潘指挥使，是他们吗？潘太和一咧嘴，他只能看见黑白无常，也看不见还有别的鬼呀。小烟宝一看潘太和的表情，这才想起来，于是他就又扔出一张开眼符。大殿上的所有人就都看到了2个面容扭曲、嘴里不停地往外冒着黑血的男鬼。这回看见了吧？是不是他们2个？是，就是他们2个。主人，这里已经有人害怕了。
他们是人，怕鬼那不是很正常？尤其还亲眼所见这样的鬼。不是有人心虚了。蓝钱帝则是好奇的要命，说呀，快说呀，到底是谁心虚了？爹爹，你审吧，你想知道什么，应该能问得出来。我问，他们能听我的吗？没事儿，爹爹，你就问吧，有黑白无常和我帮你撑腰。两个鬼，报上名来。我叫白二，我叫王七。白二、王七，朕问你们，是谁杀的你们？我们是自杀。我搜过你们的身，你们身上并没有毒药，你们的毒药是哪儿来的？有人送来的。谁给你们送的药？最好说实话，不然可就是自讨苦吃。不说实话是吧？赶紧说实话！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是真不知道。那是谁指使你们造谣的？我们可以过去挨个看吗？可是两个鬼把两排的大臣都挨个看了一遍，都没有找出来人。没有。两个鬼点了点头。那你们知道那人叫什么名字吗？他说他是工部侍郎孟子由。你撒谎能不能撒得靠谱点？你知道孟子由是谁吗？跟小公主是什么关系吗？知道。蓝钱帝的脸色当时就变了。孟侍郎说他是小公主的舅舅，就因为他是小公主的舅舅，他才知道的这么多，这么详细。小公主是妖怪，为了不让兰国遭受天谴，他要大义灭亲。孟侍郎今天为何没有上朝？回禀皇上，孟侍郎家里昨夜也被天上落下来的石头砸了，孟侍郎的腿被砸折了，所以不能来上朝了。小银宝一听舅舅被石头砸了，就着急的从爹爹怀里要下来。银宝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我可不敢审下去。看来你们两个是挨打没够，还敢再撒谎。小公主，我们真没有撒谎，不信你把那个孟子由找来对质啊。是啊，我们愿意与他对质啊。这顿打先留着，我去把我舅舅接来，让他们当场指认一下，到时候再打也不迟，也让他们心服口服。然后一张传送符就离开了金銮殿。一会儿对峙，要是你们两个撒谎，我就直接把你们两个打魂飞魄散了。这小银宝去得快，回来的也快。孟子由是连人带床一起带到了金銮殿上。对，就是他让我们造小公主的谣。孟子由顺着声音看过去，差一点没给吓晕过去。他这是死了吗？你们可瞧仔细了，若是撒谎，必打得你们魂飞魄散。就是他找的我们。孟侍郎，你可有什么话说？皇上，你和众位大臣也都被砸死了。舅舅，你没死，我爹爹和众位大人也没死，这是在阳间，在金銮殿上。那他们是鬼，是被我叫到金銮殿上来的。他们在说啥？现在皇城外聚集了很多百姓，说燕宝是妖怪，天降大石，有异象频出，都是燕宝招来的灾祸。这谣言是你找人散布出去的。皇上，这不纯粹胡说八道吗？我是小公主的亲舅舅，别说小公主不是妖怪，就是妖怪我都得帮着瞒着，还会找人散布出去。小燕宝伸手从如意袋里掏出一张真女符。燕宝，你是不相信舅舅的话？哪能呢？我咋会不相信舅舅？他一摇手就把真女符给扔了出去，贴在了白二鬼魂的脑门上。小公主饶命啊！我真的说的是实话，就是他找的我们。大黄，你能听得到我舅舅心里想的什么吗？主人，听不见，不但听不见你舅舅心里想什么，在大殿上谁的声音都听不见呢。老黑、老白，你们还有啥办法没有？有啊，打呗！他们不怕魂飞魄散，就接着撒谎。燕宝，要不让阎王来，他有夜镜，一照就明白了。小银宝伸手就掏出一张拘鬼符，是专门拘阎王的符。阎王躺在床上，刚朦朦胧胧的有了睡意，就被一股力量直接给拽走了。阎王，事情有点急，没事先通知你一声，见谅见谅哈。无妨无妨，阎宝有事尽管随时叫我。张福，快给阎王搬把椅子来。阎王，把你叫上来，只想借你的夜镜一用。我是被你从床上给拽到这里来的，谁睡觉身上还会揣东西，咋会来得及带夜镜啊？阎宝，上来的太急，我身上有什么东西都没带，想看哪个鬼的一生，要不把他带到地府去看。阎王，还是我再跑一趟，帮你去把夜镜拿来吧。我去拿。你们两个干脆来阎宝手下做事算了，这怎么这么贱？我自己不会回去取吗？我之所以说让阎宝去地府看，是因为想借着这个机会在阎宝手里要点好处。你们两个可倒好，都给搅了。
黑无常很快就把叶镜拿来了。燕宝，你想照这2个鬼的哪段时间的事情？就是有人找他们合计陷害我的那段时间，看看到底是谁找的他们。至于哪天，你还是问他们2个吧。3天前的晚上，在白楼我们见的面，你们若是不信，可以去白楼查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。哎，用不着，你们2个站到镜子前即可。阎王在镜子上写了什么，然后一挥手，夜镜上面就出现了画面，一个背影很像孟子由的人走进了白楼，紧接着白二和王七也走进了白楼。他当时相中了一幅北朝书画大师的画作《春山图》，几次想买下来都被拒绝了。3天前的傍晚，管家去白楼取糕点的时候，听说那个收藏春山图的人要去白楼把春山图卖了，孟子由这才去了白楼。可是他到了白楼却未曾找到人，一打听说人还没来呢，他就要了一杯茶准备等等看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还是管家去找他把他叫醒的。2个鬼来到一个无人的雅间，坐在那里等，期间店小二还给沏了茶送了进去。过了大约有1刻钟，孟子由就进到了雅间里。孟子由与白二和王七交代的事情，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，而且孟子由还给了2个人1沓银票。那人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在等人的时候睡着了。难道我夜镜里面的画面会有假？我不知道你的镜子会不会有假，可那人不是我呀。来人呐，把孟子由给我绑起来。且慢。燕宝，这夜镜照出来的是每个鬼生前所做的一切事情，绝没有半点虚假。小燕宝点了点头，这一点他并不怀疑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拦着？你照的是白二和王七生前所做的事，又不是我舅舅的。燕宝，你的意思是把孟子由的魂魄拉出来照一照？燕宝，活人的魂魄被这夜镜一照，就再也回不到肉身里去了，你可要考虑好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燕宝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爹爹，我觉得这个夜镜里的人虽然长得跟舅舅一模一样，可是有可能不是舅舅。主人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大黄，你知道什么了？快说。主人，虽然夜镜里出现的那个人跟你舅舅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是他们腰间的配饰不一样。阎王，你把夜镜里面的画面再重新放一遍。阎王便又重新操作了一遍，画面转到了孟子由走进王七和白二所在的雅间，可他腰间的玉佩的确与真的孟子由不一样，是一块普通的云纹玉佩，甚至还略有些粗糙。舅舅，你发现没发现这夜镜里的人和你有什么不一样？各位大人都仔细看看，谁能发现其中的不同，有赏。没发现什么不一样啊？我知道有个地方不一样了，就是这个不一样。那镜子里的人佩戴的玉佩与我这个不一样。孟侍郎平时说话的时候，右手会不自觉地轻轻敲击，而镜子里的那个人说话的时候，右手一直背在身后。赏。多谢安大人。其他的大人就有点眼红了，也不管对错，都开始胡诌了。甚至还有人说闻到了镜子里那个孟子由身上有狐臭味儿。小燕宝笑的是前仰后合的。好了，这回你们猜猜这镜子里的人是谁？猜对了有赏。这镜子里的孟侍郎为什么右手一直背在后面呢？不会是没有右手吧？右手，我看见了。阎王，有没有办法看看镜子里这人的右手？于是阎王用手在夜镜上摩挲了几下，看，那人的手有6个手指。到底是谁在害我？安太和，给你3天时间，务必把这个人查出来。不知道是谁这么恶毒，这是一石多鸟啊。散朝以后，小燕宝把舅舅送回了府，府里边已经乱作了一团了，谁也没看见老爷是怎么失踪的。所以小燕宝把床放回原位，依然是谁都没有发现。来人呐，吵什么呢？都别吵，我好像听到老爷在屋里说话呢。孟夫人跑到床前，先是试探的去摸了摸孟子由的手，看看是冷的还是热的。我又没死，摸什么摸？啊，老爷，那刚刚你和床去哪儿了？莫不是咱家的床是宝贝，也会自己飞了？我刚刚去上朝了。啊！别白日做梦了，床咋能会飞？是燕宝把我和床带去金銮殿上的。舅母，是我太着急了，没有跟你说一声，就把舅舅和床带走了，你别生气哈。啊，不生气，舅母不生气。舅母知道你的难处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舅母，我先给舅舅支支腿，然后带我去看看砸舅舅的石头。昨夜郎中说，你舅父这腿，怕是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了，得3个月以后才能下地走路，变成啥样子还不知道。舅舅、舅母不怕哈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舅舅的腿落下毛病的。只管3天，舅舅的腿就能好利索，还会比以前更结实。
孟子由、孟夫人听到小烟宝的话，惊得眼珠子都瞪圆了。她从如意袋里拿出一颗丹药，让舅舅服下，然后开始用灵力给舅舅治腿。孟子由就感觉腿一下子就不疼了。半个时辰，小烟宝就收了灵力了。舅舅，你下床试试，看能走不？啊，这也太神奇了！神医，小公主是神医。要知道外甥女的医术这么好，把2条腿都砸折好了。舅舅，带我去看看砸你的石头。这石头也不是天虚界浑圆圆落下来的灵石，就是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山石。孟子由看着小烟宝皱着眉头问道：烟宝，怎么了？这石头还有问题吗？小烟宝点了点头，还没等他说话呢。师傅，你出宫怎么也不带我和大师伯一起出来啊？不叫你，你这不也是找来了吗？来的正是时候。师傅，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搬石头吧？小烟宝一抬手，大石头就被托在了手中。小公主神力啊！舅舅，昨天晚上你看到了这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昨天晚上天降异象，彩色闪电一道接着一道，我就出来看看，就听身后咕咚一声，我一回头，石头就滚过来了，想躲也来不及了，腿就被压在石头下面。这么大的石头从天上落下来，那得砸出多大的坑来，还能平地滚？小烟宝把大石头扔在地上，咕咚一声。对，大师兄，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这石头根本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舅舅，你的腿也治好了，我就走了，去别的被砸的人家看看去。小烟宝说完，就扔出一张传送符，带着大师兄徒弟离开了孟府。小公主啊，荣王一家死得好惨的。小烟宝伸手就要去掀白布，小公主，还是别看了，太惨了，我怕吓着你。没事，我不怕。小烟宝说着，伸手就掀开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。小师妹，还是别看了。多大仇多大怨呢？莫子修的眉头一皱，让子虚道长挡着小师妹，而他去验尸了。砸的可真准，都砸头上了。大师兄和徒弟不让小烟宝看，小烟宝就让大黄替他看。于是大黄描述的比小烟宝亲自看都详细。大黄，你上辈子不会是仵作吧？主人，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。老人家，你带我去看看那些石头，然后跟我详细说说。老仆人就把小烟宝领到了其中的卧房，床上还残留着血渍呢。莫子修的眉头就一蹙，这石头怎么像是摆放在床上的？官府里的人动过这石头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师傅，你说这石头是不是长眼睛了？专门往有人住的房间砸，还专门在床的上方砸。我总觉得这石头是被人砸下来的。他要带着大师兄和徒弟去了城中其他被石头砸到的人家。小烟宝三人把京中所有被石头砸的人家都走了一遍，有砸鸡窝的，有砸狗窝的，还有砸茅房的。小烟宝原本是想传音问问天道的，可是传了几次音，天道都不曾回一句。于是小烟宝拿了一块落在了一户人家院子里的石头，带着大师兄和徒弟又回到了荣王府。师傅，你拿着石头干嘛？不会这石头值钱吧？值钱，这石头比金子都值钱。师傅，你咋不早说呢？师傅，这里的石头可得给我2块。子虚，回来，你师傅逗你的。可是子虚道长就像是没听见一样，这脚步啊停都没停，直接冲进了屋子里。大师兄，你别管他，子虚就是个财迷。我去找天道问问，这石头是不是天界上掉下来的，一会儿就回来。镜子镜子，我去紫微宫。掩日真元镜里的力量把小烟宝拽进了镜子里。等子虚道长费劲巴力地抱着石头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，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师傅，大师伯，别喊了，你师傅去找天道去了。子虚道长一屁股坐在了石头上，开始生闷气。小烟宝举着石头出现在紫微宫，把童儿吓得不轻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小屁孩，边去！我是来找天道的。天道呢？你说我是小屁孩，你没看看你自己都没有蹬腿高吗？老祖，那个人家的孩子又来偷东西了。再说我偷，我砸你！这里是紫微宫，不是你人间的皇宫。看到小烟宝手里举着石头，眉头就蹙了一下。这是要来砸我紫微宫？你这里可都是宝贝，砸了那不可惜喽，就是拿走也不能砸呀。
这天道脸上的肉就跳了一下，真拿他是冤大头了。我是来找你算账的。我又欠了你什么账啊？你们天界的石头把京城里的百姓砸得死的死，伤的伤。你说我不找你算账，找谁算账？你拿着出云峰的石头来讹我？你肯定这石头不是从天界上掉下去的。哼，你在天界找找，若是能发现1颗这样的石头，我紫薇宫里的东西你随便拿。别不是我去查的时候，你用术法把这天界上的石头变了样吧？把眼日真元镜拿出来。那镜子已经是我的了，别想抢回去。眼日真元镜可以把任何东西送回原来的位置，让石头回到原来的地方，你就知道我是不是骗你了。真的？天道点了点头。你若是骗我，我就把你这紫薇宫都给你搬走。你告诉我怎么用就行。天道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让小银宝把镜子对着石头，送石头回它原来的地方。天道的话音一落，这石头就钻进了镜子里。这眼日真元镜不只能带人上天入地，还能还原事情的真相。小银宝的眼睛唰的一下就亮了。那如果一个人假扮另一个人，这眼日真元镜能不能照出那人的本来面目啊？就是一堆骨头变成人形，眼日真元镜也能把他一身皮给照化了。那若是这个假扮的人在镜子里，眼日真元镜能照出来他的真面目吗？天道听得有点糊涂，这镜子里的人用镜子照镜子，他还真没试过。就是阎王的夜镜里的人是易容的，眼日真元镜能不能照出他易容前的本来样貌？能，必须能。谢了，我今日就不跟你讨东西了，改日我再来看你哈，走了。小银宝对着眼日真元镜说了一声回荣王府，就钻到了镜子里。感情你不薅我东西就是对我的感谢了，看来这位今日又想薅点东西走来着。小银宝回到荣王府的时候，潘太和正好领着一帮人过来，他是来找荣王府那个老仆人的。潘指挥使，你找荣王府的老仆人做什么？据说荣王府的这个老仆人右手是六指。小银宝听到潘太和的话，不由得一惊。哎，为什么这么久老仆人一直没出现？去哪呢？潘太和对着跟来的锦衣卫使了个眼色，锦衣卫就去找人了。可是把这府里都找了一遍，没有找到老仆人。潘指挥使，你确定这荣王府的老仆人是那个夜镜里的人？是谁，我们还无法确定。现在只是把右手六指比较可疑的人都找到问问。既然不肯定，也没找到，你们就都回宫里等着吧，一会儿就知道那个六指的人是谁了。小公主，你找到夜镜里的那个人了？你们回去等着就行了。小银宝也没有过多的解释，拿出眼日真元镜，说了一声去地府，就钻到了镜子里。小银宝这次没有阎王给他的牌子，结果来到的不是阎王殿，而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到处黑漆漆阴森森的。大黄大黄，我现在是来到了什么地方？结果大黄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什么人竟然敢闯入幽冥禁地？你是谁呀？出来说话，别鬼鬼祟祟的。哼，数万年来还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说话。那你是只老乌龟喽？小银宝的话音刚落，一股威压就从头顶上压了下来。小银宝伸手用灵力去挡，可是居然没挡住。如意金钱嗖的一下从如意袋里飞了出来，把小银宝头顶上的威压悉数收进了风筒里。小娃娃，你到底是何人？我是燕宝，你是谁？一大把年纪了，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这是欺负小孩子。我欺负你？是你先闯入我幽冥禁地的，还居然敢骂我！我没一下拍死你，就算你命大。我哪有骂你？不都说千年王八万年龟吗？是你自己说的，你活了数万年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娃娃，我倒是不急于打死你了。那正好我今日还有急事，你就先放我离开这里呗。数万年来，凡是进入这幽冥禁地里的人，不只是人，是任何生灵，是再无可能出去的。哎呦喂，天道，是不是你操纵着炎日真元镜把我带到这里来的？想借着别人的手除掉我？哼，想都甭想！你若是觉得这里待着太没意思，你可以出去呀，干嘛要把我留在这里呢？我可是上有爹娘下有徒弟的人，不能留在这里。出是出不去了，这里关的都是无法超生的恶灵，只能进不能出，我也出不去。
他拿出2张传音符，一张传音给天道，一张传音给阎王。但是这传音符的音波只在眼前转悠了几下就散了。哎，万年的老头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幽影，若不是你问起，我都想不起我叫什么名字了。那你是看守幽冥禁地的，还是被关在这幽冥禁地的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反正都是离不开这里。小银宝从如意袋里搬出一张桌子，又掏出很多好吃的。来，咱们边吃边聊。我告诉你有什么区别。小娃娃，你认为一个活了数万年的生灵还会吃这些东西吗？是你不吃的，隔壁怪我小气，你不吃我可要吃了。幽暗中冒出无数只猩红的眼睛。小娃娃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激起了这些恶灵的恶欲，他们会把你都一起吃掉的。你们有想吃的吗？回答小烟宝的是一片刺耳的尖叫声。想吃可以，谁能告诉我怎么从这里出去，我就把这一桌子的吃食都给他。不过你们别想抢，你们是抢不。可是小烟宝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一个猩红的亮光就窜到了眼前。但还没等挨到桌子，如意棒就从如意袋里飞了出来，直接把那道亮光给揍飞了出去。我就说不能抢，挨揍了吧？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就只有2只眼睛，是眼睛成精了吗？这些恶灵是被这些幽冥禁地限制了法力，只有2只眼睛还能呈现出实体，否则你以为你的棒子真能打得跑他们？哼，若不是本宝宝的灵力被限制，你以为我还会待在这里跟你废话？我不把你这破禁地炸个稀巴烂才怪。那些恶灵看一个一个上也进不了小烟宝的身，就一起扑向了小烟宝。如意金钱看无数只眼睛一起冲过来，就把方孔变大，把小烟宝和桌子罩在了方孔里。万丈金光刺的那无数双眼睛根本不敢近前一步，这如意棒呢，则是一阵猛抡，把那些恶灵打得惨叫连连的。小烟宝也借着如意金钱散发出来的光芒，看到了一个人。小哥哥，你是谁？也是被困在这里的吗？我就是幽影。幽影迎着如意金钱的光芒就走了过来，小烟宝的眼睛一眯，这家伙难道不怕如意金钱？小娃娃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闯幽冥禁地？我是烟宝啊，不是跟你说过了？那我就再正式跟你说一遍，我是云州县云台观的烟宝，医药盟的盟主，百花门的一门主，兰国的小公主。我师父是林疯子，还有别的，我就不一一跟你说了，怕吓到你。他觉得这小娃娃没说实话，而且他还从这小娃娃身上感受到了灵族的原始气息。你和灵族什么关系？现在还没有什么关系，不过以后会有关系。难怪你会拿出这么多吃食来，原来你是知道怎么唤醒这些恶灵的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我是人得吃饭的，不吃饭会饿死的。我又不是你这种万年龟，要你这么说，人类岂不是都能唤醒恶灵了？还说我是万年龟！他抬手就向小烟宝打出一掌，如意金钱就飞起来，挡住了幽影打过来的力道。你不放我出去，饿了还不让我吃饭，你这是欺负小孩子！凡是进入幽冥禁地的一切生灵都要接受惩罚，我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。幽影的双手就快速结了指印，然后地面上的符文就开始转动起来。随着符文的转动，地面开始剧烈的颤动，裂开一道道缝隙。裂开的地缝中开始往外喷射烈焰，将禁地照得一片通红。好你个万年龟，你居然用火烧我！这小烟宝一伸手就把石龙放了出来。你有火，我有水，还怕你不成？石龙腾空而起，一张嘴，一个水柱就喷射了下来。小烟宝为了不被火烤水焦，闪身就进了如意袋。由于小烟宝被火包围着，所以幽影并没有看见小烟宝去了哪里。水柱一喷下来，这火焰不但没有被浇灭，反而又变大了。石龙，别焦了，别再把你给炼了。石龙确实已经感觉到了炙烤，他竭力的躲开，可是这幽冥禁地飞不出去，他要变成烤石龙了。好，很好，在这里数万年，已经不知道吃东西是什么感觉了。今天可以尝尝烤龙肉的味道。刚才也是没有考虑那么多，这里是幽冥禁地，我肯定不是一般的火，不该放石龙出去的。主人，你不用担心我皮糙肉厚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你是皮糙肉厚，可这火不是一般的火，
别说皮肉了，就是铜铁都能化成水。主人，可以用赤雷火以毒攻毒，把这里的火给灭了。真的？不会像刚才一样越灭火越旺吧？那样使用可就真成烤龙了。主人，我看见过永寿天尊用赤雷火吞噬过别的火焰。于是小银宝就把装赤雷火的瓶子拿了出来，一从如意袋里出来，小银宝就把瓶盖打开了，赤雷火呼的一下子就从瓶子里窜出来，没多一会儿，烈焰就被赤雷火给吞噬完了。我这幽冥烈焰是你灭的，不行吗？然后他把装赤雷火的瓶子放进了如意袋，又一招手把石龙收进了如意袋里。怎么可能？数万年来没有人能灭得了我这幽冥烈焰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那就赶紧让我离开这里，不然你这幽冥基地被毁了，你可别怪我。小娃娃还没有蹬腿高，口气却大得很。老伙计，多少年都不曾吹过你了，今天也让你活动活动。幽影把笛子放到唇边，笛声就悠扬地传了出来。就看见这树上的藤蔓开始动了，张牙舞爪地开始向他伸了过来。小银宝又把装赤雷火的瓶子拿了出来，赤雷火一遇到藤蔓就自动分散开来，藤蔓随着笛声在赤雷火的烧灼下舞动得如同一条条火蛇。小娃娃就是小娃娃，能在这幽冥烈焰周围生长的藤蔓会怕火吗？而且越厉害的火越能让它生长得快，毕竟这可是火灵藤啊。这笛声还真挺好听的，让人越听越入迷，有种想与这藤蔓共舞的感觉。主人，主人，你不能再听了，再听你就会自己走进火海里，快把赤雷火收回来。小银宝一激灵，这笛声还能迷惑人心智，他赶紧晃动手中的瓶子，可是赤雷火这次好像感应不到他的召唤，居然没有回来。大雕，赤雷火不听话了，怎么才能把它叫回来？主人，我也没办法，不过你用你的符箓引一引，赤雷火感应到你的灵力，它或许就能回来。小银宝拿出一张符箓，把手上的灵力往里面注入了一些，然后就扔了出去。在符箓、如意棒、如意金钱的帮助下，赤雷火总算是脱离了藤蔓，飞回了瓶子里。这里的东西都是他控制的，咋能把他制服呢？他感觉这头突然猛烈一疼，小银宝尝试把灵力转移到脑袋上，头立刻就不疼了。就在小银宝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，这笛声突然一个急转弯，如意棒和如意金钱就飞了出去。如意棒和如意金钱一飞出去，小银宝就失去了保护。这笛声再次转了一个弯，所有的藤蔓就都伸向了小银宝。小银宝一闪就躲进了如意袋，藤蔓只能把如意袋卷了起来。而幽影一见小银宝不见了，就停下了笛声。幽影从藤蔓上把如意袋拿在了手里，伸手摸了摸这如意袋，里面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就随手把如意袋扔在了藤蔓上。幸好这万年龟不识货，不然把如意袋留在身边，我还不好出去呢。绝不可能，只有破解了地上的符文，才能离开幽冥禁地。这小娃娃只来了这么一会儿，是绝不可能破解得了的。幽影掐掐手指，明日就是月红之日了，他的心一下子就有些慌了。幽冥四怪，速速带着幽冥兵去搜查，务必给那个小娃娃找出来。幽暗中就只听见4声回答，然后这幽冥禁地就刮起了阵阵的狂风，幽影也一闪就不见了。主人，我听到了一个大秘密。秘密？你一天不是失踪就是睡觉，你能知道啥秘密？是看我进来了怕挨揍，想讨打而已。所以小银宝举着小拳头就朝零食堆走去，到跟前就给了大黄几个小拳拳。嘿，主人，你给我扛打了吧？你扛打了？不是我没打疼你。主人，这灵石能产生灵力，我就吸收了一点点的灵力，就能靠你打了。小银宝的目光一下子就亮了，大黄居然能吸收灵石的灵力。你吸一下，我看看。主人，我就能吸一点点的灵力，吸不进去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吸收灵力的？主人，我就是睡觉的时候抱着灵石睡的，然后梦里就吸了灵石的灵力了。小银宝盘腿坐在地上，闭上眼睛，不一会儿，小银宝的手里2块灵石就变成了没有任何光亮的黑石头。2块灵石变黑，他就再换2块，不停地吸收着灵力，直到灵力长到手腕处，他才停了下来。红月出来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红月有什么魔力吗？哎呀，主人，你非得打我吗？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跟你说了。
不然要想要离开这幽冥禁地，就得趁着红月出现的时候。这红月一出现，幽冥禁地里的所有恶灵都会沉睡过去，幽影也会法力全无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只要破解了这地上的符咒，就能够找到出去的办法。而红月出现的时候，这符咒是最容易破解的。小元宝翻了个白眼儿，大黄这话说的等于白说。主人，你画符是最厉害的，可以破解这些符咒，绝对难不倒你啊！我如果能顺利从这里出去，回去给你买肉骨头吃。小元宝拿出笔墨纸砚，开始画符。这次画符时，他的灵力用了10成。小元宝先试着画了一张破解符。小元宝落到地上，伸手就把如意带叫了回来。他刚想低头研究地上的符咒，突然身后传来咕咚一声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落在了地上。一连扔下来6、7个黑乎乎的东西之后，就再没有东西扔下来了。小元宝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主人别过去，这些全部都是恶灵。大黄，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是恶灵？主人，我是听那个幽影说的，那个红月之日都会有恶灵扔下来。小元宝不再犹豫，就把手中的符箓扔了出去。由于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，他再一次躲进了如意袋里。就见这地上的符咒迅速地转动起来，形成不同图案。大黄，你知道这是不是在破解符咒吗？至于别的，他就不知道了，所以他摇了摇头。就在这时，幽冥禁地上方的红月有了变化。那轮诡异的红月似乎感受到了解除束缚的力量，不断的涌动，它甚至开始颤抖起来。紧接着，红月中心出现了2个黑色的小点儿，像极了人的眼睛，而且这双眼睛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的扩大。原本如意袋外面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可现在却隐约听到阵阵低沉的咆哮声和尖锐的嘶叫声。小娃娃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在这里做了什么？小元宝嗖的一下就从如意袋里出去了。你若是早一点放我出去，就不会出现现在的情况了，怨不得我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能破解得了这里的符咒？就在小元宝不耐烦的想再解释一遍的时候，上空突然传来轰隆一声，幽冥禁地的上空撕开了一条裂缝。就在这时，那无数双猩红的眼睛像是离弦的箭一般射了过来。小娃娃，你闯祸了，你闯了大祸了！你若是把这些恶灵放出去，这3界都得被你毁了。他们出不出去关我啥事儿？我是必须得出去的，谁让你不放我出去？你若放我出去，不就没这事儿了？现在又来讹我，说我毁3界，我可不背这个锅，要找也是去找天道。谁让天道的炎日真元镜把我带到这里的？小娃娃，赶紧停止你的行为，不然这几个刚来的恶灵是谁也控制不住的，会把这里所有的恶灵都带出去。幽影一边说着，一边开始吹笛子。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这次灵力增加的缘故，幽影的笛声对他没有任何影响。笛声猛一拐弯，那几个新来的恶灵就被掀飞了出去。就在这时，幽冥禁地的上空又响起了轰隆一声，裂缝也随着这一声变大了一些。恶灵们看到裂缝变大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不顾一切的想往裂缝的地方冲。小元宝快速往自己身上拍了一张缩小符，然后一张传送符就扔了出去。就在他钻出裂缝的时候，又传出来轰隆一声，裂缝居然闭合了。要是他再慢一丢丢，他的小脚脚都得被这裂缝卡住。这个幽影好厉害呀，居然能用笛声把这裂缝给闭合，不愧是幽冥禁地的守护者。这要是换了别人来守着幽冥禁地，他是还真守不住呢。难道这红月亮只在幽冥禁地里出现？他又把阎王给他的那个牌牌拿了出来，然后眼睛一闭，嗖的一下，他就来到了阎王殿上。今天可是红月日，千万可别出岔子，否则3界可就要不得安宁了。最先遭殃的就是地府。阎王，你这是干嘛呢？纸多撑着了，像画绳呢。元宝，我还有急事，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。我不管你有什么事，但先把我的事办完了再走。哎呦，元宝啊，我真的很急啊，这是关系到3界的大事啊。这幽冥禁地要是被打开了，这3界就遭殃了。啥事都没有，我刚从那里回来。元宝，你真去幽冥禁地了？你怎么进去的？我才不想去那个地方，是天道的那个炎日真元镜把我带到那里去的。阎王撒腿就往幽冥禁地跑，他一直跑到幽冥禁地才停了下来。阎王先前派来的鬼差还都守在幽冥禁地外面，小燕宝出来的时候可没有看到这么多鬼差。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恶灵从里面跑出来？鬼差们齐齐摇头。我就说没事吧，你还偏跑到这里来看一看，耽误我的事儿。你们可看清楚了，
真的一个恶灵都没跑出来？绝对一个恶灵都没跑出来。幽冥禁地除了笛声传出来以外，就没发生别的什么事儿。那个，说，这幽冥禁地是裂开了一条裂缝，但没一会儿，它又合上了。那你们看到烟宝从里面出来了吗？他们是真没看到烟宝从幽冥禁地里出来。我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他们呀。阎王紧皱眉头，这恶灵到底从里面出没出来？我都说了啥事都没有，就是啥事都没有，你还不相信我？那烟宝，你能告诉我，幽冥禁地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吗？那些红眼睛要吃我的事儿就不用说了，反正他们也没吃得了我。剩下的就是我用符咒破解了幽冥禁地的符咒，红月亮就消失了，上面就出现了裂缝，里面的恶灵就想从裂缝里逃出来。但是吧，幽灵一吹笛子，那裂缝就又合上了。放心，一个恶灵都没跑出来，我在裂缝合上之前跑出来的，都差一点把我的脚给夹住，没有恶灵跟出来。烟宝，你确定真的一个恶灵都没有跟出来？我说没有就没有，赶紧回去吧，我还有事找你呢。你们几个今天就在这儿守着，有什么状况赶紧跟我禀报。然后他才跟着小烟宝又回到了阎王殿。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已经辰时了。啊！哎呀呀，爹爹和娘亲肯定在皇宫里急坏了，我也别在这地府里试了，赶紧回宫吧。烟宝，你来找我是有啥要紧的事儿？跟我回皇宫，到了皇宫再说。到了金銮殿上，看到了满朝文武站立两旁，这龙椅上却没有人。这时正好张福走了进来，他是来宣布退朝的。小公主啊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我爹爹怎么没来上朝？来，马上就来，我现在就去叫皇上上朝。张福说着就跑出了大殿。小公主，你去哪儿了呀？出了点岔子，不过现在都已经解决了。小公主，你是不是去抓那个6尺的人了？皇上驾到！烟宝，你到底是去哪儿了呀？怎么一夜都没有回来？我去找阎王了，但遇到点事儿耽搁了，所以现在才回来。帮别人忙也得顾着点自己，你还是个小孩子，得按时睡觉的。这是以为帮我忙了？小祖宗啊，你咋不说实话呢？你咋不告诉你爹，你差点毁天灭地了呢？我没给阎王帮忙，我是去找阎王帮忙的。不过还是阎王的错，找你帮忙你就麻溜来呗，磨蹭一晚上才来，害得朕担心女儿一晚上。张福，去搬把椅子来给阎王坐。阎宝，听潘太和说你找到了那个6指的人。暂时还没有，我去找阎王就是为了这个事儿。元宝，我若是知道那镜子里的6指的人是谁，我当时直接就告诉你了。阎王，还得麻烦你把那天的画面再放出来。不会你那夜镜又没带在身边吧？夜镜带是带来了，但是没有那2个鬼是没有用的。那我现在就把黑白无常叫上来，让他们再回去把那2个鬼带来。哎，还是我直接给他们传音吧，不用这么麻烦。小烟宝点了点头，这样就最好不过了。没一会儿，黑白无常就押着那2个鬼上来了。阎王为了让金銮殿上的大臣们都看得真切，把夜镜又放大了。小烟宝就把引日真元镜照向了夜镜。这镜子里的人怎么变了模样？是啊，怎么变样了？夜镜里的人穿戴没变，但是脸却变了样子。哎，这不是五皇子府上的幕僚吗？这一句话，金銮殿上直接就炸锅了。潘太和，速速去五皇子府里把五皇子带来。潘太和应了一声，转身就往大殿外走去。元宝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镜子里的人是谁，那我和黑白无常就回去了。阎王，你现在还不能回去，事情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呢。张福，你给阎王拿的椅子上有钉子吗？皇上，奴才哪敢给阎王拿带钉子的椅子呀？绝对没钉子的。阎王，你还在担心幽冥禁地的事？阎王见小烟宝自己说出来了，他也就不硬撑了，他点了点头。放心吧，幽冥禁地绝对没有事情的，出了什么事情我担着，就算是恶灵真的跑出来了，我也能把他抓回去。好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真出了什么事儿，可就你自己去评吧，别拿我问罪就行。幽冥禁地有什么异动，立刻向我来禀报。黑白无常答应了一声就回去了。五皇子叶泽锦被潘太和急匆匆地带到金銮殿上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父皇，不知道你这么急匆匆让人叫儿臣来是有何急事？泽锦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
父皇，不知道儿臣犯了什么错，惹得父皇这般生气。你自己看吧。阎王一挥手，夜镜上面就出现了画面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阎王吗？怎么还坐在了金銮殿上？小皇妹的本事在京中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能上天入地，驱鬼捉妖。难道是小皇妹把阎王驱上来的？五皇兄可认得镜子里面的人吗？他抬眼往镜子里一看，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。楚萧不是说他易容成了孟子由的样子了吗？怎么这镜子里是他的真容呢？认得镜子里面这个人吗？回父皇，这人看着像我府里曾经那个幕僚。这人现在在何处？父皇，儿臣不知。在数月前，楚萧已经离开了儿臣的府邸。哦，离开了？为什么离开？可能是觉得儿臣胸无大志，另寻高就了吧。燕宝，有办法找到镜子里的这个人吗？有。他从如意袋里拿出了一张追踪符，然后伸手向镜子里捏了一缕那个人的命气，放进了追踪符里，就把追踪符扔了出去。潘指挥使，你跟着这张符就能找到镜子里的这个人。潘太和转身就追着符箓出去了。叶泽锦的眼皮微微跳了一下。燕宝，要不咱们也跟去看看吧？好，那就一起去看看。燕宝，等等，父皇也跟你一起去。皇上带着满朝文武还有御林军呼呼啦啦的出了皇城，沿街的百姓被御林军驱赶着。皇上，为了兰国的江山社稷，一定要除了小公主这个妖孽。都城，让你的人把这些胡说八道的百姓都给朕逮起来。皇上，都抓起来，都抓起来。爹爹，这些百姓都是被蒙蔽了，受人鼓动而已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等抓到那个六指的人，真相大白了，他们就明白了。皇上，我觉得小公主说的不无道理。那就依小公主所说。就这样，众人跟着火苗来到了荣王府。难道荣王府的那个老仆人，就是镜子中的那个六指人？小师妹，我和子虚是见过荣王府那个老仆人的，他并不是镜子中那个人。泽锦，你府上的那个幕僚转投在了荣王门下。父皇，自从楚萧离开以后，儿臣再没与他有过联络，所以他投在了谁的门下，我并不知道。蓝晴帝闻言，这眉头就是一蹙。别管是谁，咱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蓝晴帝已经吩咐官府的人把荣王一家人的尸体收敛，送去春露寺埋葬，这也算是他给荣王的恩赐了。潘太和带人去搜，看看那个人在不在。不用搜了，你们看那里。阎王说着就指向了西南侧的一口水井。什么也没有。你不会说那人在井里面吧？准确的说，是那人的尸体在那个井里。潘太和急急忙忙的跑向了那口井。小银宝暗暗叹了口气，又给弄死了。死了怕什么？对于我师父来说，死人和活人没啥区别，该问什么一样问什么，何况阎王还在这里。叶泽锦的脸上闪过一抹异样，稍纵即逝，没有人发现。皇上，这井里面确实有一个人。阎王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人死了？你从镜子里捏出那人的一缕命气，我就觉得有些不对了。难道你从夜镜里捏出来的命气只能是死人的？不是，只是你捏出来的命气是死人的。哦。这时潘太和已经指挥人把井里的尸体捞了上来。潘太和检查完禀告道：皇上，就是镜子里的那个人。燕宝，这神鬼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爹爹放心，这不阎王在这儿呢吗？他会帮忙的。燕宝，那让父皇看看那个鬼在哪儿呢？师父，也让我看看，我看看这个鬼到底长什么样。小公主，也让我们看看。阎王，那就麻烦你了。燕宝，你要看这个鬼生前的哪个画面？五皇兄，这个鬼是啥时候离开你王府的？几个月前。几个月是哪个月？哪天哪日哪时离开的？父皇，儿臣真的记不清了。那就先看看他是怎么死的吧。阎王一挥手，夜镜上面就出现了画面，几个蒙面人把楚萧堵在了一个巷子里，夜镜里传出了楚萧的声音：是五皇子派你们来杀我的吗？这是什么镜子？这是在诬陷我。这是夜镜，可以照出每个鬼生前所做的一切事情。你这是在说我一个堂堂的阎王在诬陷你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受了谁的指使？你一个阎王，地府的事还不够你管吗？还跑来人间多管闲事。元宝，他说你指使我冤枉他。泽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爹爹先别生气，等看完了再说。那几个蒙面黑衣人并没有回答楚萧的话，上去就把他控制住了。
楚萧虽然会易容，但是武功并不怎么样。在那几个黑衣人的钳制之下，他连挣扎逃跑的机会都没有，就硬生生被几个黑衣人给掐死了。这几个黑衣人把尸体装在了麻袋里，扛回了荣王府，扔在了井里。就凭这个画面，就凭楚萧的这一句话，就可以诬陷这事儿是我干的。楚萧，你为什么说杀你的那几个人就是五皇子派去的？因为五皇子怕事情败露，就想杀人灭口。鬼话连篇，鬼话连篇，鬼话一声能信的吗？那你说说，五皇子让你干什么事了？可是楚萧的鬼魂根本就不搭理蓝前帝这个茬儿。我爹爹问你话，你没听见吗？他这一拳打在楚萧的鬼魂上，把楚萧的鬼魂打得都差一点虚影了。别打了，我说，是五皇子让我去扮成孟子由的样子，找人造小公主的谣，说小公主是妖孽，会给兰国带来灾难。叶泽锦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父皇，我无话可说，鬼的话本来就不可信，我怎么可能去造小皇妹的谣呢？我不知道这鬼是受到了谁的指使，为什么要这么陷害我？师傅，他不承认不要紧，把你的陈宇符给他贴上一张，什么话都招了。泽锦，你若是现在肯说实话，朕看在你母妃的面子上，会留你一命。叶泽锦一听父皇提到了母妃，这脸上的表情就变了变，他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。母妃，你若是活着，儿臣定不会受到今日的冤枉，也不会任谁都能来欺负儿臣。五皇兄，是你先让人造我的谣，现在反过来说我欺负你，你可真会倒打一耙。那要不要我把五皇兄的母妃叫上来替你说说情？你们不要伤害我母妃！大皇，你知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？哇，主人，瓜，大瓜呀！快点说，别磨蹭。主人，五皇子的娘曾经是你爹最喜欢的一个妃子，因为替皇上挡了一刀而香消玉殒了。五皇子的娘在临死前向皇上求了一个恩典，就是五皇子在今后无论做出什么，都要让皇上留他一命。但是皇上不知道的是，当初的那个刺客就是五皇子的母妃安排的。蓝前帝平地一个踉跄，赶紧给皇上搬把椅子来。皇上，您是不是累了？蓝前帝一摆手，他还要继续听大皇说呢。是五皇兄的娘亲安排的，那为什么还把五皇兄的娘亲给刺死了呢？我也不记得，不知道为什么你五皇兄的娘突然就改变了主意，或许是良心发现了吧。那五皇兄的娘亲为什么要找人刺杀我爹爹呢？哎，不然呐，说起这个那就有点说来话长了。主人，你五皇兄的娘亲本来就是被送到宫里要刺杀你爹爹的，他没被送入宫之前就已经有了意中人了，就是刺杀你爹爹的那个人。楚萧，你把帮着五皇子做的那些事情都说一说。楚萧一边说，也往一边把画面从夜镜里放了出来。看着夜镜里的画面，蓝前帝气得浑身发抖，脸色铁青。皇上，小心龙体！来人呐，把叶泽锦押到诏狱天子1号房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呀！那鬼就是胡说八道，这些事儿儿臣都没有做过。母妃，你快回来看看儿臣吧，儿臣冤枉呀！儿臣真的冤枉呀！把他的嘴堵上，拉下去，拉下去！父皇，难道你忘了母妃临死前对你说过的话了吗？蓝前帝的眸子猛地缩了一下。无论是谁敢害燕宝，朕都不会留着他。父皇，母妃可是为了给你挡刀死的，您答应过母妃的话不能不算数，你可是皇上，一言九鼎。哼，朕答应你母妃的时候还没有燕宝，凡是关于燕宝的事，朕可以随时改。父皇，你看看你现在哪还有一个皇帝的样子？哪朝哪代的皇帝上朝会抱着小公主？这小公主一定是有妖法迷了父皇你的兴致。再敢胡说八道，朕现在就砍了你！爹爹且慢。燕宝，他这么害你，你还要为他求情吗？爹爹，无论五皇兄犯了什么样的错，但他毕竟是您的儿子，您不能亲自杀了他。小妖女，你少在这假惺惺的。若不是受你迷惑，父皇现在怎么能这么不明辨是非？蓝前帝挥刀就向叶泽锦砍去，还好小燕宝眼疾手快，一把就拉住了爹爹的手腕。你看看你，你看看燕宝，燕宝她多善良。她善良？她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妖女。爹爹，
我都不气，你气什么？还有好多事情没审明白呢，等审明白再杀也不迟。压下去！小女，妖女！潘太和去捂他的嘴，还被咬了一口。嘿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五皇子吗？你现在是阶下囚，你还敢咬我？元宝，现在我可以回去了吧？我还有几句话要问他。楚萧，我问你，荣王一家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是我砸死的。楚萧的魂魄话音一落，夜镜上就出现了楚萧拿着石头砸人的画面。最可恨的是，楚萧居然易容成荣王的样子，砸死了荣王的妻儿。楚萧，你到底与荣王是何仇何怨，以至于你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，还让他以为是被自己的爹爹砸死的，你真是太毒了。我与荣王本人无仇无怨，但是我与太后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太后都死了那么久了，人死债消，你到底与太后有何仇何怨，以至于非得杀害荣王一家才能解你心头之恨？若不是太后和于茂典那个混蛋，千儿怎么会遭受那么多年的车辱，又死得那么惨？他们害死千儿以及他的子孙，我也绝不会让于茂典的后人活着。莫子修挑了一下眉，千儿是姑姑的小名，这个楚萧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剩下的事就交给阎王吧，根据你们地府的律法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。等等，爹爹，我再问一句哈，楚萧，你与莫夫人有亲戚，还是有过命的交情？为啥要为她报仇？大臣们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个倩儿是莫夫人呢。或许于茂典才是需要被同情的人吧。楚萧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怎么不知道有你这号人？这位将军是莫夫人，是我姑姑。你就是莫家当年逃脱的那个孩子小修。楚萧鬼魂的话让莫子修眉头一皱。小修，我是萧子啊，我和我爹逃难饿昏在你们莫家门口，是千儿让下人把我们抬进了府里，还亲自为我喝粥。原来是你。楚萧的鬼魂就点了点头。莫家看着他们爷俩挺可怜的，正好莫家要找一个花匠，就把楚萧父子留在了府里。我虽然对千儿心生爱慕，可是我知道我配不上千儿。莫家发生变故以后，莫涛就把我和爹爹赶出了莫家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学了易容术，近2年才来到京城，被五皇子招进府里，都还未曾以真面目见过千儿，他就被于茂典那个混蛋给害了。小子，你的家人现在身在何处？可以告诉我，以后我可以照拂一二。我没有家人，我老父亲已经过世，我孑然一身。莫子修听完楚萧的话，不禁有一丝动容。行了，今天这事儿就到这里吧，各位大人都回去吧。大臣们散去以后，阎王爷开口：燕宝，这回我能回去了吧？等等，那我看你上次比较喜欢这几种药材，再送你一些。真给我？回去吧。这么好的药材，说送人就送人，还一下子送了这么多。不是送鬼，送谁也不行啊！这要是拿去卖，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。师傅呀，我没在你身边这么长时间，都不知道你白送给人家多少东西了。怎么嫌少？不，我是想问问燕宝还有没有什么事儿，要不我一起都给你办了。有事再找你，你先回吧。阎王乐滋滋的点了一下头，然后带着2个鬼闪了。燕宝跟父皇去一趟诏狱。爹爹，你还要亲自去审五皇兄？就是去看看。好的。蓝乾帝只让张福跟着，其余人都打发了回去。来到诏狱时，潘太和还没有离开呢。皇上，您这是来？所有的人都在外面等着。蓝乾帝就带着小燕宝来到了关押叶泽锦的天字1号大牢。父皇，儿臣真的是被冤枉的，那些事都阳生无关啊！蓝乾帝蹲下身，在小燕宝的耳边说了一句话。小燕宝惊讶地看了看爹爹，又看了看五皇兄。小燕宝有段时间不给人看清源线了，还不知道自己的灵力增长以后，这看清源线的本事有没有什么变化呢？小燕宝这次没有拿出符箓，而是用小手指凭空画了几下，蓝乾帝的眼前就出现了5颜6色的线。妖女，这绝对是个妖女！父皇绝对是被这个小妖女给蛊惑了。爹爹，你自己看。蓝乾帝接过小燕宝手里的镜子，一照，他的手就一哆嗦。奇耻大辱，奇耻大辱啊！父
父皇，你怎么了？这些是什么东西？小妖女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住口！不许再叫我父皇！然后就把手里的镜子摔了出去。还好小鹰宝用灵力把镜子接住了。爹爹，你生气归生气，扔我镜子做什么？这镜子可是宝贝，真摔坏了可没有第二个。宜妃，非把你错过杨辉不可。父皇，就算是儿臣做了错事，就算你不兑现曾经对母妃说过的话，也不能责怪母妃。母妃可是为父皇你挡刀而死的。小妖女，你害我还不够，还害我死这个母妃，我杀了你！要怪也要怪你的娘亲，是你娘亲害了你，还有你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爹。小妖女别走，把话说清楚，不然我就是死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那就到时候试试喽。张福看到皇上这么快就出来了，赶紧迎了上去。潘太和也迎了上去。皇上，微臣下手的时候麻利点，别让他太遭罪。毕竟他当了这么多年的五皇子。果然，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那是故事，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就是事故。龙王叔爹爹都能容得下，可是到了五皇子这里，爹爹却下了杀心。蓝乾帝头也没回，一甩袍袖，领着小鹰宝就离开了。潘太和足足弄了好一会儿，才转身见了赵玉。他在赵玉里一直等到天黑，也没等来皇上后悔的旨意。第二天早朝，蓝乾帝没有抱着小鹰宝上朝，一坐到龙椅上，就让张福宣了一道旨意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五皇子叶泽锦妖言惑众，扰乱朝纲，草菅人命，残害手足，结党营私，其行为大逆不道，罪不可赦。为正国法，肃朝纲，五皇子叶泽锦贬为庶民，追其母宜妃之责，剥夺宜妃封号，移除皇陵，挫骨扬灰。皇上万万不可！就算五皇子罪不可赦，宜妃已经入皇陵多年，还是为皇上挡刀而死，这样做会毁了皇上的一世英名啊！我是皇上还是你是皇上？谁若再有异议，一同挫骨扬灰！朝堂上的大臣们吓得不敢再说话了，却呼啦啦地跪了一地。张福一看这情况不妙，就偷偷溜去了后殿，告诉小太监赶紧把小公主请过来。小太监风风火火跑到了慧兰轩，跟惠妃说了朝堂上的事情。小鹰宝还在睡梦中呢。鹰宝，鹰宝，小鹰宝揉了揉眼睛，奶声奶气地叫了一声娘亲，把惠妃叫得心里甜甜的。你父皇要把宜妃从坟里刨出来挫骨扬灰，谁劝都不听，你去劝劝你父皇吧。我这就去看看。一张传送符就到了金銮殿上。哎呀，小公主啊，小公主，你倒是快一点啊！你回去吧。惠妃娘娘，求求你，让小公主跟我去一趟殿上吧。小公主现在已经到金銮殿上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啊！小鹰宝突然出现在了蓝乾帝旁边，蓝乾帝还是被吓了一跳。燕宝，你不是还在睡觉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做梦梦见了爹爹要刨宜妃的坟。燕宝，你也是来阻止我的？爹爹，我是来帮你刨坟的。皇上三思啊！爹爹，他们为什么阻止刨坟？明明一人。小鹰宝趴在爹爹耳边小声的耳语了几句，蓝乾帝点了点头，这样最好。你们都起来吧，这个事儿朕再考虑考虑。皇上，潘指挥使有急事禀报。宣他上来。皇上，五皇子，他昨夜突然暴毙而亡。那你就派人随便埋了吧。皇上，还有一事。说，皇陵那里出了点事，宜妃的坟墓昨天晚上突然裂开了。皇上，宜妃的坟墓无缘无故的裂开，这一定是不祥之兆，不祥之兆啊！哼，裂开了就裂开了，还省着刨了。求皇上还是赶紧收回成命吧！一定是九泉之下的宜妃得知了五皇子的事情，生气了。怕什么怕？不是有小公主的吗？各位大人不用担心，我这就去皇陵看看。小师妹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子虚在大殿外边，带着他一起去吧。于是小鹰宝又带上了子虚道长，三人乘着腾云去了皇陵。散朝吧。很快，小鹰宝他们就来到了皇陵。腾云一落下，小鹰宝就咦了一声。小师妹，怎么
怎么了？小烟宝摇了摇头，他只觉得这坟的裂缝不像是人为的。师傅，这儿的阴气有点重啊。坟地阴气不重，还能阳气重吗？他来这里又不是管什么阴气阳气的，他是来坟墓里取宝的。就在小烟宝准备用传送符进到坟墓里，看看里面的财宝有没有丢失的时候，坟墓的裂缝里突然冒出了一股黑烟。紫虚道长下意识地抱起师傅就要跑。跑什么跑？你师傅我还怕鬼吗？小师妹，快看！小烟宝看到那缕黑烟里飘出一个红色的身影，是一个漂亮的美妇。这女人不会就是一妃吧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自然是来抓你的。就凭你们？不用我们，我一个人抓你就够了。你不会就是害死我儿的那个小妖女吧？害死你儿子的是你自己，我可没害他。你自己做了什么事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红衣美妇一挥衣袖，一股阴风就刮向了小烟宝三人。小烟宝只是轻轻一抬手，那股阴风就被挡了回去。哼，果然是个妖女，能接住我这一击。师傅，这女人到底是人还是鬼啊？半人半鬼。啊，那是个啥东西啊？大黄，这个半人半鬼的东西是啥？主人，现在的宜妃已经是拔了，拔一出现必定会赤壁千里，所以大家都叫他旱魃。旱魃？师傅，不都是说恶鬼修炼1000年之后才能变成旱魃吗？这宜妃也才没死多少年，怎么就变成旱魃了呀？主人，旱魃的形成不一定就是恶鬼修炼1000年而成，还可以是怨念，或者是与恶灵的结合。那你说宜妃是属于哪一种？主人，我看不出来，你还是把阎王叫来问问吧。小烟宝把如意棒从如意袋里拿了出来。宜妃，人有人的，鬼有鬼的，你不去地府轮回，从坟里跑出来做什么？我死的时候曾经发过重誓，如若皇上敢违背他的誓言，我定要毁了他的江山。你还发重誓？你做出那种手势，还想保你儿子不死？你可真是好算计！宜妃被小烟宝说的恼羞成怒，直接就奔着小烟宝扑了过去。小烟宝没学过功夫，不会什么招式，就借着灵力抡。然而他抡了半天，一下也没打到宜妃身上。主人，你松开我，还是让我自己去打吧。小烟宝看出来了，如意棒是嫌他碍事儿了。如意棒立刻得以施展，开始追着宜妃打，可是仍然没能伤害宜妃分毫。小烟宝就从如意袋里拿出了玄阴镯，对着宜妃就把玄阴镯扔了出去。宜妃的身体就跟着晃了几晃，如意棒也趁着这个机会送了宜妃好几下呢。这把你能的，还要毁了蓝国的江山？你真是在坟里待久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可是就在小烟宝等着宜妃被吸进玄阴镯的时候，宜妃的身体突然就不晃了，一招反倒把如意棒打飞了出去。小妖女，你的宝贝还真不少，有什么宝贝你尽管拿出来吧，看你能奈我何。行啊，拿出来就拿出来，我就不信我如意袋里头这么多宝贝还对付不了你。于是他一股脑儿把如意袋里的宝贝都扔了出去，顿时黄明上空金光大盛，电闪雷鸣，把天界和地府都给惊动了。守南天门的将领慌慌张张地跑去跟天道禀报：天道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咋了？那人间的烟宝又来闯南天门了？他把天界又设了一道结界，现在就算是掩日真元镜也不能进来了。不是，是人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这动静大的震得南天门都直晃悠。不用管，只要不打到南天门来，都不用理会。他才不去多管闲事儿呢，到时候又给自己惹一身麻烦。阎王刚来到阎罗殿上坐下，就被从椅子上震了起来，黑白无常也被震得差点趴在地上。快去幽冥禁地看看。黑白无常跟在阎王的后面，急急忙忙地出了阎王殿，直奔幽冥禁地而去。可是到了幽冥禁地，却没发现有什么异常。这时又传来咕咚一声，阎王，好像是上面传来的声音。上面？你们两个悄悄上去看看，上面出了什么事儿？黑白无常答应一声就离开了。而黑白无常来到上面一看，哎呦喂，无数个宝贝围着一个红衣女鬼正在打。大黄，他爸这么厉害的吗？我这么多宝贝都打不败他。
他把如意袋里的符箓一把一把的往外扔，一飞的坟墓被炸了个稀巴烂。既然我拿不到，你也别想要，就都炸了吧。黑白无常看到这架势，都没敢跟小阎宝打招呼，掉头就跑了回去。没等进到阎王殿里，就开始喊上了：阎王，阎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人间出现了旱魃，阎宝与旱魃打起来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一个旱魃而已，阎宝能对付得了？阎王，你还是去看看吧。那个旱魃好像有点过于强悍了，阎宝拿出了很多宝贝，都打不败他。如果阎宝真的打不过，那他又得赖我没管理好地府，让人间出现了旱魃。我还是主动去帮忙的好，免得又被薅胡子。于是阎王带着黑白无常就上去了。来到上面，他就不由一惊，这旱魃是与恶灵结合了。还说恶灵没有跑出来，哎呀呀呀，糟了糟了！小阎宝此时如意袋里的符箓都已经扔得差不多了，可是还是没能打败于飞。阎王，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问你呢。阎宝，你有什么事尽管问。玄阴镯为什么对这个旱魃没有任何作用？玄阴镯只对鬼有作用，旱魃是半人半鬼，所以玄阴镯对旱魃没用。那旱魃怕什么？怕火。不过什么？说话还吞吞吐吐的。不过这个旱魃可能不怕火。你不是说旱魃怕火吗？但是宜妃又不怕火了，是因为她长得好看？因为这个旱魃是与恶灵结合出来的旱魃。恶灵？你不是说恶灵都在幽冥禁地里关着吗？这人间咋还出现了恶灵？那就得问问你自己了。幽冥禁地里的恶灵跑出来了？你怎么就知道他是幽冥禁地里的恶灵？前日才去幽冥禁地里闹腾了一番，今日就出现了恶灵结合体的旱魃。你说不是幽冥禁地里的恶灵，还是哪里的恶灵呢？凡是幽冥禁地里的恶灵，印堂上都会被印上幽冥禁地的禁印。你进过幽冥禁地，难道没发现吗？那我怎么能看到这个结合体的旱魃额头上有没有印记？他呀，非得搞清楚了不可，想甩锅给他没门儿。把旱魃的原型打出来就能看到了。那你打吧，反正不论是鬼还是恶灵，都是从地府里出来的。我也只能试试。阎王把阎王鞭抽了出来，而小阎宝当即就把所有的宝物都收了回来。阎王，怪不得这个小妖女能去地府的幽冥禁地，原来你们早就串通一气了。不过这对于我来说是好事，不然我还出不来呢。打！我倒要看看他额头上有没有那个印记。阎王啪的一下就把阎王鞭甩了出去，一下子就抽到了宜妃的身上，宜妃的鬼影一下子就被抽成了虚幻。小阎宝就看到了他在幽冥禁地里见到的那个黑乎乎贼丑的东西。不会是所有的恶灵头上都有一个金色的印记吧？所以这未必是从幽冥禁地里出来的吧？既然这恶灵是从幽冥禁地里跑出来的，那为什么又要与宜妃这个旱魃结合为一体呢？宜妃的鬼影很快就又回到了身体里，阎王这一鞭子真的是让他感受到了危险，他直奔着阎王打了过来。阎王再次挥动阎王鞭抽了下去，但是这次他的阎王鞭却抽空了，而宜妃反手一掌，差一丢丢就拍在了阎王的脑袋上。这一掌要是拍在脑袋上，非得把他脑袋拍碎了不可。阎宝，赶紧传音给天道，让天道过来帮忙，我一个人对付不了这个旱魃。小阎宝这下有点慌，这恶灵真就这么厉害？就在小阎宝给天道传音的时候，宜妃虚晃一招，眨眼之间就没了踪迹。这也没有多厉害呀，否则也不会跑。哎呀，阎宝，他哪里是跑，他是去制造灾害去了。小阎宝的第一反应就是宜妃跑到皇宫去杀人去了，所以他放出腾云，拉上阎王、大师兄、老徒弟就去追。师傅，我听说旱魃是喝人血的。你别问我，你问阎王，我对这个东西不了解。喝人血那些都是小事儿，他所到之处赤壁千里，河水会立即枯竭，所有植物全部枯死，所以对付这个旱魃是不能让他离开原地的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用防护符把它罩住不就得了？如果你的防护符能把旱魃困住，我就不让你传音给天道了。天道，如果这次你再装聋作哑的躲着，我绝对把你的紫微宫给你薅空了。小阎宝以为自己的腾云速度已经够快的了，可是连旱魃的影子都没看到。
所以伸手就从空气中捏了一缕旱魃的命气，放进了追踪符里。然后他把追踪符扔了出去，可是追踪符却拐了个弯，往皇宫的方向飞去了。坏了，一飞一定是去皇宫伤害父皇了。汤圆用最快的速度回皇宫。腾云翻了一个跟头就到了皇宫了，一落下来他就傻眼了，就见乾和宫门前的地上横躺竖卧着好几个宫女和太监。爹爹，爹爹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还有没有活着的人？出来一个！小银宝刚喊完，就感觉旁边的桌子帘动了一下。谁？出来！我，小公主，是我。我爹爹呢？这时蓝乾帝从床底下爬了出来。燕宝，一飞他咋又活了？还喝人血？小燕宝的小眉毛一挑，既然宜妃都来了皇宫了，没找到爹爹就走了，这好像有点说不通吧。刚刚来的根本就不是旱魃的本体，而只是旱魃的一个分身。天道，是你把那个旱魃的分身打跑了？要不是我及时出现，这皇宫里的所有人都得被旱魃的分身给咬死。旱魃？那个人明明是宜妃呀！爹爹，现在的宜妃已经不是人了，也不是鬼，她现在已经是旱魃了，不但是旱魃，还是与恶灵结合的旱魃。燕宝，你说这个旱魃是与恶灵的结合体？恶灵不是都关在幽冥禁地吗？数万年来都不曾跑出来过，这怎么突然跑出来了呢？哼，你还好意思问？我还没问你呢。我又没去幽冥禁地把恶灵放出来，关我什么事？要不是你的掩日真元镜把我带去了幽冥禁地，幽冥禁地的恶灵也不会跟着我跑出来。你说不怨你怨谁？现在的掩日真元镜在你手里，他带你到哪里去都是听从你的指挥的，怎么还能赖到我的头上呢？不是你故意让掩日真元镜把我带去幽冥禁地的。那幽冥禁地里关的都是恶灵，我让你去那里把恶灵都放出来，我是想毁了这三界吧？我是天道，不是魔道啊！那为什么掩日真元镜把我带去了幽冥禁地？我本来是去地府找阎王的。先别说镜子的事了，现在那个旱魃跑到哪里去了？得赶紧把他抓回来，否则三界还说不上要遭多少灾难呢。追丢了，还以为旱魃跑皇宫来了，我们就追回皇宫了。对，这家伙很狡猾。用掩日真元镜去找，我只是让你用它找旱魃，可不是还给你的。他用手在镜子上一抚，镜子上就出现了旱魃。现在的旱魃是宜妃的脑袋，恶灵的身体已经在几千里之外了。追，我放出来的，我就要负责把他再抓回来。阎王、天道和小阴宝三人直接穿进掩日真元镜，就去追旱魃了。而就在蓝乾帝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黑白无常赶来了。阎王和小阎宝去哪儿了？他们去追旱魃了。黑白无常掉头就走。二位差爷等等，阎宝让你们二位在宫中留一会儿，等他们回来。张福看着皇上，唇角抽搐，这皇上怎么还说谎呢？这时乾和宫外面传来了乱哄哄的声音。张福，去外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皇上，出了什么事啊？这外面怎么横七竖八的躺着这么多宫女和太监？贵妃，你得到消息了？他来是因为蕙兰轩里的花草突然一下子全部枯萎了，所以来跟皇上禀报的。那你为什么来找朕？皇上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您没事吧？外边怎么死了那么多宫女和太监？没事儿，他们都是犯了错，被朕处死了。然后他给张福使了眼色，张福赶紧向外面走去，找人去清理门口的尸体。皇上，燕宝呢？燕宝去帮朕处理事项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皇上，臣妾听说宜妃的坟墓裂开了，不会燕宝去皇陵了吧？张福领着一个人急匆匆的进来了。皇上，内务府总管有急事禀报。什么事？皇上，突然间御花园所有的树木花草都枯萎了，而且井里的水也都没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不但这宫中的花草树木枯萎了，就连井水都干了，这是出了什么状况？不会与宜妃的坟裂开有关吧？皇上，御林军统领有急事禀报。皇上，护城河的水突然一下子也都没了。蓝乾帝再也淡定不下去了，从椅子上站起来。都还没等蓝乾帝说什么呢，宫殿外又传来了声音：皇上，京城内所有的都枯萎了。
朕知道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皇上，现在京城内外突然出现这样的变故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皇上，这可不只是不祥之兆，这是灭顶之灾啊！现在京城里的百姓都乱成一锅粥了，都在说什么？说皇上违背了誓言，宜妃的坟才会裂开，兰国才会遭受天谴。一派胡言！大臣被吓得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。皇上，眼下只有让小公主降一场雨，才能堵住悠悠之口，阻止这场混乱。皇上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收到暗探的消息，京城内外好多地方出现了妖怪，专门和人血的妖怪。皇上，燕宝到底去了哪里？皇上，小公主到底去哪儿了？这事儿恐怕也只有小公主能解决呀。各位大人，你们可都是朝中的肱骨之臣，怎么什么事儿都指望一个小娃娃？那要你们何用？几位大臣被惠妃训斥得面红耳赤。小公主已经去捉妖怪了，等小公主把妖怪抓住了，这所有的怪事儿就都解决了。皇上，这么危险的事儿你也让燕宝去，他还是个孩子呢。爱妃莫急，燕宝不是一个人去的，阎王和天道也跟着一起去了。乾和宫内所有人就都望眼欲穿地盼着小燕宝回来。小燕宝和阎王、天道由掩日真元镜带着追上了汉魃。追上汉魃，天道首先画了一个大圈。汉魃看到小燕宝他们追了过来，也不与小燕宝他们纠缠，撒腿就跑。但是跑到光圈处就被撞了回来。燕宝，我现在只能暂时把汉魃困在这里，得快点想办法把汉魃制服了。天道，我们能用的法子都用了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哎，我没法子。你没法子，你当什么天道？堂堂一个天道连一个汉魃都治不了，这个天道，那你也干脆别当了。天道心道，这是普通的汉魃吗？这不只是个汉魃，他一把火扔出去就把这汉魃烧没了。宜妃，你在人间兴风作浪算什么本事？你有本事去天上，天上的那些神仙不把你打成肉泥才怪。好啊，你放我出去，我就不在人间闹腾了，我去天上。不可相信他的话。你说话算数吗？算数。好，只要你不祸害人间，你爱去哪闹腾去哪闹腾。小燕宝说着就拿出了一张符箓。燕宝，汉魃的话可不能相信呢。我帮你想办法。哎呀，我是真没有彻底制服恶灵的办法。小燕宝把送进如意袋里的符箓嗖的一下又拿了出来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但是灵皇应该知道怎么制服恶灵。那就麻烦天道带我去一趟灵界。哎呀，我怕带你去了灵界，灵皇反倒不肯帮忙了。那好吧，你自己去吧。如果灵皇不肯帮忙的话，我就去天虚界把无上天令放出来。人间没有好，谁也都别想好。天道没再说什么，一道金光就消失不见了。灵皇，就算是灵皇来了，又能奈我何？能不能奈你何？等灵皇来了就知道了。小妖女，你不帮我出去是吧？那我就冲出这个结界，去皇宫把所有人都杀了。汉魃说着就开始冲击结界，结界还真就被汉魃冲得开始晃动了。阎王赶紧把自己的手放到结界上，开始加固结界，可是他的法力微乎其微。小燕宝也伸出小手去帮忙，但结界还是不停地晃动着。眼看着汉魃就要把结界冲开了，天道，你快回来！只见他头顶上金光一闪，天道就回来了，当即就帮忙给结界加固了一下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灵皇呢？我是感应到这结界要破，先回来的。灵皇应该马上就到。天道话音刚落，天空中又划过了一道金光，灵皇落在了天道身边。找谁来，又能奈我何？我是奈何不了你，但不代表真就没有人能治得了你。灵皇，你快说，谁能治得了这个恶灵？我问你话呢，你快说呀！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若是能治得了这个恶灵，还找你们来干什么？小娃娃，你是不是吸收了灵石里的灵力？我吸收的是我如意袋里灵石的灵力，我可没去天虚界。你别扯东扯西的，现在是在说制服恶灵的事，到底谁能制服他？不用别人，你就能把这恶灵制服了。你少糊弄我！我已经把我能用上的宝贝都用上了，但是丝毫制服不了这个恶灵。你那些宝贝都是从别人那里弄来的，不属于你自己的宝贝，自然制服不了恶灵。在我手里，那就是我的宝贝。我没说那些不是你的宝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要用你生来就有的宝贝，才能制服这恶灵。那
我得回去问问我的爹爹和娘亲。小烟宝说着就要走，却被天道一下子就给拉住了。你知道我生来带的宝贝是什么？天道往小烟宝的眉心点了点。你说我眉间的那颗红痣，可我那颗红痣就对付你挺灵，能对付恶灵吗？原来你是被拿捏了，怪不得你一副狗腿子的样子。这事儿你知我知就好，干嘛非得挑明呢？让大家都知道了。不过只用圣灵光还不行，还得用我灵族的镇国之宝灵珠。说着，灵皇就从袖口里拿出一颗珠子来。这个灵珠只有拥有灵族原始灵力的人才能激发出它的威力，我都激发不出它的威力。你是灵界的灵皇，你都激发不出来它的威力，我不就更白费？等于你的话白说。我激发不出灵珠的灵力，是因为我没有灵族的原始气息，可是你有。灵珠一拿出来，汉拔就突然躁动了起来，疯了似的从结界里往外闯，结界又开始晃动了起来。灵皇手里的灵珠也开始在灵皇的手心里跳动起来。快，一会儿这结界就要被这恶灵给撞开了。说来也怪，灵珠一塞到小烟宝的手里，他就不跳了。这玩意儿怎么用？你把你的圣灵光放出来，照在这灵珠上，灵珠上就会出现符文，你就可以指挥这些符文。凡是被符文打到者，神鬼俱灭。阎王和天道听到灵皇这句话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。他把灵力运送到眉间，然后在心里默念了一句说，顿时一片红光从他眉间迸发出来。小烟宝手里的灵珠在圣灵光的照射之下开始熠熠生辉了。符文一出现，天道所布的结界立马就散掉了。而结界散掉，汉拔抽身就跑。百龟八结住！那些符文就好像是听懂了小烟宝的话，嗖的一下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，把汉拔围在了当中。汉拔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在符文圈内瑟瑟发抖。伊菲，你倒是跑啊！你若是再能跑出这符文圈，我就不抓你了。你爱去哪里闹腾去哪里闹腾。你以为这符文真能治得了我吗？只不过我头上的印记压制了我的法力，有本事你们把我头上的印记去掉，看我不把你们几个全部打扁。小娃娃，你可千万不能上他的当啊！灵珠，打他！给我使劲揍，把汉拔和恶灵打分开，我一个一个收拾。小烟宝一说完，符文就散发出无数道金光，打向汉拔，把汉拔打得在圈子里抱头乱窜。你就是把我打败了，我也不服。就算你拥有灵族的原始气息，你也是个胆小鬼，你不敢与我真正的较量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汉拔与恶灵就被符文给打分开了。最后，恶灵被灵珠的符文紧紧包围住了，无法动弹，彻底被制服了。阎王则是上去把汉拔用阎王鞭一顿猛抽，汉拔被打得蜷缩在地上一动不动。天道则是一挥手打出一道3倍真火，准备把汉拔烧死。等等，烟宝，你还想给这汉拔求情不成？现在还不能烧死他，这汉拔要当着满朝文武和全京城人的面烧死，不然他所带来的影响无法消除。这个汉拔就交给你了。这恶灵怎么办？这恶灵真是抗打，符文把他包裹得那么严实，他都没死。恶灵只能再送回幽冥禁地。为什么不弄死？还送回去干嘛呀？恶灵是弄不死的，只能关进幽冥禁地。那你们把这个恶灵送回幽冥禁地吧，我还要回皇宫呢，不知道皇宫现在乱成什么样子了。不行，你们这还真是赖上我了。好吧，那我去送。不行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们几个想干什么？烟宝，要想把恶灵再送回幽冥禁地，必须得等到下个月红月之日才能再送回去。掩日真元镜该还给我了。天道极不情愿地把掩日真元镜拿出来。烟宝，你是想让掩日真元镜带你去幽冥禁地？小烟宝拿着掩日真元镜刚要试，主人，千万不能试啊！即便是掩日真元镜真的能把你带到幽冥禁地，可是不到下个月的红月之日，你是回不来的。小烟宝嗖的一下就把掩日真元镜放进了如意袋里。大黄，一会儿回去我就奖励你肉骨头吃。主人，你这大饼还是别画了，不解饿。还是等到下个月红月之日再把这恶灵送回幽冥禁地吧，我现在还有要紧的事要办。烟宝，要不你把恶灵和汉拔一起都带走吧？行啊，我可以帮你们看管恶灵，但是你们得出看管费。那你说说看，你这个看管费怎么收？
你们就一人给我一件宝物吧，我不多要。三人听到小银宝这话，心里就一揪，疼啊！灵皇，就把这灵珠给我吧，反正在你手里也没什么用，你又不能激发出它的灵力。不行！小银宝把灵珠扔给灵皇，转身就走。那这恶灵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我不管了。灵皇把灵珠收了起来，没有了灵珠，他们灵界就完蛋了。元宝，有话好好说嘛。这个保管费的事儿，咱们再商量。元宝，要不你再选点别的？灵珠是灵界的镇界之宝，没有了灵珠，灵界也就不存在了。所以，这个确实有点难为人呐。你说你又激发不出他的灵力，给我你又不肯，可真是小气鬼。除了这灵珠，其余的什么都行。好吧，那我就换一个。给我一个随时都能去你们灵界的牌牌。这个也不行。小银宝这次彻底怒了，放出腾云，一脚就踏了上去。灵皇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难道你想白嫖啊？如果你再不同意的话，就让燕宝把恶灵送到你灵界去。你灵界多了个啥呀？冥界、天界，燕宝都可以随意出入，凭啥灵界就不能随意出入？这家伙怕是心里有鬼吧？各界有各界的规矩，灵界不允许别界的人随意出入，难道你们天界和冥界随意让别人出入吗？燕宝可以随便出入冥界。灵皇的眼眸狠狠地缩了一下，这两个可真是丢人。你若是不答应，那就让燕宝去把无上天灵放出来。无上天灵若是当这个灵皇，他肯定会答应。你们这是在逼我？就逼你，怎么了？你们这是欺人太甚！天道，你去过灵界，难道这灵界有什么排外人知道的丑事吗？这灵皇啊，估计是怕你抢他的灵皇之位。灵皇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对你这个皇位不感兴趣，我就是想去你们灵界把那些灵石卖了。如果你只是为了卖灵石，那我帮你卖。不行，这灵石我必须亲自卖。那你要说话算数，你去灵界就只是去卖灵石，不会打别的主意。我保证，我去你们灵界就只是去卖灵石。天道、阎王，你们两个可都听见了？到时候这小娃娃要是说话不算数，我可得跟你们说道说道。天道和阎王心想，这位说话不算数，他们干涉得着吗？还找他们说呢。拿着这块通灵石就可以随便出入灵界，小娃娃，你可要说话算数。我叫燕宝，云台观的燕宝，别总小娃娃的叫。剩下的事交给你们了，我回去了。等等，还想怎么样？再得寸进尺，就大家一起毁灭吧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这通灵石怎么用？用你的圣灵光开启它，然后就可以带着你去灵界了。你们的保管费呢？我们可是一家人，还需要保管费吗？要，必须要。俗话说，亲兄弟明算账嘛。让你们拍马屁也没省下吧？灵皇，你是格局小了。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的宝贝小烟宝随便拿。既然阎王这么大方，那就先记着吧。等哪日我去地府相中什么，我再拿吧。天道，你打算用什么宝物抵保管费呢？你想要什么样的宝物啊？想要一件能让这枯萎了的万物迅速焕发生机的宝物。燕宝啊，这生机拳也是天界的镇界之宝，和灵界的灵石一样，不能没有生机拳呐。那灵皇的珠子就1颗，可你这个生机拳不止就1滴吧？天道把手一伸，在他的掌心就出现了一汪泉水。虽然不是1滴，可是你看，这也不多呀。不多，那就都给我。天道吓得赶紧把手攥了起来。天道，如果你要是不让我装1瓶子生机拳的话，我就把这恶灵送到你天界去。为什么阎王的宝物你可以以后再选，而现在就非得要我的生机拳呢？因为现在需要生机拳呢。韩国现在一大半的地方都万物枯竭了，没有生机拳怎么办？就任凭老百姓饿死渴死吗？你不管，但我不能不管。拯救黎民百姓可以，那我帮你去拯救，这生机拳不能给你。也行。天界、冥界、灵界，你们3界每人看管这个恶灵10天，就到了下一个红月的日子。
冥界和灵界我替他们看管了，你们天界的10天，你自己带回去看管吧。凭啥？就凭他们给了我看管费了呀，你没给啊？我拯救了大半个蓝国的百姓，难道还抵不上这10天的看管费吗？你只是拯救了大半个蓝国，而我帮你看管10天恶灵，却拯救的是你整个天界，你说够吗？好，给你装1瓶子升级拳，但是拯救你们蓝国百姓的事儿，你自己去拯救。那拯救大半个蓝国需要多少升级拳？1000里之内1滴升级拳就能让枯萎的万物恢复生机。行，那我就灌满这1小瓶就行。蓝国的百姓我自己去拯救。那你得说话算话啊。我烟宝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。小烟宝刚把瓶子挨到天道的手上，那升级拳就开始往自己瓶子里流了。这升级拳是活的吗？哎呀，别灌了！天道手掌里的升级拳一滴也不剩，都流到了小烟宝手里的瓶子里了。你喊啥？你不说让我灌满1瓶子的吗？这1瓶子也没灌满呢。你这到底是什么瓶子？为什么把我的升级拳都给装了进去啊？是你那升级拳太少了吧？你赶紧把升级拳给我倒出来1半。小烟宝嗖的一下就把瓶子塞回了如意袋。你让我把瓶子灌满的，可现在瓶子都没灌满，你还让我给你倒回去1半，你堂堂一个天道，咋还说话不算数呢？天道，你也有今天，算起来算起去，却把自己算计进去了。解气，真解气啊！大黄，你说这个天道是不是个赖皮，欺负我一个小孩子？主人，你知道你拿出来的那个瓶子是什么瓶子吗？难道这个瓶子还能像如意袋一样能装万物？主人，这个瓶子不能装万物，但是它能装下所有的江河湖海，这是沧海之瓶。天道，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居然没看出来我这个瓶子是个宝物。你没看出来，这不能怨我，因为我压根就不知道，所以可不是我刚耍赖，到我手的东西再还回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小烟宝伸手把恶灵和旱魃收进如意袋。我还得回去拯救黎民百姓呢，我可没工夫在这儿跟你磨牙。小烟宝说完，踏上腾云，小脚一跺走了，留下在风中凌乱的天道。阎王看小烟宝走了，他也嗖的一下就闪鬼了。我是怕你的圣灵光，可是不代表我就没有办法治你。于是天道一甩衣袖，一块石头就落在了地上，然后天道才返回了他的紫微宫。皇宫内，京城里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局面都已经无法控制了。皇上，您先用这瓜解解渴吧。不过他还是拿起来一块瓜递给了惠妃。皇上，您看你嗓子都哑了，还是您先吃吧。朕还不渴，你吃吧。烟宝很快就会回来的，烟宝回来就有水了。皇上，你就别自欺欺人了，你都给烟宝一连发了好几张传音符了，烟宝都没有回话，他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，臣妾也不可。就在这时，小烟宝回来了。小公主回来了！蓝乾帝和惠妃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往门外跑去。烟宝，旱魃抓住了！烟宝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是不是遇到了大麻烦？娘亲，我哪里都没有受伤，所有的麻烦都解决了。烟宝，那就是把宜妃抓住了。抓住了。烟宝，能不能让你的石龙去降雨？小公主，快让神龙降些雨吧。是啊，小公主，快让神龙降些雨吧。小烟宝点了点头，但是又摇了摇头。烟宝，是神龙也降不了雨了吗？不是，是想要降雨的话，那就必须先把宜妃烧了，不然降雨也没有用。你们不是不同意抛开宜妃的坟，给她做骨阳灰吗？我就看你们这回怎么说。小公主，难道现在的这些怪事儿都是宜妃搞出来的？是的，宜妃现在已经成了旱魃，她所到之处必是赤壁千里，万物枯萎，水源枯竭，那些喝人血的妖怪就是旱魃的分身。小烟宝一挥手就把旱魃从如意袋里放了出来。烟宝，这个真是宜妃？那爹爹自己问问看。我变成这个样子都是拜你所赐，是你违背了你的承诺。你还有脸说？朕若是知道你做的那些事情，早就把你挫骨扬灰了。反正你是答应我了的，你是皇上，你就得一言九鼎。如今你反悔了，我就要让蓝国陪葬，我还要让你陪葬。宜妃说着就向蓝乾帝扑了过来。皇上小心！
小烟宝见宜妃扑过来，一掌拍出去，把宜妃拍出去很远。真是给你脸了，还敢对我爹爹动手了？小公主，这个怪物真是从坟里爬出来的宜妃？现在这个宜妃已经是汉白了，万物枯萎，水源枯竭，就是因为她从坟里跑了出来引起的。现在不止京城这个样子，大半个兰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你们还阻止烧宜妃吗？所有的大臣都不说话了。元宝，这个宜妃要在哪里烧？爹爹，就去法场吧，让全京城的百姓都去围观。好，就去法场。蓝乾帝话音一落，手下的官员就赶紧去布置法场了。蓝乾帝带着众大臣来到法场上时，法场上已经点起了火把。烧死他！烧死他！元宝，现在可以烧了吧？早烧早降雨。点火！打！普通的火是烧不死汉白的，得用我瓶子里的火。小烟宝说完就打开了瓶盖，一簇火苗当即飞向了绑在架子上的宜妃，瞬间宜妃就变成了一个火人儿，不一会儿就烧得灰儿都不剩了。小烟宝收回了赤雷火，随即就把石龙放了出来。石龙，我们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我们有救了！雨一落下，百姓们又都开始欢呼起来。蓝乾帝一脸的自豪，抱着小烟宝就打算回宫了。爹爹，你自己回去吧，我还得跟着石龙到别处去降雨。烟宝，要不父皇陪你一起去？不用的，爹爹，我很快就回来的。你回去给我好好陪陪娘亲就行。好，父皇和你母妃在宫里等着你回来。小烟宝放出腾云刚要走，师傅，我陪跟你一起去。小烟宝就带上大师兄和老徒弟，乘着腾云走了。师傅，让石龙降雨还用你亲自跟着吗？你告诉他去哪儿不就行了？石龙降雨也复活不了这枯萎的万物，我去用生机泉复苏万物。师傅，你又发现宝物了？那生机泉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里。师傅，你不是说兰国一多半的地方都已经赤壁千里了吗？这一小瓶水，泉能复苏所有枯萎的植物吗？应该能。其实腾云已经离开京城有1800里地了，于是小烟宝就把腾云落了下去，所落之处正是枯萎的农田。他从沧海之瓶里倒出一滴生机泉，生机泉啪嗒一声落在地上。1、2、3，小烟宝数到了100，并没有看到枯萎的庄稼有任何变化。师傅，这是谁跟你说的是生机泉呢？你不会被骗了吧？大师兄、子虚，你们2个先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这就去找天道问问。小烟宝说着就把掩日真元镜拿了出来。师傅，带我和大师伯一起去呗，让我们也开开眼界。子虚，小师妹是去办事，不是去玩的，别捣乱。大师兄，你想去吗？小师妹，你还是先去办事吧，快点把这枯萎的万物复苏了才是最要紧的。至于天界，等以后有机会再说。那好吧，下次我特地带你们去天界玩。去天界。话音一落，他就嗖的一下进到了镜子里。小烟宝并没有被镜子直接送到天道的紫微宫，只是落在了南天门外。守门的将领一见是小烟宝，赶紧去关门了。天道，你果然心里有鬼。天道，你给我出来！我数3个数，你若是不出来，我就把你这南天门斩烂！小烟宝这传音符可不止传音给天道，还传音给了整个天界。于是诸神就都赶来南天门想看个究竟。小烟宝数到3，见天道还真就没出来，他掏出一张符箓，对着南天门就扔了出去。轰的一声，南天门被炸得晃悠了一下。小烟宝一看符箓炸不开南天门，那他就只有用圣灵光了。他把灵力运到眉间，眉间的红痣就红了，然后一束红光就射进了南天门，直冲天道的紫微宫。这是圣灵光，外面的小娃娃到底是谁呀？天道被圣灵光刺得抱着脑袋直转圈，气得直咬牙。好啊，你竟然把我关在门外，看我不把你这紫微宫给你掀了！你怎么进来的？你真以为你那南天门能挡住我？烟宝是你呀，有话好好说，把圣灵光收起来。然后天道一回手就把紫微宫的门关上了。干嘛？要关门打狗吗？哼，那挨打的那只狗也是你。烟宝，你人间的事都处理完了？你给我的到底是什么水？为什么我滴下去，庄稼根本就没有焕发生机？不会吧，我那生机泉可是一滴就能焕发千里万物的生机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会不会是你这瓶子的缘故？要不我帮你看看？
他把瓶子递给了天道，天道的心里一阵狂喜。你不会是想把这升级权骗回去吧？哪会呢？我咋会骗你啊？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是不是你那瓶子的问题。主人，你的沧海之瓶绝对没有问题，有问题也是天道的问题啊！小银宝嗖的一下就把沧海之瓶放回了如意袋里。天道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升级权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然我就把你这紫薇宫都收走。小银宝说着就把灵力运到了眉间，他眉心的那颗红痣就又红了起来。哎呀，我是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要不你倒出来几滴，我帮你看看问题出在哪里。那我就倒出来几滴给你看看，倒在哪儿？到我手里就好。小银宝倒了3滴，看吧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有点少，看不出来呀。你就是想方设法往回骗这升级权呢。小银宝这样想着，又往天道的手掌心滴了2滴升级权，然后直接就把沧海之瓶放回了如意袋。你若是再说看不出来，那就问问这圣灵光答不答应。还好这升级权是可以再生的，虽然比较慢，但总归还是留了点种子。原来如此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但你别说是我瓶子的问题。不是瓶子的问题，是石头的问题。石头？你不会是说是灵皇给我的那块通灵石的问题吧？应该不是吧？到底是还是不是？我再瞧瞧啊，我再看看。不是，克制这升级权的不是通灵石，而是风泉石。风泉石？天道点了点头，然后一挥手，小银宝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块大石头，上面还写着风泉石3个字。小银宝仔细一看，这地方不正是他们抓旱魃的那个地方吗？这石头能克制升级权？一物降一物，这风泉石就是专门克制这升级权的，对普通的泉水还真没有任何作用。天道，我记得咱们抓旱魃的时候那里没有石头，这石头从哪冒出来的？哎呀，我应该换个地方扔石头的。我记得那里本来就有石头吧？大黄，那个抓旱魃的地方原来就有这块风泉石吗？主人，没有，这块石头是后来出现的。再说这风灵石也不是凡间的东西啊。好你个天道，为了想把这升级权要回去，你居然给我下绊子！要不是有大黄，我还真得被天道给糊弄了。好，糊弄我是吧？那我就让你狠狠肉疼。大黄，这紫薇宫里都有什么宝物？主人，这天上的东西对于凡间来说，每件都是宝物。可也是。燕宝，你找啥呢？现在找出克制升级权的东西了，你快回去复苏万物吧。小燕宝也不搭理天道，一挥小手，紫薇宫里的东西就开始嗖的往小燕宝的如意袋里进。燕宝，有话好好说呀。好好说，你在扔石头的时候想啥了？这位怎么知道那风泉石是我扔的呢？那一定是在诈我。燕宝啊，那石头可真不是我扔的，你冤枉我了。不过为了能让升级权尽快复活万物的生机，我去帮你把那石头弄走啊。行，我刚才不是给了你5滴升级权了吗？再用那5滴升级权把枯萎的万物复活了吧。小燕宝拿出掩日真元镜，拉着天道直接就钻进了镜子里，直接来到了庄稼地里。小师妹，可是问明白了那升级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？都是这天道搞的鬼，那就让天道来解决。师傅，你居然敢这么对待天道，可真是胆子够肥啊！幸亏我慧眼识珠，早就认下了这个师傅，不然以师傅的本事，现在哪轮得上我当师傅的徒弟啊？大黄要是早来几日，师傅都未必肯收下我。哎呀，庆幸，真是庆幸啊！燕宝，我解决。哎呀，但是你先松开我，不然我没办法把风泉石收起来呀。哼，这回你承认了那石头是你放的了。哎呀，要是天道不放石头，自己还找不出理由搬走半个紫薇宫呢。所以他还是赚了。天道一甩袍袖，就把风泉石收了回来。天道在滴升级权的时候，这手就抖了一下，这一抖不要紧，5滴升级权就都落了下去。但是天道暗中接住了3滴。天道，你不是说1滴就能焕发千里万物的生机吗？你为什么把5滴泉水都倒了出来？燕宝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一旦这升级权遭遇了风泉石的阻挡，就必须加倍才能再次激发它的神效。大黄，天道说的是真话吗？主人，我无法听到天道的心声，也没有看到他耍什么花样，可能真是这么回事吧。
如果我要是发现你骗了我，那我就把你这紫薇宫一锅端了。天道听得后背直冒凉风，升级拳滴落进土里，就肉眼可见的看到田里的庄稼都开始支棱了起来。师傅，你快看，绿了！小银宝没理老徒弟，他又不瞎，他会看不见吗？元宝，妈妈，我可是真没骗你呢。你回去吧，剩下的我自己去复苏。天道都没有再客气一句，一点头就直接回了天界。这跑的速度咋都跟阎王似的呢？不过你们跑得再快也没有用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升级拳好用了，小银宝就带着大师兄和老徒弟去复苏万物了。由于小银宝没看到天道暗自收起了3滴升级拳，所以小银宝就在每一个千里之外落下都是到了5滴升级拳，所有万物枯萎的地方都变得生机勃勃了。小银宝才带着大师兄和老徒弟回了皇宫。皇上，可能是下雨路不太好走，以往去玉泉山取泉水也没用这么长时间。爹爹，为什么要去玉泉山取水？难道宫里还没有水吗？小公主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你快劝劝皇上，先吃点东西垫垫吧。多嘴。爹爹，我看护城河里的水都满了，宫里的井水还没水吗？小公主，宫中吃喝用的水都是从玉泉山取来的，宫里的井水又苦又涩，皇上还等着取回来的泉水泡茶呢。要是宫中也有个泉眼就好了。泉水？天道给的升级泉不也是泉水吗？可以先用升级泉给爹爹倒出1壶来泡茶呀。张福，拿茶壶来。大王，那沧海之瓶里的升级泉能有多少？够不够我给爹爹泡1壶茶？哎呀，主人你可真是任性啊，居然拿升级泉来泡茶！蓝钱帝呀，蓝钱帝，你这是修了多少辈子的福气呀！有了这样的一个女儿，天道都不敢这么肆意挥霍升级泉的。主人，去烧了，给我爹爹泡茶吧。叶宝，这里面是水？是泉水。张福，快去烧来给朕泡1壶茶，朕尝尝。张福赶紧拎着茶壶就出去了。这外面的雨也停了，水也有了，就是不知道那些枯萎了的万物还能不能活过来了。放心吧，爹爹，明天早上醒来，所有的万物就都能焕发出生机来。燕宝，你这一天都没得歇着，今天晚上就别出去了，无论什么样的事都明天再说吧。啊！这时张福拎着烧好的水进来了。好香啊！皇上，您尝尝今天的茶怎么样？张福，换茶了吗？回皇上，奴才并没有换茶，还是往常您爱喝的贡茶。蓝钱帝轻轻地啜了一口，香啊。张福，说实话，这茶到底是哪来的？皇上，这茶真就是您往日喝的贡茶，只不过这水与以往不一样。他一仰脖，把一盏茶都喝光了。再给朕来1盏。蓝钱帝把一茶壶的水都喝光了，才停了下来。燕宝，你这泉水是从哪儿过来的？能不能告诉父皇？父皇就让工人去那里运水。从天道那里弄来的。蓝钱帝那颗期盼的心一下子就凉了。爹爹，这水很好喝吗？好喝，燕宝没喝过吗？爹爹如果觉得好喝，我哪天让天道在皇宫中弄1眼升级泉，专门给爹爹和娘亲泡茶喝。好，那燕宝你要尽快呀。哎呀，主人啊，你可真是啥话都敢说。升级泉是天道将无数精纯的生命力汇聚于掌心，并且经过凝练而孕育而成的，在别处根本就无法存在。主人，除非你把天道的手给砍下来。小银宝听完大黄的话，啪的拍了如意带1巴掌。主人，我又没说错，你打我做什么吗？你把我当成恶魔了吗？我就是那么一说，我凭什么砍人家天道的手？那这在宫中弄1眼升级泉的事就交给你了，你来想办法，大黄。大黄两眼一翻，直接就装死了。大黄，装死也没用，给你3天时间想出办法来，不然后果自负。主人现在真的是飘了呀，啥事儿都敢揽的。爹爹，最快也得3日之后。皇上，您又要让燕宝帮您办什么事？爹爹让我去找天道在宫中弄1眼升级泉，用来泡茶喝。皇上，您看看燕宝，这些日子都累受多少了？那么多工人从玉泉山运回来的水，还不够皇上泡茶吗？燕宝，这不是你先说要找天道在宫中弄1眼升级泉的吗？这咋反倒是赖在朕头上了呢？皇上，在臣妾把燕宝养胖之前，都别来慧兰轩找燕宝了。朕今晚去慧兰轩住。小燕宝捂着小嘴一阵偷笑。
哎呀，惠妃心里这个气呀，觉得这个皇上就是个狗皮膏药。第二天早上，小燕宝在半睡半醒之间就被蓝乾帝抱着上早朝了。皇上，一夜之间，这皇宫内的花草树木又都活了，而且比以前长势还好。原本开败了的花又都开花了，还都是双朵的，就连一直都没开过花的铁树都开花了。皇上，城外所有枯萎的农田一夜之间都又活过来了，而且原本就1岁的庄稼都变成2岁了。这宝贝女儿昨天晚上到底还是出去降丹雨了。哎，这真是个要强的孩子。你们昨夜有谁淋到丹雨了？皇上，昨夜的降雨停了以后没再下过雨，朕昨夜巡逻了一夜的。昨天晚上没看到彩色的云降下的彩色的雨吗？而且这彩色的雨落到身上还不会湿了衣服。皇上，朕可以肯定，昨天晚上没有彩色的云，更没有下彩色的雨，只有神龙降了一场雨之后就停了。这些大臣最近是没有什么八卦吗？说出来点，让大皇说说话呀。这生机泉要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好了，那样就可以让蓝国的粮食增产1倍，老百姓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蓝国就能成为粮食大国，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其他国家。于是小燕宝就把屏蔽大皇的结界打开了。主人，你这么欺负我，我就不告诉你沧海之平的秘密了。好你个大皇，居然有秘密不告诉我。燕宝，燕宝，醒醒，做梦打架了吗？哎，主人，我那是在如意袋里待的无聊胡说八道呢，你可别当真啊！哎，你把我屏蔽了，我看不到外边的东西，也听不到外边的动静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哎呀，燕宝，梦而已，咋还跟梦生气呢？哎呀，自己打自己。哎，他刚刚好像听到了大皇的声音，燕宝是在打大皇，不是在打自己。小燕宝的手又要砸下去。哎呀，主人，我说，沧海之平到底有什么秘密？就是装进沧海之平里的水，不仅能够复活万物，使庄稼增产，还能够让人延年益寿。真的？哎呀，主人，千真万确，我哪敢骗你呢？要不你就把真与符贴一张试试，你看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说的真假我自有办法去辨别，但我现在要问你一件事，有没有办法让这生机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？哎呀，主人，凡事都要有度，过犹不及。主人现在虽然是神通广大，可主人毕竟是人，不是神。如果暴殄天物，会遭到反噬的，有损主人的功德呀。燕宝，父皇突然觉得这玉泉山的水泡茶也挺好喝的，要不就别在皇宫里弄一眼泉了。爹爹没事的，天道很好说话的。凡事过犹不及，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大皇，爹爹刚才的那句话是啥意思？主人，就是福与祸相互依存，互相转换。坏事呢可以引发出好的结果，好事也可以引发出坏的结果。难道爹爹担心在宫中弄一眼生机泉会引发祸事？哎呀，爹爹这担心恐怕有些多余了吧？有我在，我是不会让祸事发生的。皇上，这可都是小公主的功劳啊！若不是小公主的护身龙降雨，咋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？这当然都是小公主的功劳。如果没有小公主，蓝国可又要闹饥荒了。小公主千岁！过几天就是秋社节了，朕打算带着小公主去参加百姓们的祭祀仪式，庆祝今年的大丰收。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真是百官之幸，万民之幸。不是有这样的小公主，是百官之幸，万民之幸啊。